许南横距离拉萨还有1000公里。他第800次遏制住了掉头返程回北京的冲动。他在毒瘴一样的浓雾里，从京藏高速拐上国道109，大雾让本就视野不佳的夜路更加难行。他从北京出发已经第4天，按照计划3000多公里，这会儿拉萨应该近在眼前。但昨天到格尔木后，他忽然起了烧，吃了退烧药后一直在酒店休息，睡了将近20个小时，今天傍晚才醒来，给服务员吓得差点要报警。幸而他体质好，醒来后体温恢复正常，冲完澡吃了饭继续赶路。充分休息后，许南横精神头不错，他决定不再耽搁，今晚连夜朝拉萨赶。时间是晚上10点，雾还是很浓，能见度差。许南横开着雾灯和双闪，他开一辆奔驰 G63， 平时去学校上课他绝对不会开这辆落地300多万的车，他都骑他姥爷买菜的小电驴。他姥爷早上6点半买完菜回来，他刚好6点半继续骑出门去学校。一辆电驴服务爷孙俩，像极了那大宅院里干一辈子的老管家。可偏偏在支教考核通过后，被一同事发现，原来许老是3代同堂，不是他们想象的老人父母挤在一间老破小，那他妈是个4合院。继而又扒拉出他家里不简单的背景，这家从老爷那辈就富贵到如今。于是在许南横刚刚通过考核后的暧昧的时间点，学校里流言四起。啊，京城贵公子啊，那区支教考核他肯定要通过的了。把大少爷派去个山清水秀的支教岗，出去1年镀个金，1年后风风光光的回来，给履历添上一笔，多好。从北京到这儿，一路上许南横烦得脑袋冒烟，他感觉给自己天灵盖戳个洞，就是这车的另一个排气管。好想掉头回去把那几个阴阳怪气的老师挨个揪着衣领揍一遍。想想而已。几个同期实习的老师半开玩笑的怪他不实诚，带他的师傅宽慰他，北京这地儿，在大街上拿砖头往人堆里扔，10个里能砸中起码仨大少爷，让他别放在心上。许南横只能苦笑，他倒不是想瞒着，只是想低调点，大家相安无事的当同事，自己做好自己的工作。国道109京拉公路上有很多大货车，这些司机熟门熟路，摁着喇叭轰的从他旁边超过去。开了2个半小时后，他下车抽烟。凌晨12点半，国道边还残留着几个小摊贩，拖拉机里上挂着灯泡，卖饮料零食。许南横走过去问有没有火鸡，藏族大哥摇摇头，用汉语说：“你要是白天来，一定能买到，白天这里人多。”许南横点头嗯了声。他在大哥这儿买了瓶可乐和红牛。他咬着没点的烟走回车边，实在太烦了，烦得要去踹轮胎的时候，打！男人擦开砂轮，火苗跳出来，凑到他烟尾。橙黄色的火苗一扭一扭，在这黑灰色的天地间成为唯一的亮色。许南横发现雾不知什么时候散了，也可能是他已经开出了雾区，这里距离拉萨还有800公里。高海拔地区更近的大气让夜空格外清晰。晚星下，许南横看见了连月来，唯一一张让他顺眼的脸。他咬着烟，看着这男人的眼睛，将烟尾焚入火苗。烟点上了，他深吸一口后平静了很多。许南横夹下烟，等着对方先开口。国道边不停有车轰着油门疾驰而过，带起的风掀着许南横的外套和发梢。你去拉萨吗？能不能把我捎上？我车坏这儿了。男人盖上防风火机，指了指国道边一个不起眼的汽车维修店，店外面停一辆皮卡。男人又掏出2个证件递给他，身份证没带，这是我的驾驶证、行驶证。许南横重新咬上烟，没低头，垂着眼打开他证件。方石优，生死攸关的攸。他行驶证上的车牌号和许南横一样是北京牌照。许南横抬眼看看他，问：北京人？方石优点头。许南横又问：看我也是金牌车，所以来问我的？因为环境太暗，许南横这时候才发现方石优手里拎了个小箱子，上面一个红十字的医疗标识。对。
方石优说，我是元藏医生，这保温箱里装的阿利西尤单抗，一种皮下注射，拉萨的医院等冷藏物流要等2天半，我患者急用，联络了格尔木的医院，我一早过来拿的。说完，方石优报了个北京的医院名字。许南恒先看了他一眼，那是北京一间很不错的3甲医院，有年他姥姥高血压就在那住院的。许南恒低垂着眼睛，一手拿着方石优的驾驶证，一手掏出手机，在那个医院官网搜索方石优3个字。很快出现医院的历年元藏、元江医疗项目，方石优赫然在列。他抬眸再低眼，对比着面前的人和手机屏幕里的照片，然后把驾驶证和行驶证递过去。方石优接过证件揣好，又说，我出路费，捎我一节吧，可以吗？你说个数。许南恒叼着烟眯了下眼，说500。你还是个热心肠。方石优笑起来，妈的，收少了。许南恒愤恨地咬了下烟嘴，说上车。他在车载中控下方的烟灰缸里灭掉烟，打转向灯，开上国道。方石优那个保温箱里的东西，许南恒没要求他打开给自己确认。他这会儿真的烦到就算方石优从那里面掏把枪出来把自己崩了，他也只会感叹，行吧，算你牛逼。结果是方石优直接把小保温箱放去后排的地上，然后开始享受这奔驰大 G 的公交车视角，并且和许南恒闲聊。方石优，你从北京自驾过来的？许南恒，方石优，忘了跟你说谢谢，果然单手开大 G， 有情有义。许南恒低声笑了下。奔驰 G63 这车虽然后排空间窄得令人发指，但它是硬核越野，旨在提供驾驶乐趣，窗框的高度刚好可以让人胳膊肘随意一打。此时许南恒就是这么个姿势，右手扶着方向盘，左胳膊搭在车窗框，单手开大 G， 搭配他帅得颇有些嚣张的脸。方石优看过来的时候，目光在他侧脸停留了2秒多，才挪开视线。2个车窗全降，夜风在主副驾驶之间对穿。方石优是个素养不错的人，没打听许南恒的私事，譬如你做什么工作，来西藏是不是旅游。再向前开始有风沙，许南恒把车窗升起来，车厢里彻底成了封闭空间。奔驰中间的屏幕上亮着导航，他们距离拉萨还有770公里，海拔已经升到4000以上，车里2个人都没有出现高反。夜色笼罩着109国道，只有进藏和出藏的大货车，荒凉之地。他们一个上了陌生人的车，一个让陌生人上了自己的车，有一种不要命的荒诞感。你要是开困了，我可以开。方石优说。许南恒摇头，没事，我睡了一个白天。说完补了句，你倒是可以睡一下。许南恒觉得这大夫应该是个挺开朗的人，他声音听上去也舒适，没有很浓的京腔，但有北京人讲话一贯的慵懒。方大夫说，我没事儿，我们在医科大念书的时候有一门必修课叫熬夜且不死。许南恒一笑说，这么实用的课该普及啊。开长途夜车只能看见自己车灯照亮的路，容易走神，确实需要一个人说说话。那不能普及。方石优顺着他话头继续开玩笑的说，真熬出事儿了，起码在医学院里能找老师救命，其他大学风险太高。许南恒笑笑没说话，他觉得方石优有点平，属于一部分北方人骨子里的平，带着点风趣的那种。其实许南恒也平，但他这段日子太烦了。许南恒随便搭了一句。他刚看方石优驾照的时候，看见了他的出生年月，许南恒今年25，方石优比他大4岁，两人年纪相仿，长得都风流倜傥。大概是因为路程久了，遭难事儿被远远的抛在北京，许南恒那股子烦闷渐渐消散了些，愿意和方石优闲聊。或许是方石优觉得他这声恩听起来有气无力，不知道他究竟困不困，于是方石优又开始找话。啊，对了，前阵子我在网上看见个段子。方石优说，就是当别人开长途，我坐副驾的时候，我一点瞌睡都不敢有，聚精会神的看着路况。然后呢？
许南恒已经有点不爽了。方时悠直到方向盘握在自己手里，才能放心的睡一会儿。许南恒噗呲一声，方时悠跟着笑，车厢里气氛和谐又轻快，俨然进入了一种搭伙跑拉萨的愉快状态。然后许南恒立刻脸了表情，凉声问：好笑吗？不好意思。方大夫勇于认错。许南恒真的不困，他状态好得很。但这种事情强调起来，就像喝多的人一直强调我没醉，许南恒能理解，所以没跟他较真。格尔木到拉萨有1000多公里，导航预计的行车时间是18个小时。如果顺利，他们不眠不休的开下去，将在下午5点左右抵达拉萨。许南恒手腕上的 Apple Watch 提醒他站起来活动活动，于是凌晨4点，许南恒将车开下国道，在土路停着，下车抽了根烟。火！许南恒偏头对方时悠说。方时悠走过来，掏出火机递过来，同时许南恒递了根烟给他。许南恒抬头将烟往天上吐，浓墨一样的夜空里，像一块玻璃摔在苍穹，蹦碎了漫天的碎星。许南恒这辈子第一次见这么多这么清晰的星星，原来星月真的可以照亮一方天地。海拔高的地方确实让人有接近天空的感觉。而方时悠不同，方时悠已经圆藏快1年了，他司空见惯，所以他看的不是星空，而是许南恒。他忽然问：还没请教你贵姓？许南恒夹下烟，从星空收回视线，看向方时悠，说：免贵姓许，许南恒。许先生。哎，方大夫。许南恒提起唇角笑了下，重新咬回烟。他笑是因为觉得被叫许先生蛮不习惯的，通常他听见的称呼都是许老师。抽完烟上了厕所，往车上走，走近的时候，方时悠忽然说：很多人都是带着故事来西藏的。许南恒从车头绕去主驾驶，顺手拍了下车引擎盖，笑得帅气逼人，说：别人带着故事，我带着奔驰。方时悠先愣了下，然后跟着笑，确实没这奔驰真不行。没这奔驰，您第一高原狼骑回拉萨吧，那可不是收500，估计收50斤肉。许南恒拉开主驾驶车门，上车吧，方大夫。第2章清晨，日出。6点的时候，方时悠认真的提出让自己来开，国道的路况没那么好，加上海拔变化，许南恒不能连续驾驶这么长时间。天光微醒时，2人下车，在国道边的摊子上吃了些东西，然后交换位置，由方时悠开车继续出发。方时悠在驾驶座坐好后，许南恒本就懒散的金枪带着困倦，指了车上的几个操作位置说：怀档、手刹、紧急救援，调后视镜在车窗按钮前面，这儿车道保持，这儿雷达开关。辛苦您。行，睡会儿吧您。方时悠说。说话的调调归根结底来自于语言环境，语言环境够强大，很容易被带偏，最明显的就是东北腔，东北腔制裁一切。方时悠在西藏待了不少日子，和同事们说普通话，您来您去的京腔忘了大半，这会儿被许南恒带了回来。但其实许南恒说话的您主要就是在家里，单位平辈之间相处熟了就不太您了，倒是他姥爷挺注重这个的，时不时提醒他，您是尊重，咱是大国，礼仪之邦。大国这个概念，这回许南恒是物理层面的体会到了。这趟长途开下来，许南恒觉得中国地理很神奇，在京藏高速上的时候被雪山环抱，拐上国道109之后，倏然变成一眼望到天际线的草原。他找了个相对舒服的姿势，窝在副驾驶，闭上眼睛。开车开长途不是体力上的累，而是精神长久的高度集中带来的大脑疲惫。许南恒断断续续的睡着醒着。主要奔驰大距车身太高，车身高，风阻就大，风阻大，开在路上就哗哗的全是气流噪音，叫做风噪。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在副驾驶蹙着眉嘟囔了一句：吵死了个破车。他以为车里气流声这么大，方时悠不会听见，起码不会听清。结果方大夫发出了轻微的诧异，又很快转而为一种轻松的笑声。可别，我刚还在想，别人的车确实不能开
开了就想买。许南恒笑笑，掏出手机。外面苍翠的草场成片的蔓延去天边，牛羊马群，他是一眼不看。这让方时悠稍微有些好奇，他觉得许南恒可能不是游客，正常游客这会儿应该降下车窗往外拍照。进藏的线路美不胜收，日出的金光落在雪山尖顶，多少人一辈子都没见过的风景，居然真有人能忍住只瞄一眼。随着阳光渐强，国道上的车多了起来，周边摆摊的小贩也慢慢热闹。在国道边做生意的不少，这条路也叫青藏公路，是西藏物资运输的主干道之一，所以车多了起来，多的都是大挂货车，轰隆隆的从旁边擦过去。话虽如此，但 G63 就是 G63， 车高1.9米，V8 的发动机在大货车面前完全不虚。方时悠给了些油，连超2辆，许南恒这时候才落了些车窗，兴趣缺缺的看着外面。你怎么一点不激动？方时悠问。好多人第一次来西藏，同一片风景能拍10来张照片。我挺激动的。许南恒淡淡的说。这给方时悠整不会了，但他没接着说下去，因为没什么好说的。许南恒这个年纪开着大 G 来西藏，给人一种最直观的判定，最起码他很有钱。单单买辆奔驰大 G 不能绝对的说此人很富有，但能舍得开着大 G 在西藏跑国道，那是真的富有。天地良心，许南恒真的没说谎。他看着外面辽阔的草场，自然的无任何城市建设的大地，他舒服多了。主要方时悠没见到他在北京时候的脸，那会儿在学校办公室，他连掀了3张办公桌，最后一脚踢翻了某嘴碎老师的电脑主机，一条腿踩上去。当时那老师脚下一滑，自己摔了，哆哆嗦嗦的手指头指着许南恒的脸，说什么来着？那老师说的什么？许南恒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是警告吧，一些你敢动我一根手指头，我立刻就报警之类的话。许南恒又不傻，他当然不会出手打人，但桌子还是要掀的，不掀他能憋死。人固然不能被憋死。于是他追根溯源，找到那几个散播流言的老师，果然几个人是同一办公室的，趁手了3连掀，还波及了2个盆栽，一个饮水机，砸场子似的。闹到校方那儿的时候，学校几个领导其实也头疼。许南恒通过了试课和笔试考核，政审也是清清白白好人家。造谣固然不对，许南恒掀桌子砸人办公室也不对，最后各打50大板，互相道歉，算了。许南恒不愿意算，他坚定认为这事自己没错，拒不道歉。他有什么错？他投胎有技巧，生了个富贵人家，家里3代从商，自己10年寒窗。商贾世家想培养个身上有墨水味的书生，于是从小悉心引导，要他多读圣贤书。读着读着，许南恒萌生出了教书育人的念头，家里自然大力支持。他呢，踏踏实实的读书，考了师范，研究生毕业，进了高中。恰逢校方有了支教计划，与偏远地区进行校对校的教育援助，开放招募支教老师。许南恒一腔热血，书生也想远赴边疆，结果居然被编排成全为自己履历天津，以后更容易升职。然后他就来了。西藏自治区山南是在向南的，几乎快到国境线的山沟沟里的一个小县城。校方要给买机票也拒了，自己开车来的。前面要到内区了。方时悠说。啊？许南恒回神，哦，吃个饭吧。方时悠嗯了声，说车也要加油了。那区到拉萨还有300多公里，和许南恒预计的一样，差不多傍晚5点能到拉萨。他订了拉萨的酒店，今晚好好睡一觉，明天到山南，再到县里。方时悠将车开进加油站排队，许南恒下车伸了个懒腰。加几号？方时悠还在车里，他降下车窗问。许南恒98，你脑门上边有油卡。好嘞。方时悠笑笑。许南恒走到主驾驶这边，手伸进车窗。方大夫，火。这儿加油站。
方时幽盯着他，许南恒无奈，这么点常识我没有吗？前面有卖烤包子的，我过去转悠转悠，坐车坐得我血液不循环了都。方时幽点点头，叮嘱了句：别跑远了呀，你也别带着我奔驰直接溜了。那不能。方时幽说：我还欠你500呢。许南恒笑了下，火机在手里掂着玩，走向加油站前面的小摊。摊子上不仅卖烤包子，还有些他不认识的面点。摊主大姐牵着一小姑娘，微笑着用流利的普通话问她想吃点什么。大姐皮肤干燥，有当地人脸上常出现的高原红，小姑娘的下半张脸被裹着面巾，大约是为了防晒，眼睛很黑很大，盯着许南恒看。许南恒随便指了几个东西，发现小姑娘确实一直在看自己。他自认样貌还不错，但同时他也认为姑娘既然在国道边上摆摊，形形色色的人必然见过不少，不至于因为自己帅盯着看。但他好奇啊，便问大姐：这是您闺女吗？是的。大姐笑盈盈的将姑娘搂过来，不好意思啊，这些天学校说支教的老师快到了，他就看谁都像他老师。啊，原来如此。许南恒点点头，拎好东西说了句再见。那姑娘太小了，应该是小学生，许南恒的支教岗是初中、初三。想来是开学时间将近，各方支教的消息都尘埃落定了。许南恒稍微有些唏嘘，方才姑娘那种求知的眼神，对教师职业的敬意满满的装在眼睛里。教育工作者真的见不得这样的眼神，他当即心下一通酸楚，快步走开了。同时也庆幸自己选择过来支教，一时间学校里的烦心事疏解了许多。许南恒找了个空地，用方大夫的火机抽了根烟，折回加油站的时候，恰好看见方时幽开车慢悠悠的从加油站出口出来。方时幽也看见他了，摁了下喇叭，许南恒挥挥手。方时幽把车往国道下边停，停好后熄火下车，说：你把东西先放车上，我俩去加油站后面洗把脸。哦。许南恒点头，把包子放在副驾驶。加油站里有便利店，买了一次性的牙刷牙膏，俩人在加油站的卫生间里简单洗漱了一下。冰凉的水泼在脸上相当舒服。接着方时幽从兜里拿出一管防晒霜。许南恒来西藏没做任何攻略，他在北京的高中还没带班，这是他实习结束的第一个学期，没有需要交接的事情，行李一收拾就来了。见到方时幽手里的防晒霜，才反应过来，这是高原，紫外线极强。谢了。许南恒刚当心里一暖，心道这就是边疆玉老乡吗？真暖心。然后方时幽没撒手，我意思是给你挤点，你要我一整管啊。两相尴尬的对视了片刻，还是方时幽没绷住，噗呲笑了，开玩笑的，我这管剩一半了，刚在店里给你买了根新的。说着又从外套另一个兜里拿出一根整的。许南恒叹气：方大夫，我最近真的经受不起什么情绪波动了。不好意思啊。方时幽往他手背挤了一大坨防晒，虽然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但是来了西藏就放轻松点。啊？许南恒没明白。方时幽指了指他手背，示意他先把防晒霜涂上，说：先走吧，别在卫生间前面闲聊。于是二人边走边说。方时幽说：你知道为什么西藏让人宁静吗？为什么？许南恒随便呼了呼脸上的防晒霜。方时幽说：氧气稀薄，动弹不得，自然就宁静了。方时幽笑着走到车头，拍了下引擎盖，说：带着故事也好，带着奔驰也好，许先生，这里是西藏，过了唐古拉山就把杂念留在外面，上车吧。我是老师。许南恒说：教高中数学的。方时幽点头：许老师。哎，方大夫。许南恒应道。第3章接下来的300多公里很顺畅，难得的顺畅，昆仑山口没有堵车。过了当雄就是拉萨，太阳还没落山，许南恒已经困了。他上一次睡觉还是在格尔木，这会儿属实顶不住，尤其吃了烤包子和他不记得名字的脆底的面饼，
摄入碳水后升糖，加上车子摇摇晃晃带来的困意，不讲道理。总之，许南恒再次睁眼，到拉萨了。这就天黑了。许南恒懵逼的看着车窗外问道。方时悠见他醒了，说：没有，天没黑，是阴的。拉萨就是这样，天气变化很频繁，一会儿太阳刺眼，一会儿乌云压城，开始刮风。哦，许南恒声音发虚且阴哑，他睡得不舒服，醒过来就是这样。他清了清嗓子，伸手去后座摸矿泉水。外面风很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海拔高，许南恒觉得这阴云真低呀，真的像压城。十字路口，交警亭旁边的塑料棚被风拉扯着哗啦啦的响，都快被刮去斑马线了。交警立刻跑过来拽住他的杆儿，垃圾桶里的塑料袋也被卷出来，漫天乱飞。然后方时悠说：诺布达拉宫。从我这儿看。方时悠目视前方，指了下主驾驶这边的车窗。看向主驾驶车窗的话，就肯定会看见司机。所以许南恒一扭头，第一眼看见的是方大夫流畅且利落的下颌线与侧颈。方大夫的样貌很不错，有点像大学时候匆匆路过面前的帅气学长，惊艳一眼，惦记好几年。许南恒稍微有点颜控，所以当时才让他上了车。半夜带陌生路人这种行为其实很危险，有点赌命的意思。看见了吗？方时悠问。啊，根本没看见，走神了。许南恒实话实说，没事儿，机会多。许南恒一蹙眉，为什么这么说？方时悠说，你是老师，过阵子开学了，你这个时间来西藏，应该来支教的吧？以后能看见。许老师，我听哪儿？你这个导航定位定的是布达拉宫广场，但是这会儿过去要堵车，我有点赶时间，能不能找个地儿先让我下？哦。许南恒喝了口水，坐直起来，看了眼辅道路边的车位，说：我定位随便定的，你就在那儿停吧。好。方时悠打灯便道，等着车流过去后，开到辅道边的公共车位上。他将车停稳后，胳膊伸向后排地上，拎起保温箱，然后解开安全带，掏出手机，说：给你转路费。说到路费，许南恒忽然想起加油站，问：之前加油的钱你掏的吧？方时悠没出声。许南恒伸手把副驾驶前面的手套箱蹬开，果然他记错了，油卡不在方向盘上方的遮阳板里，被他上次放进手套箱里了。这辆奔驰大 G 的油箱100升，98号油，一升不低于9块。许南恒凑过去看仪表盘，那会儿方时悠应该是98加满了。得了，别给了，你走吧。许老师，方时悠说，当时月黑风高，我是你国道边碰上的陌生人，你愿意涉险带上我，这点油钱算什么？不过以后这种情况你还是要多掂量，这年头很多信息可以作假。许南恒笑了下，行，我记下。他当然不能说因为我看你长得顺眼，于是添了句，方大夫说的对，下回我长得心眼。收款码。方时悠示意了下自己还在扫一扫状态的手机。许南恒摇头，不用了，你都付了油钱。那不行。方时悠坚持要给，路费是路费，油费是油费。真不用了。许南恒说，你不赶时间吗？赶紧走吧。他边说边解开自己安全带，直接打开副驾驶门下车。风真的大，许南恒一件白 T 恤和铅灰色的连帽卫衣外套，外套拉链没拉，给他掀得像个大侠。许南恒直接绕过车头，走到主驾驶，从外面拉开门，催促他：方大夫，下车吧，有缘再见。方大夫无奈，毕竟许南恒这车又不是出租车，不会在里面贴个收款码。他收起手机，风涌进车厢里，方时悠被刮得眯了眯眼。结果是方大夫已经在藏区做了快1年的医疗援助，去过很多乡村县城，所以身上常备现金。他从外套内兜里摸出钱包，直接一把抽出所有现金，塞进了副驾驶前面的手套箱，将其一合盖上了。
则你这番操作，许南恒属实防不住。方时悠收起钱夹，拎好保温箱，下车。多谢你带我一程，许老师。客气了，方大夫。许南恒和他握了握手。再见了。方时悠说。许南恒点头，再见。接下来，许南恒坐进驾驶座，调整了一下后视镜和座椅，打灯转向，准备汇入车流。后视镜里，方大夫那一抹高挑的身影被大风裹挟着消失在人群。再一看手套箱，方大夫塞了1200进来，许南恒轻轻叹了口气，把手套箱合上。调好导航目的地后，许南恒才恍然，萍水相逢，同行一程。方大夫给加了一箱98汽油，还搭一防晒霜，没和他加个微信什么的。主要方时悠走得太匆忙，且乌云狂风，兵荒马乱的，许南恒自己也忘了。他并非扭捏的人，不是非要等别人主动开口提出加联系方式，他想要微信的话会直接说，但刚刚是真忘了。算了，许南恒往酒店方向开，虽然有点可惜，但也只有那么一点而已。可能匆匆路过的帅哥会惊艳他一眼，但他绝不会惦记好几年。办好入住后，许南恒呈大字形躺在床上。虽然从格尔木开出来之后，海拔一度升到4000多米，可那会儿人在车里不太动，他也没有高反，所以觉得自己是那个不高反的幸运儿。但就刚刚停了车，拖着2个行李箱，背着包，从停车场走到酒店大堂那短短一节路，居然喘上了。高海拔地区的一节路和寻常的一节路简直不是一个概念，拽着行李箱就算了，肩上还背了个包。他那电脑就快6斤，进去酒店大堂的时候，喘得像是从北京徒步走过来的。躺了会儿，感觉好点了，许南恒摸到手机，打了个电话出去。片刻后，电话那边接通了，许南恒说：“妈，到拉萨了。”安顿好了吗？妈妈问。在酒店休息，明儿开车去山南。许南恒翻了个身侧躺着。妈妈，累了吧？听你这声儿，有气无力的。许南恒，那可不，3500多公里，我一个人开了一大半。妈妈那边问，剩下的一小半呢？许南恒本想瞒一下的，但缺氧缺的脑子也迟钝了。半路捎上了个人。什么人啊？多危险啊！妈妈那边提高嗓音，你怎么能让陌生人上车呢？万一是坏人呢？万一给你敲晕了拉走，掏了肾挖了眼角膜呢？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许南恒。预料之中，妈妈会这么说，其实许南恒自己也明白，便说：“好，下次不会了，没有下次了。”妈妈那边又教育了几句，许南恒乖乖应着。妈妈稍有些溺爱他，出发前就说了，反正是开车去，半途后悔了就掉头回来，咱们不支教了。许南恒路上想掉头纯属烦的，他也很清楚，妈妈只是宝贝自己，不想自己受委屈。妈妈叹了口气，接着说：“那你要在市区买好生活用品。对了，南恒，布达拉宫看了没？药王山去了吗？多拍拍照片呀。”许南恒哭笑不得，妈，我不是来玩的。终于挂断电话，许南恒觉得在高原还是要少说话，给他累得不轻。继续躺了几分钟，许南恒坚强的爬起来，去浴室洗了个澡。再从酒店出来，行凶式的狂风已经结束，天气晴好。西藏天黑的晚，时间将近晚上8点，天空的颜色像倒扣的湖。酒店大厅的服务员跟他说，游客都爱去八廓街逛，建议他也去看看。许南恒道了谢，委托酒店洗了一下他一路过来换下来的衣服，然后走出酒店沿街闲逛。他溜达的这条街开了很多写真店，为游客化妆，出租民族服饰，然后帮他们拍照。许南恒长得不错，身材也好，1.83米的个头，腰窄腿长，五官清俊，不少店员招呼他，问帅哥要不要来拍几张。原来人在异乡是这种感觉，分明街边人来人往，却感觉很空荡。店家门头上都是2行字，一行藏文，一行汉语，有些连锁店的奶茶店和快餐店。最后，许南恒进了家德克士。
许南恒比较理智，他前往县里任教的时间是后天，所以他决定这2天的吃喝都尽量谨慎，不要搞得水土不服，上吐下泻，耽误事儿。妈妈在微信上继续问他有没有吃晚餐，他拍了汉堡可乐发过去，他妈妈一连发了好几个流汗无语的表情回来。他们学校支教的10多个老师拉了个微信群，大家前去的支教岗情况不同，西藏秋季开学比较早，8月中旬就开学了，有些地方开学时间也早，一批老师已经出发，一批老师还留在北京。大家知道许南恒前几天出发了，但一直没在群里说话，于是被艾特了一下。谭希许南恒，许老师到了没？戴季棉，许老师可能还在开车。谭希是和许南恒同一批的实习老师，戴季棉老师则刚刚送走一批高3生，然后今年支教。许南恒顺下去一口可乐，回复刚到拉萨，有点缺氧，在酒店躺了会儿。听闻他到了拉萨，群里噌的冒出来不少人，都让他快发点照片，七嘴八舌的。平时许南恒嫌群聊很烦，这会儿忽然觉得人在他乡的时候看群聊居然顺眼了。许南恒，明儿去拍一下布达拉宫。大家这时候也反应过来，纷纷说好好休息，毕竟谁都不是出去玩的。群里慢慢安静了，许南恒吃完饭，坐在餐厅里发了会儿呆。外面天色渐暗，还有很多游客在夜拍，穿着藏族的衣服，脸上画很有民族感的妆。许南恒走出餐厅后，尝试深呼吸了一下，然后倏地一笑，确实方大夫说的很对，氧气稀薄，动弹不得，自然就宁静了。他又有点想抽烟，但是他火机不晓得在哪儿丢了，可能丢在过银川的服务区，也可能丢在格尔木的酒店。手揣在兜里摸着烟盒，然后抬脚走向一间小超市，得去买个火机。第二天，他决定去看看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广场很大，人也很多。许南恒找了个游客路人问从哪儿进，结果那位游客指了一个超级远的地方，说那儿看见了吗？那个售票点就是布达拉宫的入口。要走那么远吗？许南恒差点结巴。游客边比划边说，是的哦，我们昨天进去过了，那儿只是入口，爬到顶要爬12层呢，但是从顶上能俯瞰整个拉萨。于是四体不勤缺乏运动的人民教师点头微笑，礼貌地说，这样啊，谢谢您。还是算了，让他想起了很多人爬到泰山售票点就决定结束这段旅程的故事。许南恒举起手机拍一张照片发给妈妈，又发进支教同事们的群聊。后一天下午，山南市支教项目的负责人联系了许南恒，对方和许南恒加上了微信，把注意事项以及进县城的路线图发了过来。他们对待支教老师很真诚，甚至询问了他需不需要报销油费，用加油站的凭证就可以。许南恒连忙拒绝了，为了防止见面后对方像方大夫一样直接把现金扔自己车里，不惜谎称自己校方已经报销了，对方才安心。去县城要先过山南市，拉萨到山南很近，100多公里，高速畅通，许南恒1个多钟头就开到了。到山南后是一次支教会议，还有许多在藏南支教的老师们，今天是一个大会。老师们从五湖四海来到西藏南部，会议结束后，大家一从这里分散开来，去到自己支教的乡县。许南恒也是，会议结束后，大家合了一张影，许南恒继续开车去县城。从山南离开之后，后面的路就变得难行。他开了1个小时，在非铺装路面上颠的5脏6腑一锅炖，终于赶在日落前到了县城。到了县城还没完，接应他的老师说学校不在县里，在下边的村庄。许南恒跟着老师的车后面开得万念俱灰。20几公里的山路开了3个小时。许南恒人都傻了，20几公里啊，要是柏油路20公里骑自行车也就2小时啊。而且许南恒这是越野王者奔驰大 G， 可以想见这山路有多难开。3个小时后，他终于站在了学校院子里。学校的前大院只有3样东西，带他过来的老师、他自己和国旗杆。老师说，这栋楼以前是别人捐的希望小学，那些小学生升了初中，又10多改了初中。
教学楼当时在照片里看到了，还不错，打扫得很干净，贴着瓷砖，暑假又漆过一回。对了，我叫达瓦江错。他向许南恒伸手，许南恒回过神，和他握手，说：“许南恒。”接下来，达瓦江错带着许南恒去看了一下教师宿舍。宿舍在教学楼的2楼、1楼和3楼都是教室。楼道转弯的地方是卫生间和开水房，天台有晾衣服的地方。达瓦江错笑了笑，和他交换了联系方式，说：“那你休息休息吧，我们学校的食堂还没开餐，但是往村里走有卖吃的。”好，谢谢。许南恒说：“我去村里看看吧。”他和达瓦江错一起下楼，许南恒的车停在学校里，显得这车格外大。他呼了一口气，提醒自己不是早就决定好了吗？无论这是什么环境，都要坦然接受。学校用一圈铁栅栏围了起来，后操场还不错，有塑胶跑道和篮球场。达瓦江错领着他从学校的侧门走，说这里进村近些。从侧门出去后，许南恒依稀听见不远处有人在说话。一个男人说：“支教老师过来了，说这2天有个欢迎会在县城，也叫上我们了，你到时候去吗？”另一个男人的声音有些耳熟，说：“看情况吧。”许南恒觉得耳熟的有点过分，偏头看过去，有2个男人在学校栅栏旁边抽烟，其中一个穿白大褂，也看了过来。白大褂对面的男人又说：“大老远过来，这穷乡僻壤，教孩子读书，真是热心肠。”白大褂笑了起来，眼神依然落在许南恒身上，说：“确实是热心肠。”第4章，那白大褂就是方石优。达瓦江错一回头，许南恒还杵在那儿，于是他往回走。许老师你怎么不走了？许南恒啊了下，收回视线，看向达瓦江错。那个，他磕巴了2下。达瓦江错眨着眼睛等他说话。这事儿很容易说，我看见一熟人，但许南恒偏单单这时候脑子缠一块了。方石优灭了烟走过来，距离4、5步远的时候喊他：“许老师。”哎，方大夫。许南恒下意识回应。达瓦江错震惊了一下，哎，你们认识啊？随后达瓦江错立刻想通了，哦，对对，方医生也是北京来的，你们本来就是朋友吗？方石优笑了笑，模棱两可的说：“之前认识。”确实是之前认识，没什么问题。许南恒也没多做解释。达瓦江错笑了起来，那太好了，许老师，你在我们这里还有个照应呢。是啊。许南恒迅速调整了一下状态，让自己看起来别太僵硬。他整理了一下衣服领子，挠挠后脑勺。方石优转而对达瓦江错说：“你带他去村里吃饭吗？”“对，带许老师熟悉一下。”方石优说：“你忙去吧，我来带。”达瓦江错是县城初中的老师，但他每个礼拜会来村里中学帮忙代课，两头奔波。这点方石优知道，达瓦江错天天跑来跑去，今天又接待许南恒，估计累坏了。达瓦江错应了声，点头，没客气，好嘞，辛苦方医生。和方石优一起抽烟的男人也跟了过来，方石优给他介绍：“这位我同事杨告，四川人，杨大夫，这位许老师。”许南恒跟他握了握手，方石优又说：“要不我带你去县城里吃点吧？”别。许南恒的脑海瞬间浮现3小时的山路，直接拒绝：“我刚从县城过来，跑了1天了，实在不想开车，也不想坐车。”哦，好。方石优说：“那你来我们医院食堂吃。”许南恒毫不犹豫：“行。”方石优说的医院其实也就那么一栋楼，走去医院的路上，方石优告诉他，他援藏的地点是县城里的那个医院，但也是因为周边村落交通不便，所以每个月会轮流有医生从县医院过来这边这个小医院里坐诊，并且他们每隔一段时间会去到各个村庄义诊，所以这边不是每天都有人在。附近的村子和零散住着的藏民们习惯称这里是小医院，管县城里那个叫大医院。而所谓的食堂其实是小医院的领导2口子掌勺做大锅饭。
小医院和学校一样是土楼，用的栅栏甚至是同样的花纹。前院里停着几辆车，都是高底盘的 SUV。许南恒抬眼打量了一下这个建筑，门边竖着的铁牌2行字，汉语那行写的是县城医院，大概这个可以理解为县医院的下属分院。且就叫它医院吧，许南恒想着，继续打量。进到这唯一一栋门诊楼里，许南恒也看见了，这里只分内科和外科。方大夫，许南恒叫了他一下。哎，许老师。方时优回头，那个洗手间在哪儿？方时优指了一下门诊角落，那儿。能不能稍等我一下？当然。方时优俩手揣在白大褂口袋里，微笑着看他。许南恒小跑去卫生间，杨镐用胳膊手碰了碰方时优，问：你俩是在北京时候的朋友吗？方时优说：前2天去格尔木，回来路上认识的，我不是车坏半路了吗？他带我回拉萨的。哇靠！杨镐回忆了一下，你告诉我车坏的时候都夜里了吧？那乌漆嘛黑的国道边上，你就上他车了？方时优点头。杨镐，你也是胆子大。方时优笑了笑，没多说什么。确实他这2天反思了一下自己，总结来看就是许南恒长得太好看，咬着烟面若冰霜的模样过于性感，他赌了一把。杨镐凝视了自己同事片刻，觉得不可思议。这会儿许南恒从卫生间出来了，方时优朝他招招手。医院食堂吃饭的大夫大概有6、7个人，这6、7个大夫就是这分院的全部医生，不设急诊，大家轮流值夜班。食堂墙上的黑板是手写的值班表，一切都古朴到让许南恒觉得自己穿越去了年代剧。但这就像90年代一样，90年代的上海已经富到饭桌上有奥龙帝王蟹，90年代的大西北用公共水龙头洗衣服。其实放在今天也一样，大城市的医院食堂里有咖啡厅，小县城医院食堂的电饭煲还是许南恒10岁那年的款式。这世界就像一片雨林，有的树被阳光照耀，长在丰沛之地，高大雄伟；有的树扎根在贫瘠之地，只能拼尽全力让自己尽量别死。然后旁人会说，这片林子里的树长得可好了。谢谢。许南恒从方时优手里接过满满一碗的米饭，然后悄声说，稍微有点多了，方大夫。来，拨给我。方时优把碗递过来。席间，医院里的其他人告诉许南恒，他白天过来的县城前些年才退出贫困县。县医院的规模也不算大，只有基础设施，譬如 CT 机、核磁共振，一些病理检验还得送去山南市的医院里做。而这个单独一栋楼的小医院，主要是服务周边的村庄，很多村民根本不明白医院是怎么运作，所以县城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小的。这里挂号只有1个人工窗口，可以走医保。一般村民有头疼脑热的，在这里看医生。许南恒点头应着。方时优发现他有些拘谨，吃完饭后有人说一起去县城里热闹热闹，欢迎许老师。方时优帮他婉拒了，说许老师奔波1天了，这才作罢。吃完饭已经暮色四合，还没开学，学校里没有学生。方时优陪着他从医院往学校走，2个楼离得蛮近，中间没有其他建筑遮挡，走过去也就5、6分钟。看过宿舍了吗？方时优问他。看过了。许南恒和他一样，俩手揣在兜里。方时优，怎么样？许南恒，还用问吗，方大夫？方时优噗呲笑了下。你们教师宿舍我去过，上个月去帮忙抬书桌的。啊。许南恒想起来了，我说呢，那副桌椅看着挺新的。方时优点头，对，原本的书桌4条腿各有所长，校长从县城买了新的，说让支教老师写教案舒服点儿。各有所长，许南恒笑了笑，这描述用的，然后就慢慢的笑不出了。教学楼近在眼前，想想那个宿舍，又不能叹气，他本就是来支教的，他不能叹气，生生忍住了。方大夫。哎，许老师。活。
方石优没抽，站着陪许南恒在距离教学楼2米的地方抽了根烟。恰好方石优也看见了停在学校里的大 G， 看看大 G， 再看看许南恒。方石优心道：少爷下乡了，要不这火机你留着用吧。方石优说。许南恒擦开火机，点上烟，然后嘴唇往里抿了一下，让牙齿咬住烟嘴，说：其实我有火，我在拉萨买了火机了，但我忘了。方石优抿嘴忍住了笑，氧气稀薄，不怪你。许南恒深吸了口烟，让烟在肺里完全打了个滚，才慢慢吐出来。这里从地势来看，处于山腰间，喜马拉雅山北麓的西南高原。路不算平坦，但也没有非常夸张的起伏，海拔大约在4000米。许南恒适应的还好，还能抽烟，这在高原地区属于天赋异禀。总体环境看起来和许南恒观念里的偏远山区差不多。他惆怅的抬头看着这教学楼2楼自己宿舍房间的窗户，没出声。方石优跟着他的视线抬眼向上看，试着问：怎么了？一个人住一栋空楼，害怕吗？那不能够。许南恒说：院里国旗飘着呢，有什么好怕的？方石优笑笑：你眼神有点苦涩。不苦，苦什么？怕苦就不参加支教了。许南恒夹下来烟，看了一圈没看见垃圾桶，便在墙上摁灭它，然后捏在手里。方石优没细问，因为他能理解自己刚来援藏的时候也是这样，不是怕苦，也没有嫌弃环境，更不是后悔。援藏医疗和支教考核一样，要经过层层筛选，考核内容之一就是让老师了解当地情况。过来之前，大家都明白这里是个怎样的地方。这里不会有24小时热水，也不会有便利店，厕所就是一条沟。快递要去10几公里外的县城取，可能这根本不在发货范围，外卖就更不要想。像许南恒这样只是抽根烟，已经算是心态绝佳。方石优说：这儿没有公共垃圾桶，去学校里扔吧。哦，好。许南恒点头，行了，你就送到这儿吧，我上楼睡觉了。谢谢你请我吃饭，方大夫。谢什么？也没花钱。那我不管，我吃饱了就得谢。行，甭客气了，去休息吧。许南恒点点头。按道理说，方石优该扭头走了，但他没动。他不动，许南恒也不太好先溜，于是晚星下四目相对了片刻。片刻后，许南恒试着问：还有事儿吗？你从家里带电褥来了吗？就是铺床板上的那种棉褥子。方石优问。许南恒眨眨眼，屋里有啊，那是校方给准备的，在山南开会的时候，支教手册里写了。学校提供基础住宿，棉被、棉褥、枕头，一些晾衣服的衣服称、水盆，基础的生活用品。而且刚刚和达瓦江错上楼的时候，许南恒也看见了，床上好好的，被子枕头都有。方石优似欲言又止，还是止住了没说。他换了个话头：啊，对了，明天我要去一趟县城，你一块吗？我去干嘛？许南恒不解。是这样。方石优咽了下，换了个角度跟他说：你先上楼睡一晚，体验一下，因为那个板床是硬板，可能只有一条垫被。你要是睡不惯，明天就和我一起去县城多买几条厚褥子，毕竟眼看着天要冷了。许南恒听劝，点头。哦，那你去县城是干嘛？109国道汽修店的哥们帮我把车开到拉萨了，我拉萨的同事帮我开到山南，我从县城坐车去山南，把我车开回来。方石优说。哦，许南恒想起来了，方石优的车坏在半道，原来如此。方石优刚想说那我先回了，只见许南恒毛茸茸的眉毛倏然蹙起，盯着他看。方石优被盯得有些犯怵，怎么了？方大夫。哎，许老师，汽修店的哥们帮你把车开回拉萨，收你多少钱？许南恒似笑非笑的问。方石优诚实作答：2500。许南恒开玩笑的双臂抱胸，看来刨去油钱你还差我300，改天咱俩算算账吧，方大夫。好嘞。
方石优也笑着拍了下他肩膀，你休息吧，明儿见。许南恒觉得哪儿就有方大夫说的那么离谱了，不就是硬板床吗？大学宿舍睡的不都是硬板床吗？但许南恒忘了，大学宿舍那个硬板床，他妈妈给他垫了好几条棉的，绒的褥子，垫起来有拳头厚。他上到2楼，走进自己宿舍，打开灯，长条状的白炽灯闪了2下才常亮。许南恒弯腰在床上按了按，再一掀，确实就只有一层薄薄的棉被。他没抱怨，本来就不是来当祖宗的，还让人伺候吗？于是京城来的徐老师在床上平躺了片刻后，坐起来，披着夜色走下教学楼。徐老师拉车门，放倒座椅，后车窗落下来点缝儿，睡了。次日一早，方大夫从医院走来学校。方大夫甚至都没上楼，直接走到车旁边，敲了敲窗户。许南恒惊醒，倏地眼睛睁开，一个挺背坐起来，和车窗外的方大夫四目相对。早啊，徐老师。早，方大夫。老实说，是有点尴尬的。许南恒揉了揉眼睛，打开车门。可能是刚坐起来那个动作太猛，大 G 又高，下车的时候往前一踉跄。方石优下意识伸出胳膊接他，他直接摔进方石优怀里。第5章，许南恒意识是清醒的，他扶了一下方石优的胳膊，想自己站着。但方石优没松手，继续圈着他，说：“你别动，缓缓，这里海拔比拉萨还要高一点。”他这会儿心砰砰跳，呼吸也费劲。方石优在观察他，同时手掌在他后背顺着，引导他：“你刚才坐起来的时候坐猛了，稍微有点高反，没事，你正常呼吸，别着急。”轻微的高反不需要吸氧，方石优也不太想他一出现不是就吸氧，那不是长久之计。方石优的个头比他稍微高一点，大概高出3-4公分的样子。怎么样？方石优垂下头看他。啊，许南恒其实好多了，还行，我心跳这么快是正常的吗？方石优看看他，说：“高反是这样的，会心慌，你先在车里坐会儿，等我一下，我回去拿2个氧气罐。”用不着吧？许南恒说：“从格尔木到拉萨，过昆仑山口的时候也没吸氧啊。”方石优强行握着他胳膊，把他扶回车里，很认真的看着他：“许老师，听大夫的话，用不用的先备上。”我不是不听话，我觉得你大清早这么来回跑的，不费事。方石优打断他：“等我会儿。”说完就走了。许南恒把座椅靠背调直，靠着。他不是不知好歹的人，他当然知道要听大夫话，比如他爸体检完了，大夫一句你最好戒烟戒酒，比他妈叮嘱几10年都有用。这世界上你可以不听任何人的话，但不能不听大夫的话。许南恒抚了抚胸口，怪了，方大夫走了，心跳就平缓了。他抬腕看表，黑屏的，还好 Apple Watch 已经没电了，不然刚刚在方石优怀里必然疯狂震动。那属实是有点尴尬。从医院到学校步行往返不过12-13分钟，他从前挡风玻璃看见方石优拎了个袋走过来。方石优走到车边，把袋子放进后座，说：“2个一次性氧气罐，食堂里还有块鸡蛋饼也给拿来了，稍微垫一下。”方石优还带了个小血氧仪出来，给他测了个血氧，确认血氧没问题，他才放心。谢谢啊，方大夫。许南恒从车里下来，说：“我上楼洗漱一下先。”别爬楼梯，你刚刚高反，高原爬楼和平原爬楼不是一个概念。方石优指了下教学楼另一边的墙根，那儿有个水龙头。杏儿昨天行李没搬完，他的洗漱包在后备箱里，牙刷牙膏都在里面。许南恒潦草的洗了一下后，尝试深呼吸，感觉好多了。走回车边的时候，方石优戴了副墨镜，扭头和许南恒撞上视线。方大夫敞怀的格子衬衫里面是一件黑色短袖 T 恤，深色牛仔裤和运动鞋。坦白讲，这分明就是程序员穿搭，但这大夫盘量调顺的，穿起来就是看着顺眼。许南恒咳嗽了下，转移注意力：“我开吧。”
方石优说：“行，上车吧，车钥匙就在车里。”许南恒去副驾驶，从手套箱里拿出自己的墨镜也戴上。不是耍酷，高原地界白天真的刺眼。许南恒的墨镜是高奢品牌，他妈妈送给他的，到底是3代从商的品味。他妈妈在京城富态圈里混迹多年，看过不少好东西，给他的打扮自然是贵气十足，导致方石优呆愣的看了他一会儿。他茫然的问：“怎么了，方大夫？”“挺帅。”方石优坦然评价道。许南恒笑了下：“我妈给买的，她比较会挑这种配饰。”“我是说你挺帅。”方石优解释了一下。“谢了。”许南恒说：“要不先吃了再走。”方石优不知道他介不介意在车里吃东西。许南恒哦了声，想起后排的蛋饼，伸手去够，说：“没事儿，我兜着吃。”蛋饼被一张油纸包着，方石优叹了口气，又把安全带解开，脱下衬衫。许南恒一愣：“你热啊？”“不是。”方石优把衬衫一抖，盖在他大腿上，这么兜着吧。感情这是拿衬衫当餐巾了。许南恒这回真的诧异：“别，不至于，我都25了，我吃个蛋饼能往下漏吗？”方石优扣回安全带，看着他。虽说这俩人在对视，但在墨镜的阻挡下，视线无法相撞，看不见眼神，只能看见表情。大概是眼睛被遮住，大夫的笑泛着些痞气，说：“不是不信任你，许老师，回忆一下昨天你从县城开过来的那个路况。”啊，确实，许南恒想起来了，山路颠的险些给他脑浆晃晕。那也不能用你衣服啊。许南恒准备还给他。没事儿。方石优挂档起步了，医院有洗衣机，学校没有。许南恒沉默了。从村子开向县城的路，许南恒觉得像是有一只鸟抓了只特别重的耗子，飞得特辛苦，一起一落，一起一落。不过方石优开车挺稳的，他应该是担心许南恒会吐，所以开得挺慢。3个多小时后，总算进了县城。县城的客车站旁边是个市场。下车后，许南恒在垃圾桶旁边拎着方石优的衬衫，狠劲儿抖了好几下。其实他没漏下来多少蛋饼渣渣，但毕竟是人家的。方石优接过来穿上，还是敞着怀。2个人身材相仿，许南恒这位小公子在京城养的皮肤嫩白，方大夫这么些年在西藏也没晒黑。俩人走在市场里，吸引了不少目光。去山南市的车次很多，而且客车站和市场近，方石优不着急，先带许南恒来买电褥。俩人高马大的，进店的时候还要稍微低头。老板娘笑盈盈的看着俩人，扬眼问他们要什么样的机米的床。这给许南恒问住了，他不知道啊，遂看向方大夫。方大夫说1.5米宽的床。老板娘又问要什么棉的。许南恒哪懂，又看方大夫。方大夫说普通棉花就行，给3条，再要2套被罩床单，加1对羽绒枕。挑好了之后，老板娘的儿子帮着2个人一起搬去车上，塞进后备箱。许南恒觉得这趟结束了，刚要上车，方石优哭笑不得的叫住他：“许老师，就走了？东西买好了不走吗？”许南恒握着车门把手。方石优笑得相当无奈，低了下头，说：“你还要买电插排、小太阳、加湿器、小电锅、吹风机啊！”许南恒迷茫的发出了一个单音节。方石优没说完呢，洗衣液、香皂、洗发水要买吧？要买。方便面、零食、速溶咖啡你也要买吧？要买。许老师终于痛苦的认识到自己可能真的是许少爷，尤其是当这辆车再也塞不下东西，并且车顶也用行李袋绑满了之后，许老师又一次把求助的视线放在了方大夫脸上。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方大夫会有办法。方大夫也确实有办法，他在市场门口挠了挠头，墨镜挂在领口，蹙眉寻色话：“这样，你在县城找个地方等我，我先去山南把我皮卡开过来。”
我送你去得了。许南恒说。不用，折腾什么？一来一回的，我坐客车去很方便。许南恒没强求，点头嗯了声。客车站就在市场旁边，方时优挥挥手说先走了，走出一截又折回来。许南恒还没上车，靠在车门上搜这附近有什么吃的。一抬眼见方大夫小跑回来，许南恒笑了笑，问落东西了？不是。方时优停下，微喘，掏出手机，加个微信，回头找不着你。哦对。许南恒点头，这茬忘了。许老师的头像是他家养的虎斑猫，坐在四合院墙头的瓦片上，许南恒当时踩在凳子上拍的。方大夫的头像是有一回过可可西里拍到的一只藏羚羊，藏羚羊恰好看向了方时优的镜头。走了。方时优说。去吧。许南恒收起手机。第6章许南恒在县城溜达着，这是个小县城，人口不足2万。好在这里到山南市不算远，客车一趟往返大约3小时，3个小时而已，很好打发。许南恒的车停在市场门口，就在附近逛。藏南的这个小县城设施挺完备，有农家乐，有奶茶。他戴副墨镜，非常明显的外地人。县城里的游客不多，因为靠近国境线，进城需要边防证。虽然不多，但还是有的。街上迎面4个人和许南恒对向走过来，4人之中的一个小伙子上前询问他：帅哥，能不能麻烦你帮我们合个影呀？没问题。许南恒接过对方的手机。4个年轻人并排站在街边的墙外，4个人肩搂着肩，笑得灿烂的合了一张照片。许南恒把手机还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之中有人问：哎，帅哥，你一个人吗？要不要跟我们搭伙呀？我们一会儿去山上的那个寺院转一转。一块儿吧。有人跟着说。年轻人比较热情，而许南恒看上去是独行。许南恒笑着摆摆手，说：不是一个人，有朋友的，我在等他回来。哦，这样啊。许南恒点头嗯了声，挥挥手跟他们说了再见后，手机又响了，来电人是达瓦江措老师。他接起来，哎，老师。他不太确定该怎么称呼达瓦江措，是叫达瓦老师还是什么别的，所以直接叫老师。达瓦江措在电话里的声音有些急：许老师，你去哪了？我来学校找你，你人不在，车也不在。哦，我到县城来了，来买点。许南恒顿了下，生活用品。他没好意思说来买被子什么的，搞得像别人招待不周。不过达瓦江措一点没多想，听他这么说，松了口气。哦，你去县城了？那正好呀，校长说今晚在县城给你办个欢迎会呢，要不你就在县城等我们吧。达瓦江措松了口气的那个声儿太明显，也太悠长。许南恒眯了下眼，微妙的觉得达瓦江措可能觉得自己跑路了，当逃兵了。他笑了下，说：不用，我来支教的，又不是来交朋友，要不你去说说，算了吧。这儿虽然物价不高，但许南恒也不想他们在自己身上花额外的钱。哎呀，你从北京大老远的过来。达瓦江措话说一半，被许南恒打断。我心领了，真的。许南恒说：没客气，老师，我这几天适应海拔，然后就开始备课，真不用欢迎会，初3太重要了，咱们都是教育工作者，我得好好准备。你也说了，我是大老远过来的，就更不能浪费时间。他话说的毫无错漏，也圆满周到。达瓦江措支吾了一会儿，觉得他说的不错，确实如此，便说他再去和校长说一下。恰好许南恒边打电话边溜达，面前就是一家藏餐厅。他撩开门帘进去，里面的桌椅地毯带着浓郁的藏族特色，地毯有些旧了，起了毛边。老板殷切的过来打招呼，让他随便坐。初来乍到，也不知道吃什么。老板招待过不少外地人，许南恒在菜单上盯着酥油茶看的时候，老板建议他喝甜茶就行。别的不说，许南恒打小就听劝，点了甜茶和小份的羊肉土豆。吃着的时候，方大夫发了微信过来，说拿到车了，现在往回开。许南恒随口问了句：
你吃了吗？方石优回过来一条语音，你不用操心我，自己吃饱就行。县城山上有个寺院，你吃完可以去逛逛，记得走路慢点，有不舒服就停下休息。方大夫声音不是低沉的，但富有磁性，讲话语调亲和。许南恒暂时不能判定这种亲和是来自于方石优本人，还是因为方石优是他在这里唯一的朋友，同时是老乡的原因。许南恒摁着说话键，好嘞，方大夫。虽然达瓦江错会说汉语，这家店的老板也会说汉语，但方石优说话带着淡淡的北京腔，确实给他这位外乡人带来了亲切感。吃完饭结账的时候，许南恒问了下老板，老板说寺院不远，可以打个3轮车过去，走路也行，就是要走上一段时间。许南恒跟老板道了谢，戴上墨镜走出店门。高海拔城市的紫外线果然很强，日照充沛，阳光直射，并且这里是藏南高原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眼下8月刚刚过去全年最集中的降雨，湿度还不错。许南恒出来伸了个懒腰，人就是这样，吃饱喝足后心情会好起来。阳光在他墨镜的角上折了一道光，他查了下寺庙的位置，街上有出租车也有3轮车，许南恒招停了一辆。3轮大哥笑眯眯的，大约是因为许南恒一副游客打扮，笑得相当灿烂，灿烂的像是看见一沓钱闪耀在阳光下。其实许南恒走路回市场那儿开自己的车也没多远，不过大老远过来就当一回游客吧，上3轮了。寺院在山腰处，看着不算高，路也平缓。许南恒左右看了看，游客还挺多的，山脚停的车有全国各地的牌照，最远的牌照看见黑龙江的了，许南恒心生敬意。这间寺院不收门票，山脚有一个警示牌，写寺院的海拔在4500，意味让大家量力而行。的确，在高原爬个楼梯都是一种升海拔。许南恒和其他游客一样，先站在这儿对着山腰的寺院拍照，旁边一群人不知是带了个导游还是什么，许南恒听见了洪亮的解说。这里供奉的呀是3护主，也就是文殊菩萨、金刚部金刚手、莲花部观世音。那我们现在走上去呢，可能会比较累，大家包里面都有氧气罐的吧？许南恒的氧气罐在包里，包在车里。他犹豫了下，再抬头看看寺院，墨镜镜片隔绝掉一部分色彩，他把墨镜摘下来，阳光刺眼，他下意识眯了下。古刹就端坐在那里，上山的坡上绑着金帆的绳子在风里呼呼作响。有人递给其他人一沓5彩金帆，他们捏住那一沓的一角，将它甩了甩，错开来，然后迎着风松手，欢呼着什么。许南恒慢悠悠的往上走，拍照。他家境优渥，打小就是富贵公子，金唇玉立，锦衣玉食，走到哪儿都一派逍遥样子，轻快翩跹。他也更愿意放过自己，比如此时此刻他有点喘不上来了。这个上山的坡已经非常非常缓了，有不少人和他一样走到这儿有点受不了，路边找了个空地直接坐下。其实许南恒强行撑着还是能再走一截的，但他挑了个空地儿蹲着坐下来。旁边大姐戴着墨镜面巾，用帕子擦汗，她看上去挺难受的，但还是笑着的，用努力向普通话靠拢的江浙方言跟许南恒搭话，问小伙子，你一个人来旅游的呀？许南恒挠挠头说，还有个朋友晚点过来找我。哦，大姐点头，热情的说，哎，你一个人不好拍照吧？那有个大石头，你站上去，阿姨帮你跟上面寺院合个影。哎，许南恒扭头一看，好吗？站上去海拔又加1米，他哭笑不得。不过人家那么热情，他也没好意思扫兴。况且他来西藏到现在，确实除了支教会议的合影，一张单人照片都还没拍。他墨镜一摘，把手机的照相机打开递给他，嘴甜得很，说谢谢姐，麻烦您嘞。哦哟，大姐一摆手，叫阿姨叫阿姨，搞不好我比你妈妈还大几岁呢。许南恒手一撑，从地上起来，掸掸灰土。那石头也不算大，就普通一石头。许南恒站上去，大姐笑眯眯的举起他手机，没有墨镜，实在刺眼。
他两只眼半眯着。但拍照嘛，一定要笑着，眉心因强光而微微拧起，但有潇洒的笑着。其实许南恒不太喜欢拍照，没有什么姿势，一只手自然下垂，另一只手揣在裤兜里。山腰风很大，外套下摆随风扬着，他头发也是。他人长得帅，大姐退休之年游历四方，拍照水平亦是不错，不但构图讲究，连着山、寺院和经幡都拍进来了。拍完，许南恒赶紧把墨镜戴上，再次会儿该淌眼泪了。大姐招招手让他过来看，说我拍了3张，你看看哪张好。许南恒乖巧的矮着应道，好，都好看，谢谢姐。大姐和朋友们休息好了，跟他挥挥手说再见，继续往寺院走。许南恒还想再坐会儿，他不急也不赶时间，方大夫开回来还有一会儿。他盘膝在路边又坐下，挑了一张照片发朋友圈。西藏的天是澄净的蓝，许南恒抬起头，把墨镜拉下来一些，拉到鼻梁中间，用肉眼抬头看天。虽说北京近几年的环境治理颇有成效，即便秋冬时节也有蓝天白云，老爷常感叹早几年那大雾霾的天，胡同这头看不到那头。许南恒记事以来有几次印象很深的雾霾天，浓厚的雾霾像城市陷入了琥珀和史莱姆的混合物里。许南恒把墨镜推回来，朋友圈刷刷的出现超多点赞回复。他平时不太发朋友圈，他姥爷点了赞，回复一句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许南恒看着这句李白的诗，看了会儿，倏地笑了。他跟他姥爷比较亲，而且许南恒脸上藏不住事儿。他那天在学校掀完桌子回来，姥爷就问出了什么事，他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姥爷。姥爷害了声，跟他念了句《将进酒》，道：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然后爷俩喝了一盅。他姥爷是真喜欢李白，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的后面是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其实学校的流言真就屁大一点事儿都不算个事儿，但人就是这样，在事件当中的时候烦得不行，想锁上门放把火烧个清净。线下走出那个情境，再回头看看，确实就是屁大点事儿。想到这，许南恒兀自笑了笑，也不知是笑自己还是笑他姥爷真是拿他当回事儿，拿李白这句诗来比自己。接着赶紧回他姥爷的留言，不至于您抬举。山腰有僧人来往，也有小动物。许南恒2条胳膊在后脑勺一枕，干脆就这么躺下了。一只小猫走到他脑袋边，低头看看他，小爪子抬起来，似乎犹豫着要不要照着许南恒的脸来一下子。许南恒隔着墨镜盯他，严肃道：不准踩我呀。猫走了。许南恒觉得方大夫说的不完全，西藏的宁静不单单是因为氧气稀薄动弹不得，他这会儿缺氧的劲儿过去了，依然觉得宁静。山峰、小猫、僧人、游客，经幡宛如扇动翅膀，还有悠悠的他形容不出的大约是岩石草原的气味。许南恒这么眯瞪了一下，不晓得眯瞪了多久，然后慢慢坐起来看手机。朋友圈的回复大多是西藏真美，山上是什么寺，好蓝的天，直到出现了藏羚羊头像。方大夫留言：帅啊。许南恒稍微有点不好意思，今天上午自己戴个墨镜他也说帅。许南恒回复：今儿都夸2回了，差不多了。方石优回：行，明儿再夸。第7章许南恒直接点开他聊天窗口：你怎么开车还玩手机呢？方石优回：排队等加油呢。许南恒：哦，不急，慢慢开。方石优：好嘞。眼下许南恒感觉差不多了，从地上爬起来，决定像在布达拉宫时候一样，再次放过自己。毕竟一会儿要开车从县城回村，还是不往上爬了，免得真的高反严重了影响开车。不远处刚刚和他一样坐在这休息的游客见他往下走了，搭话问道：小伙子，你就走了？不上去看看了？许南恒一笑说：缘分没到，下次。在佛门讲缘分没什么问题。
许南恒推了下墨镜，走到山脚，这里很多等客的车，有出租车，有三轮。他钻进了辆三轮，跟大哥说去市场。估摸着方石优应该快到了。下午3点多，高原强大的紫外线好像老天在这个区域犯了很严重的洁癖，疯狂杀菌。许南恒感觉自己在消毒柜里。今天最高温度快30度，车里晒得滚烫。许南恒屁股刚挨到座椅，差点没烫得弹起来。哎呦，烫屁股！许南恒叹了下，把车门开着，就这么坐着。热烘烘的，但不是燥热的那种热，还挺舒服。许南恒划拉着手机，支教老师的群里在闲聊，尤其许南恒朋友圈发出去后，群里又开始 edit 他。谭希 许南恒，哇，许老师，你那儿的山真漂亮。许南恒，那可不，喜马拉雅山脉。你要去的是哪个山来着？谭希，大凉山，嘿嘿。许南恒察觉要素，墨镜后面眼睛一眯。今年校对校的支教岗已经公开了，许南恒那会儿留言缠身烦得很，就看见了自己的支教岗是西藏，没看别人的。大凉山，许南恒喃喃思索片刻，然后反应过来。许南恒，我靠，谭老师，你这是以支教的方式回到了家乡啊？谭希，嘿嘿，我舅爷和舅奶听说我要回家，准备杀猪了，房间也打扫好了，路由器都换了个穿墙的。戴季棉，人谭老师行李都不用收拾，家里啥都有。苏雨，哈哈哈哈哈哈，许老师刚反应过来，我们早就酸过他了。许南恒抽了2下嘴角，行行行，大家在群里交换了一下各支教岗的开学时间，各地风俗以及气候不同，西藏这边开学最早，放假也早，且寒假很长。戴老师通知了一下，明天上午北京本校有一次和支教老师们的线上会议，让大家提前准备一下，找一下当地哪里网络比较稳定。许南恒已经试过了，在学校只有2个信号可以用，但很缓慢。给电脑开热点的话，估计支撑不起视频会议。那就只有球员方大夫了。想到这儿叹了口气，怎么叹上气了？忽然从车门响起一个声音，许南恒噌的坐起来，他车门大开着，这人胳膊就搭在他车门上，淡淡笑着看着他。方大夫，哎，许老师回来了呀。许南恒从车里跳下来，伸了个懒腰，哎，刚群里说过段时间学校要开线上会议，让找个网好的地方。北京的学校啊？啊。许南恒点头，问医院里有网吗？有，你到时候过来就行。好嘞。许南恒说。方石优的车是福特猛禽，如果许南恒没看错的话，这车是烈焰风暴那辆特别款。车就停在旁边，许南恒看了几眼，那车确实蛮帅的，车头引擎盖到他胸口差不多高，够酷啊这车。许南恒说，哎，你大夫为什么买皮卡开呢？方石优说，医院里救护车有限，平时出去义诊的话，要不就叫网约车，要不坐3轮，皮卡方便，后面车斗能装东西，也能让人躺。哦，许南恒明白了。说完话，二人直接各上个车，向村里开。许南恒在前面开，方石优跟后面，为了看着他车顶绑的东西，以防颠掉下来了不知道。到村庄后方，石优帮着他把买的东西往楼上搬，还好只是2楼，2男人来回搬，效率挺高。就是许南恒有点不好意思，搬到第4趟的时候，他扶着车略喘，说，方大夫你回吧，剩下的我自己慢慢搬。方大夫外套已经脱了，一黑短袖，说，一起搬，搬完回医院吃饭。你还是个热心肠。许南恒笑着说。方石优正愣了下，然后笑起来，挺记仇啊许老师。其实东西都不重，但小件的一趟搬不了多少，所以上上下下的跑。终于搬完，学校大院里，许南恒还是没能完全适应高原，手撑在膝盖上弯着腰，大口大口的呼吸。方石优打开一个氧气瓶，氧气嘴对着他说，吸一会儿。吸了会氧，
许南恒缓过来，呼了一声，然后看方石优从皮卡后面车斗里又抱起一个箱子，不大不小的，于是问他：“不是搬完了吗？那是什么？”方石优答：“在山南给你买了箱可乐。”我靠！许南恒震惊的走过去，感动的差点掉眼泪，攥住方石优的胳膊：“你们大夫果然救死扶伤。”应该的。方石优无语的看着他。下周一就开学了。晚上许南恒窝在宿舍里看初三教材，前阵子在北京本校已经考过了，他在翻。北京本校的线上会议时间是早上9点。许南恒定了8点半的闹钟，最后在8点56分醒来。因为提前打过招呼，今天早上过去，方石优早上左等右等不来人，8点50分从医院走来学校。走过来耗时5分钟，上2楼耗时30秒。方大夫敲门的时候，许老师刚刚睁眼。我靠！许南恒看了眼时间，连滚带爬的下床。微信上谭希疯狂喊他，问他怎么还没上线。他一边摁着说话键，一边踏着拖鞋过来开门。于是这间宿舍门打开的时候，方石优看见白 T 恤大裤衩鸡窝脑袋睡眼惺忪的许老师正对着手机说：“你帮我说一声，我这儿网络波动，我再调试一下，5分钟。”方石优无奈：“网络波动？我闹铃没闹醒我。”许南恒说：“这2天太累了，我睡得太死了。方大夫帮我拎一下电脑在桌上，我去洗个脸。”方石优走进来，这屋怎么评价呢？充满了生活气息。电脑在桌上，电脑包在地上，他把电源线和鼠标卷一卷放进去，电脑也放进去。许南恒抓了件纯色的外套，然后拿上牙刷牙膏，忽然问他：“我头发是不是乱七八糟？”感觉还好。方石优说：“他感觉确实还好，因为许南恒这张脸能拯救一切。”忽然兵荒马乱的许南恒停顿了下，刚才还火急火燎，忽然凝滞了。方石优问：“又不赶时间了？”“走吧。”许南恒说：“本来也没必要装了，睡过头就是睡过头，我贵公子嘛，我娇生惯养睡懒觉。”方石优不解。许南恒笑了下，说：“我去刷牙洗脸。”话虽如此，还是跑回医院的。在方大夫的办公桌坐下，插上网线，进入视频会议。许南恒说：“不好意思啊，睡过头了。”视频那边大家都闭麦状态，领导笑了下，说没事儿，然后开始开会。方石优给他倒了杯热水，出去了，带上了诊室的门。小医院的病患比较少，又是周日，清闲，方大夫今天白大褂都没穿。在宿舍里的时候，许南恒那句没必要装了和我贵公子嘛，再搭配他那辆奔驰大 G 和他的电脑品牌，不难看出许老师家庭条件很好。但那句没必要装了，方石优觉得他或许之前在北京一直在扮演普通人。方大夫不禁有些唏嘘，这得是啥样的家庭才需要去扮演普通人呢？哎，方医生，护士在走廊碰见他：“你今天来上班了？”“哦，对。”方石优折下诊室，处理点事情。“哦，但今天食堂不做饭哎，高医生和桑吉医生去义诊了。”护士说：“但昨晚有剩了些牛肉饼，在冰柜里，你要吃的话自己热一热啊。”方石优点点头：“好的，我知道了，谢谢。”许南恒是真困啊，他昨天奔波了一天，傍晚回来搬东西，大少爷铺床铺的歪歪扭扭，还骗自己有强迫症，折腾完了又只能用刚买的开水壶烧热水，用盆在卫生间一盆盆教自己洗澡。他是真困啊，开会本来就是一件让人犯困的事情，更何况北京本校讲的都是官腔贼浓的，什么安全隐患、师德、耐心教育。许南恒告诫自己不能打瞌睡，绝对不能打瞌睡。直到那一小格一小格视频里支教老师们的取景框，戴老师率先打了个哈欠：“好吗？”赛博感染的许南恒赶紧抽了张纸，摁掉自己眼眶里困出来的眼泪。于是方石优进门想拿个充电器的时候，看见许南恒坐在电脑前边抹眼泪。他震惊，怎么开个会还开哭了？第8章犯困，人传人。
不拘什么传播条件，空气可以传播，网线也可以。方时悠走近了才发现他是困出来的眼泪。恰好视频会议里，苏雨老师背后的狗在窝里狠狠伸了个懒腰，然后吧嗒的两下嘴，翻过身继续睡。许南恒再也撑不住了，偏头探出取景框外打了个哈欠，然后抬头，一双朦胧泪眼与方时悠对视。方时悠无声叹气，投去一个你撑住的目光，从排插上拿走手机充电器出去了。许南恒太困了，会议开完，电脑合上就直接趴下。他默念着就趴5分钟缓缓神，况且他觉得这个趴桌的姿势很快就会胳膊酸痛，难受也难受醒了。5分钟是个很神奇的时间段，它可以仅仅是客观的5分钟，差不多一首歌的时间。它也可以是一种跨越虫洞的时间，再次醒来的时候，世界已经沧海桑田。许南恒再次醒来的时候人是恍惚的，因为睁眼后闯入视野的是一个陌生房间。他定了定神，手边看见自己的电脑，然后慢慢抬眸，想起来了，他在方时悠的诊室里。他坐直起来，肩膀上有个毯子滑落到腰，他回过头拎起来，蓝色的珊瑚绒毯子，再拎高点，是个哆啦 A 梦。许南恒眨眨眼，电脑先开，下午13点55分。好吗？5分钟一睁眼成了3小时。许南恒呼了口气出来，两只手揉揉脸，再拍拍，清醒了大半。他拿起电脑旁的手机，解锁，方大夫发来了一条微信，说醒了回个消息。许南恒回醒了俩字儿好像有点干吧，又追加一个表情，呆滞猫咪。醒了，但猛着。转脸的时间，诊室门从外面被推开，方时悠手里拿了个饭盒进来。许南恒有点不好意思，他赔了个笑，不小心睡着了，没事儿。方时悠带上门，在桌边凳子坐下，这凳子平时是患者坐。他那个饭盒是玻璃饭盒，打开来，里面2块馅饼，很明显还热着，饭盒边缘都是蒸汽水珠。看你睡得沉，就没叫你了。昨儿剩的牛肉馅饼，我中午吃了2个，给你留了2个温在蒸炉里。方时悠打开饭盒，吃吧。见他没动，方时悠又说，许老师，正经的高原牦牛肉剁的肉糜，手工脚打的肉馅儿，起酥的饼皮。不。许南恒恍然，我不是挑剔，我是觉得羞愧。方时悠噗呲一笑，我知道，我逗逗你。你可别逗我了。吃吧，没拿筷子，筷子全进消毒柜了，直接手拿吧。许南恒把毯子折了一道，挂在椅背上准备起来，那我去洗个手。这儿。方时悠把桌面上的免洗洗手液推到他手边。许南恒欲哭无泪，看着墙上略微败色的外科诊室，活像是儿科诊室。他摁了2下，洗手液落进手心，开始搓。方时悠手指尖缝也得搓到。许南恒，您是儿科大夫吧？方时悠尚没有那么伟大。许南恒噗呲笑出来。方时悠站起来，俩手揣口袋，说，吃完去食堂把饭盒刷了，然后放在桌上就行。我得回县医院了，这周的小医院轮值结束了。啊？许南恒抬头看他，这就走了？对。方时悠点头，周一我在院里有个手术，今天过去，明早查完房就上台了。许南恒一听他要走，馅饼放下，跟着站起来。所以说，方大夫其实早就能走了，是生等着自己睡醒，把馅饼送过来才走。那我送你。许南恒搜肠刮肚，才想出这么一句话来。方时悠看着他，安心吃饭吧，我还能不认路吗？我就是觉得挺麻烦你的。许南恒有点不好意思。没事，你初来乍到，我搭把手而已，没什么。方时悠说，我应该2个礼拜后回来，你有什么要带的吗？许南恒了声。方时悠了然，前些天在县城市场也是这样，感觉买一床褥子就完事了。果然。许南恒说，不是刚搬了一大车东西回来吗？不用带东西，那可乐都够我喝2礼拜了。成。
方石油没劝，这样我回头把县医院的地址发给你，你要上网买东西就寄去那儿，写我的电话我的名字，我回头一次给你拉过来。真不用了。许南恒说，太麻烦你了，方大夫。方石油笑起来，微信联系吧，我先走了。藏南地界清风朗朗，许南恒吃完饭刷了碗，从医院出来。他第一次在这里驻足，认真的看着自己的支教岗。这里的山势群山，山路铺装没那么难，帕米尔高原108拐都能铺成公路，但这里群山拥挤，地质情况复杂，路窄难挖，路难行，地方经济就很难发展。尽管这里真的很美，这里不输任何许南恒在 App 上刷到的这辈子一定要去的几个地方，但这世界上美丽且无人问津的东西太多。酒香不怕巷子深吗？那人家好歹是个巷子，2条腿就能走进去的巷子，这儿呢，4驱的奔驰都费劲。许南恒身材高挑，偏瘦但不羸弱，清俊的五官泛着浓浓的书生气息，浓密的眉毛下遗传了母亲晶亮的眼睛。他眼睫长而密，小时候眼睛偏圆，像个洋娃娃，如今大了，长开了，从稚嫩可爱长成了少年英气。咦，一个声音不远不近的。许南恒的目光落在远方山脊，他猛地回神，看向侧前方，是一个绑着低马尾的小姑娘，看上去是本地人，和许多高原地区生活的人一样，皮肤偏黑，面颊泛红。小姑娘大约有些怕生，停下脚步，谨慎的和许南恒对峙，虽然没有任何需要对峙的理由，但就是这么对上了。双方都非常谨慎，姑娘看上去14、15岁，个头不高，穿运动套装。其实许南恒隐约能感觉到，这姑娘可能礼拜一就是他的学生了，他其实有点想打个招呼，但小姑娘看他就像看见闯入村庄的高原狼。他很警惕，但他和许南恒一样，眼神之间也有迟疑。他会迟疑，大概是最近听说了支教老师已经到了村里，村庄里本就很少来陌生人，而且是外地的这么明显的陌生人。不过很快，从医院大院里走出来一位护士，拿着什么东西送去救护车上。小姑娘朝护士那儿喊了句藏语，许南恒听不懂，便走开了。周一开学典礼，2个班级的学生一共66个人，所有学生站在前操场的空地，老师们在国旗下，许南恒站在次仁老师旁边，他的另一边是学校校长错母老师。他前一晚把车停去了医院里，停在方大夫的车位上，还好他挪走了，不然这前院恐怕不够站的。学生们都会说普通话，有的比较流畅，有的比较磕巴。他们年龄并不统一，之前许南恒在名册上看过了，最小的一个小姑娘叫扎西卓嘎，只有13岁，最大的已经17周岁了，是汉族人，叫周阳。校长热情且夸张地向学生们介绍了许南恒老师，尤其强调许老师是从首都北京来的，学生们真诚地发出哦的声音，然后齐齐鼓掌，搞得他很不好意思，很想快点跳过这一段。然后校长偏头过来，小声询问许南恒要不要大家一起跳个舞，热闹热闹。许南恒把头摇得像触电，说请千万不要。开学典礼后，老师们在3楼的办公室里和许南恒开了个会，他们挺不好意思的，连连给许南恒道歉。前些天旁边村庄有个学生干农活受了伤，家里大人在外面打工，只有一老一小，他们集体过去照顾，种地、送医院、陪床。许南恒自然说没关系，他一个成年人哪就需要别人鞍前马后。总之，目前加上许南恒，学校里一个校长、5个老师、2个班级，学生60多个。许南恒拿到名册表，另外领导也说，学生们的水平都不算好，跟北京的初3生肯定没法比，让他做好心理准备。到这里，藏区的支教岗顺利开学，许老师拿着教材走进教室。这里不像北京，北京高中的黑板是个触控屏幕，可以在屏幕上拉拽立体几何。许南恒拿了根粉笔出来，看向学生们，我姓许，你们的数学老师。许南恒站上讲台时是标准的普通话，不带京腔，也不懒散。初3了，我们就不耽误时间，直接上课。从北京开车过来的路上，
那3000多公里，许南恒设想过要在支教岗怎么介绍自己。他觉得简练些就好，比如大家好，我叫许南恒，虽然我是来支教的，但我希望我们可以相处的，总之就是那些话。然而真的站到这里了，许南恒觉得这些话全都是在浪费时间。他决定就拿这里当一个普通教室，站在这边缘略朽的讲台后边，看着学生们，他对自己默念了一句话：我是来教书的，我不是来传递爱的。他们需要的是成绩，他们不需要任何关怀。他们要考出去，从这个村庄考去县城，考去山南市，甚至考去拉萨。许南恒舔了下嘴唇，翻书讲第1章。微信支教老师群，谭希许南恒，许老师今儿开学了吧？咋样？许南恒是开学最早的，谭老师在大凉山，他们那下周开学。时间是傍晚7点过半，许南恒刚在学校食堂吃完饭。所谓食堂，就是操场边上一个砖砌的连排平房，做饭的是校长，几个老师打下手。许南恒是到点吃上饭了才知道，老师们都在厨房帮忙切菜呀、洗筷子啥的，心道明儿得来早点。许南恒感觉还成，学生水平比我想象中好一点。谭希，那你预设的期望比较低吗？你自己感受呢？怎么样？自己啊？许南恒拿着手机慢吞吞的走上2楼，来了这么多天，在高原爬楼还是要慢爬。许南恒，我就正常上课呗，没拿他们当贫困孩子。接着另一位老师加入闲聊。戴季棉，对了，别带着怜悯，那样会显得高高在上，让学生有压力。正常教学，正常代课，戴老师是他们之中资历最老的，此前参加过支教。许南恒觉得很对，今天是开学第1天，所有学生都很守规矩。但毕竟是这个年纪的孩子，这年纪调皮点也正常，大概今天都收着。所以许老师今儿比较端着，比较威严，下课前布置完作业，让他们在作业本的2班后面都加了个括号，括号里写毕业班，再跟着自己的名字。2班毕业班某某某。所以仪式这种东西有时候并不是没意义的虚假行为，人需要引导，尤其孩子很敏感。就像戴老师说的，你要是怜悯了，孩子能体会到自己真的可怜。那样不行。徐老师躺回垫了层层厚褥的床上，他决定躺会儿再起来看教材，同时想想接下来的计划。不仅是教学计划。忽然他灵光一闪，坐起来，打开微信，点开方大夫的聊天框。上一条聊天记录是方时优发给他县医院的地址，许南恒回了个 OK。 许南恒，方大夫忙着没？虽然知道对方是医生，医生回消息讲究一个缘分，但许南恒还是端着手机在等。也巧，方时优这个点刚刚会诊结束。方时优，许老师你说。许南恒直接摁着说话键，那个，您得空的时候能在县里问问有订做校服的吗？我想订66套秋季校服，乘2吧，一洗一换。发过去后，方时优正愣了下。也是很快，许南恒又发来一条，他点开听。哦，我自己出钱，回头让校长以学校下发的理由直接发给学生，您看这样妥当吗？许南恒跟他说话的时候，就又回到懒散的北京腔，尤其他跟他姥爷长大，青年的音色扯着大爷的调调，怪好玩的。其实方时优正愣的时候，在想的就是这个事儿。要是孩子们知道是支教老师出钱做校服，难免有心思细腻的会多想。但让校长发就不一样了，校长发的话就是正经上位者向下的福利。方时优走回住院部的医生办公室，拧开保温杯喝了口水润润，才摁着说话键。我问问当地的同事，然后这周日去看看，回头给你答复。许老师，咱就别您来，您去了吧，怪累的，成吗？许南恒觉得有道理，但其实跟他您，一方面是方时优年纪比他大点儿，算个哥，另一方面是他真的挺敬重医生这个职业。他说，好嘞，方大夫，咱就当朋友了，我没几个朋友，你算一个。旋即许南恒又摁住说话键，添了一句，哦对了，我昨天把车停你车位去了，忘告诉你了。
方石优那边回过来了，打字回的。随便停。那你回来停哪儿啊？我不开车了，溜达回去。许南恒噗呲笑了。第9章，这自然是开玩笑的，怎么可能溜达20多公里回来？方石优说，医院的停车位很充足，前后院都有地方停车。其实许南恒也猜到了，况且村庄这里也没有违停标识，但他还是要说一声的，这是个人素养。昨天开会说要在前院办开学典礼的时候，虽然校长和老师们都没提及他那辆车，但开完会从1楼的教室里出来，许南恒忽然意识到这车太大，在院子里太占地儿了，赶紧开去医院。接着许南恒赖在床上跟方石优闲聊了会儿。今天很多人都问他开学第1天怎么样。北京本校之前他实习时候跟着的老师问了，妈妈问了，其他支教岗的老师也问了。不过方大夫问的角度比较精准。学生名字和脸能对上号吗？其实这也是我想定制校服的原因之一。藏族名字大部分是一些吉祥话，譬如班里的洛桑拉姆，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心地善良的仙女，班里光是叫拉姆的姑娘就有仨，许南恒头都大了，一时半刻哪能记得住。而校服可以印名字，这样就像玩家脑袋上顶着 ID 更好记。方石优那边笑了好一阵，他给许南恒说，县城村庄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寺院里的上师给取的名字，也有父母取的，孩子名字的前2个字或后2个字都可以叫。像达瓦江错老师叫达瓦老师就行，习惯几天就好了。接着闲聊2句后，方石优说他老师有个主动脉夹层手术，他一住便结束了聊天。许南恒下床伸了个懒腰，走去书桌前坐下，摘表，开始写教案。摘表对许南恒来讲是一种开始认真的信号，他是个需要信号来进入状态的人。第2天，班上又来了个小姑娘。巧了，这小姑娘就是前2天许南恒从方石优那儿出来的时候，在医院和学校中间的路上碰见的。小姑娘见着许南恒也是一愣，次人老师说她叫达桑曲珍，昨天开学没来，是因为她爷爷前2天从屋顶下来的时候摔了一跤，今天他爸妈从县城回来照顾爷爷，他才安心来上学。许南恒想起那天小姑娘跑着去医院，遂点点头。次人老师又告诉他，曲珍虽然成绩平平，但是很乖巧听话。到今天开学的第2天，班里孩子依然个个认真上课，收上来的作业虽然有些惨烈，基础的1元2次方程算得五花八门，还有个用上圆周率了。许南恒决定先放缓教学节奏，他抬腕看表，清晨7点35分，距离打铃还有5分钟，人已经到齐了。行，不耽误时间了，今天提前5分钟上课，来讲昨天的作业。许南恒打开练习册，想起了达桑曲珍昨天没来，于是说，达桑同学，你边听边写吧，有不懂的下课来问。达桑曲珍忽然被点名，有些无措，低下头快速翻开练习册。这儿的孩子不像北京的孩子，许南恒接触到的大部分北京本校的学生更从容，起码比许南恒念书那会儿从容多了，这是从家庭带来的。这儿的孩子在老师面前会有些腼腆惧怕，北京的孩子普遍很早就在精神上更独立，所以行为上对待教师是尊敬但不卑微，他们会点头微笑说老师好，然后收回视线继续向前走。第2天下课，许南恒这回想着去食堂帮忙打下手。今天掌勺大厨是校长，校长叫索朗措姆，她也是扎西卓嘎的妈妈。扎西卓嘎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小姑娘，许南恒也不晓得为啥就直接来念初3了，于是趁着校长炒菜，他直接问道，索朗老师，能问您件事吗？关于卓嘎的。索朗措姆似乎预料到了，笑了笑，往大勺里磕了些耗油，说，你是想问卓嘎才13岁，就上初3的班级，是不是太早了？许南恒撕着卷心菜，您完全可以让他去县城，正常上初1、初2。不行的。索朗措姆还是微笑着的，说，卓嘎必须留在我身边，而我必须留在这所学校。许南恒不解，索朗措姆大小是个校长，
他的女儿去县城戒毒住宿舍，不看僧面看佛面，县城学校应该会给这个名额。盘子，许老师。他看向许南恒右手边的空盘子。哦。许南恒递过去。索朗错母将锅里的菜盛进盘子里，他左边还有2位老师在炒菜，铁锅铁铲刮着，热火朝天。索朗错母用只有他们2人能听清的声音说：卓嘎有心肌病，随时有可能猝死，他的每一天都是珍贵的，我希望他待在我身边，他也不想离开我。这样啊？许南恒正愣了片刻，这会儿再回忆一下扎西卓嘎这小姑娘，她确实更瘦弱些，也更白。许南恒根本没多想，只觉得她年纪小瘦小些也正常，而皮肤白就更没什么了，大约就是平时防晒了嘛。这确实是他没想到的。许南恒又说：那你有考虑带她去北京吗？去协和呀，协和这医院很强的，还有首都天坛，很多心胸专科医院。索朗老师，北京的医生已经看过了。索朗错母说。有那么一瞬间，许南恒想说，如果是手术费用的问题，天下那么多支教岗，偏偏让他这个京城阔少来了西藏，搞不好他就是神佛派来针对性拯救苍生的呢。不过许南恒抓了一下重点，问：哪个医生啊？靠不靠谱啊？索朗老师还是要多看看的，多听取几个专家的意见。北京来的方石优医生。索朗错母继续起锅烧油，笑眯眯的。哦。许南恒点头。卷心菜，许老师。哦。许南恒加快速度，狂撕菜叶。饭后，学生们排队在水龙头洗自己的碗，老师们排在洗碗队伍的最后。许南恒一只手端着碗，拇指摁着筷子，另一只手拿着手机。他在微信上找方石优，问他卓嘎的病情，同时很庆幸自己多嘴问了校长，否则若以后凶起来刺激到他，再有个3长2短，那他这罪过只能去跳海了。方石优那边回了个很短的语音条：稍等我1个小时。许南恒回：好嘞。这一等，等了2小时。不过许南恒明白，医生这职业就是这样，所以他回去宿舍后，先让水壶烧上热水。他已经能非常娴熟的运用塑料盆在卫生间里洗澡，主要天还没冷，可以大半盆冷水对半壶开水浇一轮，然后洗发水洗头，擦沐浴露，再浇2盆就完事。洗完澡改了作业，再看看教材，琢磨着什么时候给班里考个试，2个半小时就过去了。方石优是直接打电话过来的，开口就是：不好意思啊，我这边临时又开了个会。没事儿啊。许南恒说：我这又不是什么要命的事情。许南恒听见方石优那边传来一声砰的关上车门的声音，旋即他语气缓了下来。车厢的密闭空间会给人安全感，让人放轻松。方石优说：你班里的扎西卓嘎，她是校长索朗错母的女儿，我是3个月前到小医院轮值过来的时候，因为是落后村庄，援藏项目里有对落后村庄的免费体检，那时候一起援藏的心血管主任看了卓嘎的心电图，说他可能心脏缺血，做了彩超和其他检查，卓嘎的左心室射血分数只有 30%， 正常人起码有 50%， 确诊了扩张型心肌病。许南恒安静的听着，方石优也在用最易懂的表达方式告诉他。方石优继续说：其实是我疏忽了，卓嘎在你班上，我该提前跟你打个招呼。听这话，许南恒赶紧说：哪儿的话，我还能事事都指望你吗？方石优那边笑了下，因为原本我想着这事儿，后来县城患者那边出了点岔子，我给忘了。那卓嘎目前有什么治疗方法吗？心衰这个病，它有点像定时炸弹，平时没什么异样，甚至运动、情绪起伏都没事，可一旦出现症状就又急又猛。目前卓嘎在吃药，按时复查，已经登记了移植。方石优顿了下，又问：你想资助他吗？临到这儿，方石优觉得没必要装聋作哑。孤身一人跑藏南，浑身一股子闲散逍遥的劲儿，再加上他到医院借网线开会那天说的没必要装了。资助这个事儿，许南恒其实是有股子冲动劲的。
但他对医疗方面并不了解，于是有些试探性的放低了声音，悄声问方大夫，他这个手术要多少钱啊？听他这么悄声说话，方时优没忍住笑出来。徐老师，不用这么小声，就我们俩。这话没错，方时优车里就他一个人，许南恒宿舍也是一个人。但许南恒发虚啊，说打听事儿不就得悄声的吗？你估算一下。其实我没法给你很准确的数字，卓嘎最理想的治疗是移植，单手术费用的话，我们北京的院好像记不太清了，40来万吧。哦，许南恒这个的相当明显，下意识的就松了口气。尽管他已经非常努力的的平淡一点，就当听着新闻，但他这人藏不住事儿，没紧跟着说一句原来就这么点钱，已经是他近些年成熟的表现。诚然，方时优听出来了，他对此没什么反应，只是说费用方面我确实记不太清，应该有些浮动，不过不会太大。许南恒嗯了声，不要紧，只要不是300-400万那么夸张就成。方时优，不过你不需要担心卓嘎，西藏这边的医保能报得非常高，有的能达到95%，到时候实在不行了再向你求援。许南恒打开宿舍门，外面是走廊，走廊护栏到他胸口高。他出来是想抽根烟，但碍于这里是学校，忍住了，胳膊趴在护栏上，接着跟方时优聊。好嘞，钱筹不够一定得来找我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方时优笑起来，这句话不是这么用的吧，徐老师？嗨，你又不是我学生，对你不用太严谨，瞎用呗。许南恒笑着说。方时优语气轻松，佯装很受伤。哎呦，到我这就没所谓了。那可不，哎，方大夫，西藏的星星真多啊，我在北京20几年没见过这么多这么亮的星星。他抬头从2楼走廊望向天，方时优也抬眼从车子的前挡风玻璃看出去，高原空气干净，光污染也低。两个人举着自己的手机看着同一片星空，很默契的安静了一小阵。许南恒的沉默是因为这满天的星星实在太漂亮，抬头的这一眼，从前语文课本上的那些星空描述从文字变成了画面。片刻后，许南恒想起电话刚开始时候方时优那边关车门的声音，于是问，你现在在哪儿呢？哦，我在山南市里，刚开完会。方时优说，明天市医院我老师有台手术，我给他一住，等下开车去旅馆。那你赶紧去休息吧，不聊了呀。许南恒潇洒地说。好。方时优那边也干净利落。说完，各自说了句晚安拜拜之后便挂断了。然而电话挂断后，两个人都没动。他们相隔其实也就200多公里，通话不过10来分钟。许南恒捏着手机倚在护栏，他还是想抽根烟。他还想说说今天班里新来的姑娘达桑取真，想聊聊藏区的孩子和北京孩子的不同，想说今儿有个学生解方程用上了圆周率。这些事儿完全可以在群里和其他老师聊，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想说给方时优听。另一边，方时优的车迟迟没启动点火，他舔了舔嘴唇，副驾驶放着他给许南恒从山南市区买的护眼无影台灯，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付钱了，想着徐老师能用上就买了。良久，方时优终于启动了车，开向旅馆。第10章支教的第一个周末，许南恒一觉睡到下午1点15分，他妈妈打来5个电话，发了3条60秒语音，导致许南恒睁眼看手机的瞬间就清醒了，一个惊起，起得特猛，差点眼前一黑。他连忙先给他妈拨回去，我差点报警。他妈妈在电话那边怒道，许南恒，你手机不接电话就给我寄回北京来，隔着3000多公里你不接电话，你知道多吓人吗？许南恒挠头，妈，我睡觉呢，你不上课吗？今儿周六啊。很明显的，电话那边的妈妈更强势了，周六初3不补课吗？许南恒眼睛一眯，好像有点道理。他这会儿算是完全清醒了，他被他妈妈点透了。当然，妈妈会提出这个问题，
是因为许南恒上初三的时候还没出台不准补课的规定，后来许南恒毕业了，他妈妈就不再关心教育政策，所以自然而然的问了这么一句。什么？妈妈说，我找你是告诉你一声，今天上午你冉飞姐生宝宝了，你记得今天给她微信上发个消息祝贺她。冉飞是许南恒大姨家的女儿，她姐姐。许南恒说，哦好嘞，我一会儿就发。他睡觉常年是静音不震动，除非物理层面上的天塌了，所以一般情况他在睡眠状态的时候谁都找不着他。还有一位一早上没联系上他的是方时优。方大夫答应了他周日去县城里看看定制校服的地方，他问了本地的同事，同事刚好周六有空，而且同事也刚好这天要去裁缝那儿改个裤腿，方时优就一块过去了。原想让许南恒看看配色布料什么的，都给他发在微信上了，结果许南恒是一个字不回，电话也不接。而方时优见识过他在自己诊室里一睡3小时，那叫一个雷打不动，大约猜到他在睡觉。那会儿是早上9点，方时优进退两难，他不好为许南恒做主，但店家老板今儿中午就要出发往市里去。不过幸运的是，老板答应他，等到了山南进货的市场，肯定第一时间帮他采购。当然，只要他挑好布料和颜色发去老板的微信上。许南恒直接拨了个电话过去。喂？方时优接起来，语气带着笑，总算醒了呀。许南恒，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我记着你上回说周日去县里问裁缝的，所以我今天就放心睡了，没事啊，你不好意思什么，本来就是我这边临时变动了。方时优把笔插回白大褂的兜里，他今天在县医院的住院部，我把老板的微信名片推给你了，因为我可能没法及时回复，你加他一下，跟他详聊。好嘞，方大夫。先挂了呀，许老师。电话挂断后，方时优在办公室坐下，啜了口茶，开始看几个床位上病人的病理和影像检查结果。方时优前不久在线上会议做元藏阶段总结的时候，院里心胸外科的主任略带暗示的意味，询问他目前有多少篇文章，是不是博士。方时优的老师听说了后，告诉他，这搞不好是近2年你有戏升个副主任。但三甲医院又有个说法，即便整个科室都知道你水平高，手术做得好都没用，治愈率和成功率并不能看作升职的权威定论。医学是严谨科学，所以需要学术成果，而学术成果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文章见刊。方时优叹了口气，决定暂时不去想那么多。昨儿半夜，方时优在急诊送来个车祸的，浑身扎着汽车碎片和玻璃，出血出的麻醉医师都搓脸，评估结果是拍不了 CT 了，得直接进手术室。好在方时优快速找到了出血点，和急诊的望吉医生配合完成手术。今天早上车祸病患住进外科住院部，方时优早上补了个 CT 单后，病患挂完了2瓶水才去的 CT 室看 CT 结果。他蹙起眉，肺部大面积感染的同时有积液。这种情况方时优能独立解决，但手在键盘上刚准备开药，悬停了片刻后，还是决定更稳妥些，先打了个电话给老师。另一边，许南恒给方时优打电话没打通，正在通话，转而发了条微信。许南恒加了裁缝店老板的微信之后，才知道是方时优先付了预付金，定制130套秋季校服，预付了500块。许南恒把500块转过去后，添了一句话：你再忙就不用回我电话了，谢谢你帮我垫付啊，方大夫。消息发出去后，许南恒捏着手机看，这么讲会不会太生疏了？应该还好吧，他咂摸了会儿，收起手机。今天周六，他还不熟悉这个村庄，决定今天去逛逛看，买点吃的。喜马拉雅山北路，数百公里的边境线，群山环抱。许南恒原本想戴墨镜，但怕碰见学生，决定低调点，戴个鸭舌帽遮阳。村庄的常住人口数量许南恒不知道，县城人口2万左右，比北京一居民小区的人都少。村庄挺安静的，路面建设就是砂石路，有大黑牛站在路边发呆，偶尔有1、2辆3轮摩托突突突的从旁边开过去，以及此起彼伏的犬吠。村里大多是泥瓦房，
许南恒能闻见一些牲畜的味道。哎，许老师。许南恒回头一笑，达瓦老师。这人便是达瓦江错。许南恒转过身朝他那儿走，边走边说：“这要巧啊。”许南恒跟他握了握手，又问：“您今儿怎么有空来村里？”达瓦江错背了个看着挺重的挎包，笑盈盈的说：“哦，我家就是村里的，我父亲腿脚不好，县城学校放假我就回来看看他。”这样啊。许南恒点点头，那您挺辛苦。达瓦江错的家在村庄的一个小缓坡上，许南恒提出帮他拎一会那个挺重的包，达瓦江错连连摆手说不用。许南恒不是个善于交际的人，从前在北京，家中送往迎来都是富家子弟，交往起来难免沾些商界利益。学生时代更不必说，父母都忙，家长会往往是项目经理代劳，可以想见许南恒在同学之中格格不入。但在这里就不需要了，他能很舒服的跟达瓦老师闲聊。哎，达瓦老师，您在县城也教初三吗？许南恒和他并排走着，问道。达瓦江错摇摇头，我今年带初一。哎，其实你过来了，我就轻松了，这边没有教数学的老师，你来之前我必须每周过来2天带数学课，所以这边孩子数学底子很差。原来是这样。许南恒了然。其实许南恒这话问出来带了点试探，如果达瓦老师教初三的话，那今儿他能来村庄，就从侧面说明县初中的初三周六不补课。可达瓦老师教初一，这就不好判定了。临到这儿，许南恒决定要不开门见山的问了吧，不就是问问能不能补课吗？刚要开口，达瓦江错忽然高声嘿了一嗓子，他朝着缓坡上的人喊道：“阿爸！”接着是一句许南恒听不懂的藏语，但他能听出达瓦江错很着急。哎呀！达瓦老师很想冲过去，但碍于这包实在太重，太碍事。许南恒伸手握住包带，你给我，我来拿。好好。达瓦江错一矮身，把斜挎在身上的包递给他，然后拔腿向缓坡跑，边跑边用藏语急切的喊着什么。许南恒猜了个大概，达瓦老师说了他父亲腿脚不好，这会儿老爷子拄着根棍子在坡上那儿忙活着什么，达瓦老师大约是怕他摔着磕着，火急火燎的狂奔过去。果然，达瓦江错一把攥住他父亲的胳膊，又急又委屈的说了一大堆话。许南恒背着达瓦老师的包也走了上来，这包确实够重的，给许南恒喘的差点高反。啊，许老师，真谢谢了，快给我吧。达瓦江错接过来，解释说，我父亲他左腿摔伤了骨头，方医生叮嘱了这些天静养着，骨头没有裂开很大，说自己能长好，结果老人家闲不住。许南恒见他苦笑，拍拍他肩膀，扭头跟达瓦老师的父亲打招呼：“叔叔您好。”达瓦江错赶紧用藏语给翻译了一下，老人家这才笑起来，跟许南恒亲切的握手。他是想过来看看青稞的肥料。达瓦老师说：“你看，从这儿往山后面看，我们的田都在那边，等到月底，这一季的青稞就长成了。”许南恒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山体那边溜出来一条绿色。达瓦江错嘿嘿的笑着，他搀着老人家，用藏语轻声劝着老人家回去家里休息。许南恒见状，伸手又把达瓦江错肩上的包拿了过来，你好好搀着叔叔。谢谢。达瓦江错点点头。然而这小坡路不知怎地陷了一条不深不浅的沟，这条路来来回回达瓦江错走了无数趟，骤然出现的小沟直接摔了父子俩一个措手不及。唉，许南恒跟在后面扶都来不及扶，眼睁睁看着爷俩齐齐摔了一大跤。这会儿没辙了，许南恒赶紧和达瓦江错一起检查老爷子。许南恒说：“别，先别扶。”哦，对。达瓦江错也反应过来了，这会儿确实不能着急扶，万一搀扶的姿势不对，那裂开的骨头可就是雪上加霜。许南恒寻思了一下，问他：“达瓦老师，您从县城开车回来的吗？”“我没有车，上回接应你是开的我们教导主任的车，我这趟是坐拖拉机回来的。”达瓦江错无奈道：“不成啊，拖拉机太颠了。”
许南恒不懂医，但他懂得求医得往上级地区求，不然怎么光是上北京来看病的就日均大几十万人外地人？他想，老爷子疼的已经脸发白了，怎么也得带去县城看。许南恒抬头，这样，您在这儿等我，我把我车开过来，咱一块把叔叔送去县城。达瓦江措这时候跟他客气也没意义了，只点头，那拜托你了。许南恒点头，将包放在地上，扭头跑向村庄侧边的小医院。不过10来分钟，许南恒开车到这条坡道上，他和达瓦江措小心翼翼地把老爷子扶上后座，给他系上安全带。又是这条20多公里的山路，跟着导航到县里的医院时，已经暮色四合。这时间门诊已经结束了，许南恒直接停在急诊。达瓦江措想把老爷子扶下来的时候，许南恒阻止了他，别动他，进去找护士推个床出来吧，或者轮椅。哦对，达瓦江措赶紧跟着许南恒一块儿往里跑。护士听说是骨折患者又摔跤，应了声，推了个空床出来。达瓦江措连连叹气，说今天实在是折腾了许老师一番，又道歉又道谢。许南恒笑着说没事儿，谎称自己本来就打算周末来县城溜达溜达。达瓦江措这才好点儿，接着说，对了，方医生也在这个医院。是吗？许南恒问。下一刻，许南恒的电话响了，他拿出手机一看，看着来电人有点呆。见他来电话，达瓦江措指了指里面诊室，说自己先去看他父亲。许南恒摆摆手，让他赶紧去。再低头，许南恒还是有点怔愣。这要巧的吗？打电话进来的人正是方时优。喂，方大夫。许南恒接起来，电话那边的人带着笑意，许老师，车挡路了，出来挪挪。还好嘞。许南恒说。第11章，许南恒推开急诊厅的玻璃门，走出没几步就看见方时优站在他车旁边。他车里没摆挪车号码，方时优是看车牌照认出来的，不过小县城里这种300多万的车也很少见就是了。方大夫。许南恒走过来，不好意思啊。方时优迎着他走过来，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其实刚开始在急诊门口看见他车的时候，方时优紧张了一下，以为许南恒出什么事了来急诊，转念一想，既然还能自己开车，那应该没事，才给他打了个电话过去。没事，主要这边是救护车通道。哦。许南恒加快脚步，拉开车门，说，其实你自己也能挪，车钥匙就在车里呢。许南恒爬上车，把车停去医院院子里的空车位上，然后熄火下车锁车。方时优俩手揣在白大褂的兜里，在停车区前边看着他倒车。走进了后，方时优才问他，你怎么跑急诊来了？没哪儿不舒服吧？许南恒看着生龙活虎，穿一件酷到不行的纯黑色连帽卫衣和牛仔裤，还压了个鸭舌帽，让人下意识的将视觉重心放在他的下半张脸。线条流畅的下颌，棱角恰到好处的嘴唇，喉结在漂亮的脖梗上压出一个冷冽的倒三角阴影。没，不是我。许南恒手也揣在口袋里，日落后气温降了许多，有点冷，是达瓦老师的父亲，下午在家门口的路上摔了一跤，我刚好在村里溜达，就赶紧送来了。方时优一听，快速回忆了一下，啊，老爷子前不久放牧的时候骨折了，送进去了吗？给推进去了。许南恒说。方时优是心外科的大夫，达瓦江措他爸爸归骨科科室。方时优朝急诊里面望了一眼，说，哦，行，你呢？天都黑了，有地儿去吗？我就回去了。许南恒说，作业还没改完呢。刚好起了阵风，许南恒松垮的卫衣被吹得贴在皮肤上，勾出他劲瘦的腰部线条。方时优看了一眼，迅速挪开视线，清了清嗓子。你呢？你忙完了吗？许南恒问，要不要一块吃个饭啊？我从睁眼到现在还没吃东西呢。闻言，方时优愣了下，然后说，空腹一天了呀。啊。许南恒点头，
路上不敢开太快，怕给老爷子再颠着，我要饿傻了。方石又一笑，行，我进去换下衣服，你跟我一块吧，进来。许南恒不推脱，抬脚跟上。俩人从夜间门口的入口进去，有病患在大厅的椅子上闭眼靠着，夜间 B 超室的门虚掩着，有人从门缝往里看，然后护士砰的将门关严。方石优走在前面，拐过走廊，上到2楼。许南恒以为是去诊室，但门推开，里面是医生休息室。房间蛮小的，一组上下铺的床，一把椅子和简易的没有抽屉的书桌。方石优的几件外套挂在上铺床尾边缘的围栏上，许南恒抬眼看了看，上铺摆满了杂物，所以这个休息室应该是方石优一个人用。方石优拿了个一次性纸杯，地上的开水壶拎起来，倒了杯热水给他，你坐一下，喝点水，我去输液室看一圈，然后就能走了。许南恒接过来水杯，坐下来。休息室里堆了不少东西，书桌上有个合起来的笔记本电脑。许南恒坐在椅子上，侧边就是方石优的床。他在床上看见了个眼熟的东西——哆啦 A 梦毛毯。一时间，许南恒忽然觉得这大夫还挺可爱，原来这条毛毯是私人物品，而且随身携带。坐了会儿，意识到自己还戴着帽子，他摘了帽子，用前置摄像头看看自己头发。徐老师倒抽了一口凉气，帽子压了太久，刘海一条一缕扭曲的实在不好看，帽子又戴回去了。不多时，休息室门从外面打开，方石优先敲了2下门才推开的。不耽误你吧？许南恒放下杯子站起来。方石优边脱白大褂边说，不耽误，我今天在急诊值大夜，8点前回来就行。挺辛苦。都这样。方石优拿了件深藏蓝色的外套，走吧，带你吃个烤肉去。许南恒眼睛一亮，好啊。尽管是小县城，医院总还是人多。从夜间门诊走向医院大门的时候，一辆救护车闪着警灯开去急诊。许南恒跟在方石优旁边，冷风吹得他瑟缩着脖子。方石优偏头看他，晚上还是有点冷的。许南恒点头，温差蛮大。哎，咱不开车吗？方石优摇头，近，就2条街，挺好的。许南恒感叹，北京就太大了，村里来县城，放北京也就大兴到海淀。县城晚上很温馨，小超市的电视机里躺着天气预报的声音，再向前走，粮食铺子合着门帘，里面是一家人在念经。许南恒抬头，星星很多，帽檐有些挡视线，抬了抬帽子，摘了呗。方石优说，不摘，发型太乱，有碍观瞻。方石优扑的笑了下，走过一个红绿灯后，这条街很明显热闹了很多。唰啦啦的铁锅烧菜的声儿和炭火烧烤的吆喝声，方石优带他进了个烤肉店。一进店门，许南恒就下意识吞咽了下，哇，好香啊！不同于许南恒从前吃的烤肉店，进来之后并非新香料的烧烤味，而是纯粹的炙烤的肉香。服务员领着他们走去空位，许南恒看着其他桌上那羊肉在炭火上挂着，一滴晶亮的油落进火里，酥啦一下，紧接着蹦出油脂燃烧的香味。高温下，羊肉的皮会在瞬间被灼烤的焦酥，直到方石优发现后边的人没跟上，退回来捞起他手臂拽走，他才恍然回神，刚刚盯着别人的餐桌实在是不礼貌。饿成这样了。坐下后，方石优问，太香了主要。许南恒说，给我香迷糊了，是羊的品种不一样吗？感觉这儿的羊肉香的有点过分。方石优笑笑，给他倒上水，然后服务员来点单。方石优刚想把菜单挪到他面前，许南恒已经抬起手做了个制止的动作，你点，我不挑食，没忌口。方石优倒好，点了个3斤半的羊腿、蔬菜、1壶甜茶和2份抓饭。许南恒这会儿只想赶紧吃上，他是真饿了。之前其实还好，注意力被转移了，这会儿在烤肉店里满屋子喷香的味儿。你在这边教多久？方石优先开口问。
1年。许南恒说，待1年初3，我们这次是北京多所高中一次大规模的贫困地区的校对校定向支教。方时优听着点着头，之前来西藏支教的很多都是大学生。啊，对。许南恒说，其实在职教师支教每年都有，可能你之前没碰上。服务员把甜茶先拎来了，是个银色的开水壶。许南恒想自己倒，方时优手快一步拿过了他杯子。哎，谢谢方大夫。许南恒笑着端过来抿了一口，甜茶有点像奶茶店里什么都不加的纯奶茶，但口感上更丝滑，奶味更醇厚，许南恒挺喜欢。说了下自己的情况，许南恒对他其实蛮好奇，问道：你呢，在这边援藏多久？方时优放下茶杯，2年援藏，第1年快结束了。巧了，你也1年呗。但跟你们支教不一样，你那时间到了，孩子就毕业，我这患者不是到了时间就能痊愈的，到时候还要看具体情况。许南恒觉得有道理，确实。哎，许南恒想起来个事儿，你们医疗援藏是怎么来的？自愿报名吗？还是什么？算自愿吧。方时优抿了下唇，每个月的章程不一样，我们是援藏医疗队，我老师是援藏队的队长。这趟除了我们科室，还来了胆囊外科、急诊科和麻醉科和一个护理小组。市院里发了个援藏计划，拉了表格，有意向的就报名，然后体检，全科培训，最后考核。本质上跟我们差不多呀。许南恒又喝了一口，你是心胸外科？达瓦老师父亲那个骨折也能看吗？方时优笑起来，来这儿了就不分那么细了，外科都看。有一回下乡义诊，儿科也硬着头皮看，边看边给北京本院的大夫打视频电话。许南恒笑起来，那儿科大夫岂不是援助援藏医疗？方时优跟着笑，你这么说很有道理。方时优又说，但没办法，藏南这边的乡村差不多都是青壮年外出务工，家里老人小孩很多没什么医疗常识，而且他们的村里有藏医，藏医就比较方时优有点找不出得体的词儿。许南恒说，就无证行医呗。对。方时优点头，也不能一竿子打死，有些草药确实能达到治疗效果，但更多的临床表现还是需要医生来看。许南恒点头，然后忽然想起了什么，胳膊撑在餐桌上，笑嘻嘻的问他，哎，那你这回去能升职吗？被他这么一问，方时优又想起年初回院里的时候主任的暗示。援藏的经验对升职确实有帮助，不过方时优这个人有时候有点轴，他就想在医院里当个普通大夫，做手术，做门诊。医院到底是职场，职场就需要交际打点，方时优不喜欢。头衔是主治医师还是副主任医师，他其实不太在乎。当然能升更好，只是方时优觉得他已经做到了他学医最初始的最本心的目的就够了。他是一个更愿意面向自己的人，方时优的世界就是做到一件事情，然后把这件事情完完满满的做好，是一个升职评估项。方时优问，你呢？徐老师，哎，小心烫。服务员端来他们那个3斤半的烤羊腿，向后靠一靠，小心啊。藏区的羊肉味道果真不同，许南恒已经被完全吸引走注意力，2只眼睛凝视着烤羊腿。服务员又接着把他们点的蔬菜多拼端上来，最后放了2盘蘸肉的干料在俩人面前。徐老师不用升职，徐老师吃这一口就够了。许南恒拿起筷子说，方大夫我不客气了，我真的饿惨了。方时优见他这样也不聊其他的了，抓起筷子说，快吃吧，多吃点，别浪费。那不能够。许南恒说。纵然饿成这样，许南恒的吃相还是挺好的，看得出来有着不错的教养。吃了几大块羊腿肉后，许南恒赞不绝口，一口一句这也太好吃了，和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烤肉，听得路过的服务员都笑。这顿饭许南恒准备付钱的，没抢过方时优，他还在找付款码贴哪儿的时候，
方石优已经扫完了。主要收银台就做了个写作业的小屁孩，二维码贴在很有民族特色的花纹繁美的挂毯上，许南恒愣是没发现。下顿我请。出来的时候，许南恒说：“行。”方石优没客气。天已经全暗了，许南恒掏出烟盒，磕了根递给他。方石优接过来烟，转而递给他火机。看见火机，许南恒笑了下，他们就是因为一根烟一个火机而结识。许南恒带火了，但还是接了方石优的火机。他拢着火机点上烟，火机还给方石优：“你今晚住我这儿吧。”方石优吸了口烟，夹下来，看着他，天黑了，开山路危险。许南恒这会儿卫衣鸭舌帽，咬着烟嘴看着他，像个痞里痞气的大学生。又因为鸭舌帽的帽檐，方石优看不见他的眼神。其实我车技还可以。许南恒的眉眼藏在帽檐阴影里，笑得没心没肺。方石优脱口而出：“其实是我不放心。”第12章这话说的，许南恒咬着烟，半晌没动。那烟尾就这么自己在夜风里烧着，许南恒都忘了抽2口。这话完全可以理解成朋友之间的关心，尤其方石优年长几岁，且在这里生活了将近1年。许南恒意识到自己不能再沉默下去了，太诡异了，我还是回去吧，真没事儿，我到了给你发消息。许南恒抽了一口，夹下来，笑笑：“行不，方大夫，我保证小心谨慎的慢慢开。”人行道上，马路边，骑3轮车的师傅哼着歌悠悠的过去。许南恒这话说的，活像是方石优家里有个不懂事的弟弟，非要大半夜出去玩，恨不得撒手指头指天立誓，说哥哥你就让我出去吧，我保证早早回来。他还龇牙朝着方石优笑，吊儿郎当的，更像了。方石优刚刚那句不放心是真心实意，约莫是这时候许南恒的话让他幻视了不听话的病患。二人并排往县医院方向走着，方石优蹙眉：“西藏山路经常塌方，去村庄的那条路你自己也跑过几趟了，等天亮了回去不好吗？”方大夫。许南恒舔舔嘴唇：“我明白你是好意，但我真得回去，我今天起晚了，一堆作业没改，明天早上有个支教岗线上会议，开会要出卷子，下周支教岗统一摸底考。”许南恒之好歹也听劝，譬如餐厅老板劝他喝甜茶，别喝酥油茶；譬如进县城买电褥那天，方石优要带上氧气瓶。可一旦关系到教学，许南恒就管不了那么多。理论上来讲，海拔每提升1000米，气温就下降6摄氏度，这里的海拔有4000，日落后尤其的冷。许南恒在树下的垃圾桶灭掉烟，冷的肩膀缩了缩，有点不敢看方石优。许南恒又跟着解释：“你别多想啊，我倒是想在你这睡呢。你这医院一看就有淋浴，我洗个澡睡觉，明儿穿你一套衣服走，回头还能舔着脸让你把我脏衣服塞医院洗衣机里。”但是真不成，第一次摸底考很重要，决定了这一年用什么样的教学方式。过了十字路口，方石优才说：“那你开车慢点，出状况了随时联系我。”好。许南恒笑着点头。走回医院的时候是7点过1刻钟，许南恒径直往自己车那儿走。方石优忽然想起件事儿，叫住他：“许老师。”那个方石优叫住之后又顿了下：“我给你买了个东西。”方石优说完抿了抿嘴，视线有些闪躲：“算是个礼物吧？”许南恒诧异住了，歪头：“啊？”他心道这不逢年不过节，也不是自己生日，便问：“你给我买东西做什么呀？”“是什么啊？”无论如何，听见有礼物还是挺开心的。以前在北京，许南恒听说别人要送什么礼物给自己，都会下意识的一慌，可别是来托我找我家里办事的。但在方大夫这儿不存在这种情况，于是他诧异之余还很期待。方石优的车也停在院子里，他走到车旁边，掏钥匙开锁，从他车副驾驶地上拎出来一个不大不小的纸箱子，之前去山南市区买的一个无影台灯。方石优递给他：“你宿舍里应该只有一个白炽灯来着。”
许南恒一听是台灯，惊喜万分，把帽檐又往上推了下，两只手抱过纸箱。台灯，被你这么一说，我才反应过来。很多时候是这样的，进到一个新环境，细枝末节注意不到。这一个礼拜都没发现桌上少个台灯，许南恒又说，还得是你呀，方大夫，太谢谢了。方石优倒是挺淡定的，说没事，上次去县城市场的时候就该买的。还有这个。方石优扭头又从自己车上拿了罐咖啡，路上喝。许南恒又道了句谢。他大大方方的，是因为他真的拿方石优当朋友了。许南恒很不喜欢与朋友交往的时候，一笔笔账算在脑门上，今儿他送了什么，明儿我得还一个什么。行了，你回吧。方石优说，注意安全。好嘞。许南恒笑得很爽快，没跟他煽情些什么。朋友之间送一个贴心的礼物，说一遍谢谢就够了。西藏的天气多变，山路塌方事件时有发生，所以来西藏的话，如果觉得自己命够硬，车里甚至可以不背着氧气瓶，但一定得备上吃喝。因为这儿的山路多是窄路，塌方等救援很有可能一等就是几个钟头。许南恒倒是刚吃饱，在烤肉店也喝了不少甜茶，就算倒霉在路上待一夜也饿不着。方石优给他灌咖啡提神，以防吃得太饱而犯困。谢谢说一遍就够了，叮嘱的话也一样。方石优看着大 G 慢慢开出医院后，转身进去急诊。徐老师的车技确实还可以，不过在高海拔地区崎岖的山路上，徐老师很稳妥的放慢了车速，在每个转弯的路口闪远光，并且鸣笛。耗时3个半小时，安全回到村庄，把车停回医院里方石优的车位，然后给他发了个微信。又听你车位上了。好。台灯插上电后，果真书写环境好了一大截。许南恒退后2步，给书桌和台灯合影。他拍照没技巧，画面里就是灰得发黑的墙，书桌椅子比较新，无影台灯更是崭新。又因为台灯亮着，成为画面里最亮的部分，环境被摄像头平衡的比较暗，甚至有点像油画。许南恒把这张照片设为了朋友圈背景图，很满意，接着坐回去改作业。第二天早上的支教岗联合会议在10点整开始。到今天，差不多支教岗都开始上课，有的9月开学的也已经到岗了。不同于大学生志愿支教，这种校对校的对贫困地区的专项支教有着比较系统化的章程。位于山南市下属村庄的许南恒老师卡成了 PPT。位于大凉山川滇交界处的谭希老师已经调线了第3次。位于福建省东南山区的戴继年老师只有图像没有声音，更别提还有一位苏语老师，他今天清晨刚刚抵达塔里木盆地西部边缘，方才仅是切换了一下前置摄像头就黑了屏。总而言之，大家一番折腾后，决定线上会议改文字群聊。最终第一次摸底以初1、初2的重点为核心，全科试卷的 PDF 上传到了群文件，一切搞定后，大家在群里闲聊了。许南恒，谭老师不是说家里装了新路由器吗？怎么卡掉3次？谭希，可别提了，我回来了才知道，舅爷舅奶家已经搬去县里，支教岗在村里。许南恒了然，这是跟自己一个情况。几位老师闲聊了会儿，先后下线，因为不能占着网速，要赶紧把 PDF 下载下来，然后打印卷子。周日下午，索朗措姆和次仁老师回来了。俩人是骑3轮摩托回来的，车斗里装了很多菜和肉。索朗措姆的女儿扎西卓嘎也在车斗里，小小的姑娘护着那些菜，防止他们颠下去。车里还有次仁老师的行李，这礼拜起，次仁老师也来住校了。次仁老师教英语和语文，一位藏族大哥比许南恒大几岁。次仁老师笑眯眯的和许南恒边把菜搬去厨房，边说：“我过来住了，你就不孤单了。”老师们在厨房忙活起来，许南恒也揣起手机一块帮忙。忙活的时候也闲聊。索朗措姆告诉许南恒，周末的时候，孩子们多会去跟着家里人放牧、挖虫草、割青稞。许南恒听着，回忆起昨天去村里溜达，难怪没看见孩子。周一大家正常上课，
许南恒通知了考试的事情。这是第2个礼拜，有几个学生已经端不住了，这个年纪贪玩的劲儿隐隐要破土而出。而许南恒从一开始就没有给自己做成爱心老师的形象。周4这天，他扯着嗓子再讲配方法，把1元2次降成2个1元1次的时候，底下俩小子搁最后一排用纸折了俩青蛙互斗呢。许南恒使出了人民教师的官方外挂，粉笔砸人，百发百中。给我站起来！许南恒声音不大，气场十足，站后边去。俩人悻悻地离开座位，往最后面走。其中一个小子就是这班里年纪最大的周阳。17周岁，不好管教，他吊儿郎当的往墙上一靠。许南恒一眼看了出来，别给我靠着，站直了。周阳虽然是汉人，但在这儿出生长大，会说藏语。他瞥着许南恒，嘟囔了一句他听不懂的藏语，大约不是什么好话。班里有些学生在笑，有些学生则觉得尴尬，有些担忧的看着许南恒，像极了网上与自己同 IP 的智障在发言，心道可别给我丢人了。而许南恒只哼笑了声，说：你学了藏语，我没学，所以你能用藏语让我吃瘪，那其实你是明白人，总要学点什么的。那周阳没所谓的挑挑眉，不轻不重地说：我不学还可以出去打工啊。许南恒差点一口老血哽在喉头，他高低要找个月黑风高的日子，前进村里把那个念完初中在打工的横幅给撕下来烧了。这是许南恒到西藏后发的第一次火。他把教材狠狠往讲台上一砸，行，打工是吧？我来花3分钟给你们讲一个道理。许南恒1命2运3风水4积阴德5读书。命是天命，看老天脸色的，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拥有什么样的环境是命。运、气运、机遇、极小概率事件，风水阴德那是玄学，姑且按下不表。当你没有天命，没有机遇的时候，你能做的就剩下读书。有些孩子闭了闭眼，有些孩子神色焦虑。事实上，许南恒并不想这么早说这些话，这些话说出来，除了给压力没什么其他意义，但临到现在不得不说了。读书确实不是唯一的出路。许南恒放低了些音量，但读书是千百年来经过时间无数前人验证过的，完全值得的，也是门槛最低最简单的一条路。你只需要把手里的书读明白就行了。你甚至不用考去北京那种地方，你考去山南市，考去拉萨就行。最起码，同学们，最起码打工的时候，你要能看得明白对方拿出来的合同吧，你要能懂点英语，说不定薪酬会更高吧。许南恒深吸一口气，吐出来说：打工不是不行，只要是正当行业，劳动换取报酬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同学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读书吧，书不会欺骗你，知识永远真诚。教室里安静的落针可闻，一干10几岁的孩子大气不敢出，后边周阳和另一个小子面颊通红。打破宁静的是年纪最小的扎西卓嘎，他坐在靠窗的位置，俩大眼睛看向许南恒，说：许老师，警察来了。许南恒一惊，扭头看出去，还真是一行5、6个警察，院门口停了2辆警车，警笛没响，但警灯是亮着的。许南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警察们确实是朝着他教室走过来。不解之际，又一行人进来了学校院子，这波人也是5、6个，但都是白大褂。不知怎的，看见白大褂，他安心了些。许南恒放下教材走出来，后面那波白大褂里有一个人走在最前边，正是方石优。许南恒见着熟人，赶紧投去求援的目光。方石优倒是没意外，他本来就知道许南恒在这教书。方石优先一步走到他旁边。许南恒瞄了眼那些警察，压低声音问：我就训了个孩子，这事儿在西藏这么严重吗？方石优，第13章，方石优反应了一下，接着差点笑出来，说：你想什么呢？怎么可能？说完，在教室前廊停下来说话的几个警察，2个走向旁边次仁老师的教室，另外2个朝许南恒走过来。许南恒下意识站直了，警察跟他握了下手，简单说明了来意。
您好，老师，我们是边防的。前阵子国境线缴获一批携带毒品非法偷渡的罪犯，我们过来给学生做禁毒宣传。警察说。许南恒，原来如此，您请一块儿听听。方时优说。许南恒确实打算一块听，忽然扭头看他，不过为什么还这么多大夫？许南恒瞧见了杨告，头一天过来的时候见过，朝他挥挥手打招呼。出来一诊。方时优说，院里车不够，我的车被借去开到藏北那边了，正好警车下乡，每个村都去，我们蹭车的。哦。许南恒点点头。云南边防的强度对毒贩有相当重的打击，然而作恶多端的毒贩居然摸索着从印度跨境进入藏南国境线。许南恒生活在北京，这些事情都是从新闻上看见，头一回置身其中。他有点紧张，但这份紧张是因为教室后面有俩小子被罚站。或许是在北京的时候，老师对学生凶狠些，就有家长写小作文，动辄反思这个社会，继而引申到当代学生的抑郁情绪究竟受几方影响。然而警察进去教室后，连一个眼神都没给，直接开始发宣传手册，同学们一个个传下去。许南恒也拿到了一份，认真的看着。边境地区的禁毒宣传册和内陆城市的不太一样，有点像许南恒小时候看的禁毒宣传，一些毒品的照片，吸毒人员扭曲的模样，不正规注射，共用针头感染的病症等等。大约是看见了警车，在3楼教师办公室里的另外2个老师和索朗措姆校长也都下楼来了。老师们和校长对警察的到访不是很意外，索朗措姆先去了次仁老师的教室看了一眼，然后来的2班许南恒这儿。他先跟方时优点头打了声招呼，然后朝教室里看了一眼，确认许南恒没被吓着，温和地点了点头。警察在2个教室里做完禁毒宣传后，照例在教学楼里巡视了一圈，最后把许南恒叫来了学校前院的空地。原因无他，许南恒是外来人口。而索朗措姆似乎预料到了，在下楼前就带上了许南恒的支教材料副本，交给警察过目。许老师是北京高中过来做校对校支教的。索朗措姆说，泽旺警官，这次是怎么了？泽旺警官结果材料翻看着，说，哎呀，边境线那边出了点乱子，哎，许老师没有从北京过来的车票。说完，泽旺警官抬眼看向许南恒。许南恒心下一紧，解释道，我自己开车过来的。从北京？泽旺警官看着他。对。许南恒点头，他摸了下兜，说，要不我上楼拿一下身份证？我还有一路开过来过收费站的收据。泽旺警官笑了下，说，那麻烦了，您拿一下吧。方时优意识到泽旺警官对许南恒有点戒备，他欲言又止，心怀戒备本来就是警察该做的，尤其在禁毒工作上就更需要万无一失。许南恒很快的下来了，带着身份证和边防证。泽旺警官接过来检查了一下，又问，有高速过路费的收据吗？有的，都在车里。许南恒说。许南恒和泽旺警官两对视了片刻。方时优清了下嗓子，说，你车在医院？哦，对。许南恒恍然，车在医院？这厢大约是这辈子头一回被警察问话。方时优很平静的看着他，试图让他也平静下来，这是他做门诊的时候惯用的招数，只有医生自己平静，患者才能觉得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果然，许南恒确实有点慌，虽然他深知自己没什么好慌的。他拜托索朗措姆帮忙看着班级，跟在一行警官和医生后面。刚巧医生们也要去趟小医院，带上一些药物。你别紧张啊。方时优说。他走在方时优旁边，肩膀挨着方时优的肩膀走路。他小声说，这良民对警察最基本的态度，我不是紧张，是行事认真。可是你快把我挤到路那头了。哦，不好意思。许南恒说。没事的，泽旺警官只是按规章办事，边境这里属于敏感地带。方时优说。许南恒点头，我理解的。
跟在泽旺警官后面的警察从警车里拿了扫脸的仪器，很快走到医院里。大院停车位空出来很多，就像方石优说的，医院的车辆资源很紧缺，而且又因为西藏村庄县城之间的路很难行，车底盘低了跑不了。许南恒这会儿感觉方石优那辆皮卡真的太适合在这儿跑了，以及他的奔驰大 G。 泽旺警官看见他车的时候，眼睛明显亮了一下，这种越野就该浑身泥沙，而且许南恒这一路开过来，车身有不少剐蹭，搭配着车的外观颇为彪悍。许南恒在车里翻出来好几张过路费的收据，说好像不全，路上太颠了，有的不知道颠哪去了。泽旺警官先用手机里的系统查了下他的车牌，又招手叫来后面的警察，给许南恒扫了个脸，核对他身份证，全部确认了之后，泽旺警官终于表情放松了下来，说不好意思啊，老师，耽误您上课了。不，许南恒摆手，没事的，配合您工作，我应该的，还需要做什么检查吗？我都可以。原本事情到这儿已经结束了，可许南恒这位北京来的良民秉承着绝对配合的信念，主动提出毒检。而一般来讲，是警方觉得此人有嫌疑，才会要求对方毒检。这一轮排查下来，许南恒资料充足，其实泽旺警官已经准备收拾收拾去下一个村了。但他这么一说，泽旺警官看向另一位同事，俩人电光石火的一番眼神交流后，泽旺警官扭头看许南恒，你愿意接受尿检的话，那就做一个。可以啊。许南恒连连点头。他哪儿懂，他打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国家禁毒，在禁毒事件上全力配合。尿检很快，许南恒跟在泽旺警官身后，进了小医院的卫生间。许南恒这厢刚解开皮带，卫生间又走进来一个人，许南恒羞的把皮带又戳回去了。方大夫。方石优带着样本杯进来的，见他已经准备尿了，笑着说，许老师，你不拿样本杯，你打算往哪儿尿？哦对哦，忘了。许南恒伸手接过来，然后方石优没走，和泽旺警官一边站一个，看着他。许南恒这回迷茫了，方大夫你不出去吗？我得看着你尿。方石优忍着笑，尽量严谨认真的说，是这样的，许老师，这就像国际反兴奋剂测试，我得确认这是你亲自尿的。许南恒欲哭无泪，几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低声说，这就警官和我俩人，我还能从哪儿偷别人的尿吗？规定吗？方石优轻描淡写的说，必须2人以上在场。旁边泽旺警官问，你们是认识的是吗？许南恒扭头，凄楚的点头，有那么一瞬间都想有困难找警察了。泽旺警官笑了笑，难怪呢，熟人盯着是尿不出来哦。许南恒继续点头。泽旺警官又爽朗的说，嗨呀，你就当他不存在，眼一闭，尿。确实是个好办法。许南恒如壮士断腕，不再看方石优，咬着牙完成了取样。话虽如此，裤子穿上的过程还是挺狼狈的，拉链第2下才拉上来。全程方石优都注视着许南恒，根本不敢跟他对视，一点都不想知道他是什么眼神。许南恒进来医院的时候昂扬坦荡，出来时面如死灰。这就是京城贵公子的短板，打小在这方面就比较羞，初高中那会儿就很少跟同学一起上厕所。后来进了大学，时代在走，大家逐渐懂得了社交距离这种东西，就更没有过上厕所的时候被人看着了。总之这一趟打击不小。几个医生在医院的院子里聊天，护士长帮他们拿出来了要带出去义诊的药，医生们在清点，像护士在手术室里数纱布那样，2个人一起数，放进大袋子里。许南恒呼吸了一下，出来了就不别扭了。他抬腕看表，时间是早晨10点15分。索朗措姆校长教的是地理、物理和化学，再有个10来分钟他们就要下课了。许南恒得回去了，他想跟方石优打个招呼。这么多啊！一个警察走过来，看他们医生装了3大包药，后备箱里有东西，未必放得下哎。一位医生说，那我们抱着。警察想了想，抱6个小时呢。
6小时就6小时吧。方时优说，咱们轮流报，没事儿。开我车呗。许南恒说，我这阵子用不着车。方时优偏头看看他，又看看奔驰，说实话，方时优是有点舍不得的。300多万，2022款奔驰 G 去跑山野土路，刮一节7，方时优都觉得可惜。而许南恒似乎看懂了方时优的眼神，掏出车钥匙说，奔驰当年做 G 级越野车是打算军用，就是为了跋山涉水，没成想订购 G 级的伊朗王室内部出了岔子，新王室不认这桩买卖， G 级越野车才流向民用车市场。许南恒把车钥匙递到他手里，就当帮我遛遛狗，随便开。方时优接过钥匙，你台词说的，我都不知道该叫你许老师还是叫你许总。随便叫。许南恒潇洒一笑，爱叫什么叫什么。第14章这礼拜就剩2天了。周五下午，许南恒布置完作业，和各科老师们以及校长开了个会。由于学校里没有投影仪，许南恒只能把他的笔记本给老师们传阅一下，让老师们看看北京本校针对支教岗的摸底考试试卷。老师们看完试卷，起先觉得试卷难度有点高，但一番讨论后还是决定就考这一套。接下来，许南恒又转述了一些和其他支教岗老师讨论的内容。开会的地方是教师办公室，2张办公桌并在一块儿，好让老师们坐一圈。许南恒说，最后一点是，我们这次支教岗老师们反馈了一个统一的问题，就是学生基础太差，那么在初3阶段补基础需要太多时间，需要大量的习题和大量的背诵。但我们一致认为，可以采用高3艺术生补文化课的方式，在支教岗教初3。次人老师看着他，艺术生补文化课，你的意思是在初3这一年，把初1、初2的也带着一起教？艺术生补文化课，许南恒笃定的看着他，只为了文化课高考。所以不是带着一起重新教一遍，而是针对性的去对付考试。这话说出来其实有点过分了，因为初中的教材不仅是知识点，还有许多塑造学生3观的内容，甚至生理卫生课也是必要的。许南恒这么说，是因为许南恒有着明确的目的。3500多公里的路，一人一车开过来，紧赶慢赶4、5天就到了。3500多公里的路，要学到什么程度，山区的孩子才能到北京？索朗错母有些犹豫，这样学生压力会不会太大了？许南恒脱口而出，他们目前的学习压力并不大，他们放学回家之后要做很多事情。索朗错母耐心地说，做农活和家务，像打扫取针，他在学校里自己吃完饭之后，回家要给他卧病的爷爷做饭，还要做猪食、挤牛奶，线下要9月了，马上就要秋收。他们，等一下，抱歉校长。许南恒打断他，我明白这里的孩子会分担家务和劳作，但现在都初3了，关系到未来啊。索朗错母是个很温柔的女人，她说话总是温声的，也没有因为许南恒理想化的发言而给予反驳。她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说，许老师，我很感激你的教学热情，我也很理解，你是北京来的，你看到这里的条件之后，你唯一的信念就是让孩子们出去。这话没错，许南恒教养很好。这些日子里，无论是教学楼打扫卫生，还是厨房帮忙打下手洗锅刷碗，即便干活不那么利索，但从没露出过嫌弃的神情，哪怕是下意识反应。索朗错母也是真心感激他。他接着说，但转变需要时间，他们的父母会说汉语的大多出去打工，不会说汉语的就在山下的施工队做苦力。他们13、14岁、15、16岁种土豆、挖虫草、放牛羊，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许南恒沉默了良久，在这段沉默的时间里，他萌生出了一丝悔意。昨天训周阳是不是训的有点过了？可能周阳只有那个时候是放松的，而索朗错母就是留着时间给许南恒沉默。他更明白许南恒需要消化这些信息，首都来的年轻教师可能大数据都不会推送这些内容给他，所以很多时候人会进入一种困境。这种困境通常可以看作是死胡同，父母外出务工是为了家里有生活费，父母不在家，子女就要
照顾老小。别看周阳那样吊儿郎当，他家里2个弟弟1个妹妹，全靠着他照顾。周五下午的会议最后也没开出个所以然，许南恒怅然的躺在宿舍床上，垫了好几层的床软乎又温暖。随着时间走到8月末尾，西藏渐渐冷了，就像方时优说的那样。许南恒这晚很久睡不着，他开始不确定自己在这里支教的教学意义。那些有关未来的字眼好像在这里没办法作为学生学习的主要驱动力，因为有一个更强烈更具象的驱动力，它叫做活着。许南恒这么躺着，悠长的叹了口气。大少爷很少这么无力又无措，可这世界就是个巨大的金字塔，它就是这样运转的。手机震动了下，许南恒举到面前解锁。方时优发来的微信：忙完了吗？刚开完会，躺着呢。方便下楼吗？许南恒坐起来，随后想起来方时优之前说的过2周回来，所以下周方时优会在村庄小医院轮值1个礼拜。许南恒回：方便啊，你在学校楼下？现在在了。许南恒赶紧穿上鞋，顺便用前置摄像头看了眼自己头发有没有淌炸毛。方时优是刚刚从小医院走路过来的，他没上楼，就在一班门口的前廊下站着，手里拎着个看着挺重的袋子。见他下楼，笑了下：县医院今天发了水果，拿了点给你。许南恒这个人，一旦他接受了另一个人作为朋友，就会无比坦然，坦然的像在家里。他一听方时优给他带了水果，一笑说：还搞这么客气，都有啥呀，让我看看。然后手指头去勾着方时优拎的塑料袋往里看。西藏地界由于海拔过高以及气候条件问题，从前种不活几种水果，后来有了更好的种植技术，以及从四川、新疆等地运输过来，市区和县城的水果种类丰富了许多。但村庄就没那么好的条件，许南恒到这儿以来吃的水果主要都是苹果，有火龙果、甜瓜、橙子。方时优拎着袋子的另一个把手说：也不知道你爱不爱吃，但这边水果挺少的，等天冷了就更少了，每样都拿了点。都爱吃。许南恒说着就从里面捏了个橙子出来，因为他发现这不是那种需要刀切的橙子，可以手剥，简直完美。方时优起先还担心他不好意思收，这会儿算是安心了。许南恒手指往里一抠，开始剥橙子，边剥边说：晚上开了个会。方时优转过身，从一班里拎了2凳子出来。许南恒扭头看了眼，一点没客气，一屁股坐下。许南恒接着说：这边孩子回家还要干农活呢。方时优点头：对，他们家里大多上有老下有小。哎，对了，差点忘了。方时优从他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扁盒子，递给他：打嗓曲真是你们班上的吧？你周一上课帮我把这个交给他，活血化瘀的膏药，他爷爷贴后背的。好嘞，记着了。许南恒把包好的橙子掰一半给他：你直接放水果袋子里。方时优就放进去了，然后问：你怎么忽然问起这个？别提了。许南恒咬下来一半橙子，边嚼边抬头看星星。傍晚开会，我透露出了一丝加大教学强度的念头，他们底子太差，想用高3艺考生补文化课的节奏来带这年初3。那不成。方时优没有索朗错母半点委婉，他们忙不过来的。可是不学怎么办呢，方大夫？许南恒扭头，一双眼睛和他对视。怎么办呢？不学，不考出去，这后面大几10年就在这儿过了吗？还是说出去打工，初中毕业没学历，能打到什么工？方时优低了下头，他明白许南恒是个教育工作者，能理解许南恒，甚至方时优能猜到这番话他也就在自己面前说说，开会的时候绝对没这么说。许老师。方时优微侧了侧身，他说：我给你说个我们一诊的事儿吧。方时优之前有一回去一个挺偏远的村子里义诊，那村子的路还没车宽，是牛车拉着要上去的。他们村里有个藏医，就是你说的那种无证行医的大夫，
他们落后到什么地步呢？还在用石鞭，那是干嘛呢？打个比方，你这儿不舒服，我把一块光滑的石头烧热了，往你那儿烙。许南恒下意识蹙眉，有些难以置信。确实是难以置信，即便没什么医学常识，也知道这法子古朴的有点过分。但石鞭是他们能做的最好的了。早几年生病的治疗方法是驱邪。方石优说，那个村子里的人普遍有严重的关节病、皮肤病以及妇科病。你记得我们聊过卓嘎的事情吗？这边医保很高，但村民们还是不愿意去医院检查，因为他们是主要劳动力。他们如果走了去看病，孩子、田地、牛羊怎么办？他们之中很多人连热乎饭都没时间做，吃糌粑、酸奶或者生的风干牛肉。许南恒大致明白了，这说到底就是困境。许南恒想要孩子们只管学习，方石优希望病患们去医院看病，他们都希望自己负责的对象能够走出村子。但事情往往没有那么简单，这世界就没有几件简单的事情。索朗校长的理解是能够明白许南恒的动机，方石优的理解则是真实的感同身受，他们是同频的。我太理想化了。许南恒叹气，叹完又吃了瓣橙子，挺甜的。方石优见他心态还挺好，也放松了些，说，总之这些事情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两个人能改变的。这里的人们要先活着，然后才是好好活着。我没法劝你什么，我们只能尽力而为，许老师。许南恒点头。两个人分享了一颗橙子后，无言的在星空廊下坐了一会儿，然后把凳子放回教室，互道晚安，告了别。方石优以为这一番对话之后，许南恒就能看开了。结果是周六早上9点整，许南恒到医院找他来了。他吓一跳，以为许南恒出了什么事儿，毕竟这是休息日闷头睡到下午的人。怎么了你？方石优在医院走廊撞见他了。打印机借我，我打套卷子。许南恒说，校长说打卷子都在医院打。哦。方石优说，去护士台，那儿有。好嘞。方石优又问，怎么这么一大早的来打卷子？许南恒也不遮掩，跟着他走进诊室，反手把他诊室门一关，在他办公桌旁边的凳子坐下，掏出手机给他看。手机屏幕上赫然是他和谭希老师的聊天记录，方石优便看了眼。许南恒扼腕，大凉山都开始补课了，喜马拉雅山的怎么睡得着？我得卷死谭老师啊！补课？方石优问，教育部不是禁止补课吗？还有就是，为什么你们支教老师都要卷一卷对方？这是什么大城市特产吗？许南恒眼睛一眯，凑近，笑得有点狡黠。我问过谭老师了，谭老师也打听过了，禁止补课是禁止有偿补课，教育部文件写的是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我们无偿没问题。至于学生们家里的事情，我再想办法。许南恒凑得更近，又说，再说了，这天高皇帝远的，谁举报我？我回头在2楼教师宿舍，我那门板贴上教导办3个字，我倒要看看堂下何人状告本官。这年头支教老师已经这么嚣张了吗？第15章许南恒早上过来，医院不仅是打卷子，还有他定制的校服，方石优昨天回来的时候一起装皮卡里了。许南恒没着急看校服，卷子打完后抱着卷子跟方石优打了声招呼就溜了。方石优还想问一嘴他吃没吃早餐，他人都已经跑出2里地了，火急火燎的先把试卷放去3楼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没人，他慢吞吞的走下楼，心里有点烦。秉承着不在校园抽烟的原则，许南恒到院子外面点了根烟。今天早上他醒得很早，生生急醒的，非常切身的感受到了自己念书的时候老师说的那种我真替你们急呀，我急得都睡不着觉。那会儿许南恒觉得哪就这么夸张了，现在的许南恒我急得睡不着觉。结果一觉睡醒8点40，看见了谭希老师发来的微信。谭老师在微信上告诉许南恒，他这周开始每周单休，周6正常上课。
许南衡当即对其进行严厉的控诉：你怎么能补课呢？大凉山彝族地区没有教育部门吗？谭希这才说，他和几个老师仔细研读了教育部当年禁止补课的文件，抓住了关键词有偿。他在大凉山本来就不收课时费，也不领工资，所以不存在收费问题，且他发了邮件到教育部说明了情况。谭希在微信上说，他那儿的学生底子太差了，许多学生连小学的东西都没学明白，学初3的知识实在是灾难，不补真不行。许南衡这边何尝不是，但他又顾虑着索朗错母说的情况，如果周6也补课，那么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的这些学生又如何两头兼顾？两头兼顾，许南衡脑海里浮出这4个字的时候，真是一阵唏嘘。补课这个事儿还是要经过校长的同意。一根烟抽完，他想了个折中的法子。他给索朗错母打了个电话过去，对方半晌才接起来。许南衡，索朗老师，您在哪儿呢？我想到了个办法，让孩子补课。您今天方便吗？咱聊聊。索朗错母那边的环境音挺安静的，他讲话还是一贯的柔和，好像天大的事情都能泰然面对。许老师，今天不太方便，我带卓嘎在医院复查，不过你可以微信上打字和我说，等卓嘎做核磁的时候我会看看。许南衡赶紧说，那您先忙，周一开会再聊也不迟。他站的方向就面对着一班前门，昨天晚上他和方时优就坐在那儿聊了好一会儿。原本他以为自己想开了，就像方时优说的那样，尽力而为就行。许南衡确实听进去了，尽力就是拼尽全力。周一例会，3楼办公室，许南衡先说了校服的事儿。关于校服，他和索朗错母交流过了，今天会以学校的名义发放给学生。还有摸底考试，全科2天考完。最后一件事，许南衡提出了补课。补课的话题一说出来，索朗错母有些无奈。许南衡又说，我明白您的顾虑，但我想了个平衡的办法，分组补课。许南衡说，比如我们2班32个学生，分3组，这周6第1组补课，不参加补课的老师去帮这组同学家做农活，另外2组的学生忙完自己家里的也一块帮忙。我们有5个老师，足够轮换。还有晚自习，我也希望能提上日程，也分组上晚自习，老师去组员家里帮忙。在北京的话，许南衡这个法子是得罪同事的，他凭什么让其他老师在休息期间干活？但这是贫困山区，他顾不上这么多。但这方面他也有打算，同样准备通过索朗错母的手给其他老师发放些补偿。譬如再过2个礼拜就是藏历7月15，届时他再托方时优从县城或市里多买点水果吃食，让校长发放给老师们。无偿补课嘛，总不好发钱。然而许南衡心里打着算盘的时候，其他几位老师直接赞同了。尤其4人老师还有些担忧的看向了许南衡，问许老师能行吗？许南衡不解，我当然行，我提出来的我肯定行啊。4人老师摆手，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没问题，因为原本我们就会帮助学生松土牧羊背牛粪，这些活你在大城市肯定碰都没碰过。4人老师讲话很直白，因为现实就是这么直白。然而许南衡笃定的看着他，原来您指这个，这方面我也想到了，没事儿，我这4肢健全的13、14岁孩子能做的活，我还能做不来吗？很脏很累的。4人老师说，只要能补课。许南衡说，能补一点是一点，就算。他调整了一下情绪和呼吸，最后目光看向校长，和他对视，说，就算初中毕业不读了，外出务工，最起码学点英语，薪酬说不定能高点儿。这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最后能做的了。校长同意了补课计划，2个班级分组补课。第1节课的时候跟学生们讲了这件事情。原本许南衡想说卓嘎那个小身板就别补课了，结果卓嘎还挺开心。他开心的点是礼拜6可以跟同学们一起干活。周一这一天都在考试，许南衡监考，晚上熬夜把3科卷子改了出来，也喝掉了他最后一袋速溶咖啡。
周二，许南恒跟次人老师换班监考，又考了一天。午休的时候发微信给方时优，问他那儿有没有多余的咖啡。方时优说给他送过来，他阻止了，走路去医院，顺便抽烟。许南恒照例不掏火机，准备跟他要火的时候，方时优直接摁住火机，帮他点上了。这黑眼圈。方时优咬着烟自己点，然后打量他。许南恒深深吸了一口，仰头往天上吐烟。哎，没辙，没时间了，每天都要紧迫起来，拿初三当高三带。方时优夹下烟，那你这趟回去带高三的话，也是有经验了。确实。许南恒点头，摸摸兜里揣的速溶咖啡，问：你给我这么多，你自己还有剩的吗？方时优没答，只说：你看这需求量比较大。上回在县城买了不少咖啡，方时优算着，这还不到1个月就空了。许南恒无奈，速溶其实功效不太行，我都一杯水泡2、3袋。主要我觉得我可能咖啡因有点耐受了，有这说法吗？咖啡因耐受？方时优点头，它主要是刺激中枢神经，你要是长期大量的喝，肯定会耐受。是啊，速溶不够劲儿了。许南恒又把烟咬上，掏出手机来，没低头，垂着眼，本来以为不用麻烦你，还是得麻烦了。方时优嗯了声，说被什么事？买个胶囊咖啡机。许南恒打开淘宝点了几下，寄去你医院，下周帮我带过来。行。俩人抽完了烟，把烟丢进医院门边的垃圾桶里。许南恒伸了个懒腰，准备告辞了，拍了拍兜，说：谢了呀。谢什么？方时优笑了下。哦，对了，还得买个杯子。许南恒又掏出手机，打开淘宝，自言自语：买个防洒防漏的，回头带着去田里干活。方时优一愣，去田里干活？是啊。许南恒把补课计划跟方时优简单说了下，他这个人接纳了另一个人之后，嘴就会碎起来，话也会变多，说完又抱怨：好吗？这邮费够我吃顿麦当劳了。邮费贵是贵了点儿，但没那么夸张。他正要收起手机回学校，方时优说：等会儿。那个，你是打算在学生补课的时候，你们老师轮流帮学生家里干活是吧？方时优寻思了一下，他是见过藏民的农活的。你站这儿等我会儿，我给你拿点东西。许南恒疑惑：拿什么啊？方时优没答，他很快就又出来了，不是从诊室里拿东西，他是在院里停车位上从自己车上拿的。诺。方时优递给他。许南恒接过来，念道：云南白药跌打止痛贴。这不是给屈真太爷爷用的吗？方时优真诚且坚定地看着他眼睛，说：你相信我，你用得上。第16章，许南恒打小就听劝，抿了抿唇，收下了膏药。学生的摸底考试在周二傍晚结束了，许南恒留了一组学生晚自习。像早上计划的那样，达瓦老师去到达桑曲真家和另一位需要照顾老人的家里，给老人做晚餐，整理床铺，还有一班有个孩子家里的老人行动不便，次人老师过去帮助他擦洗后安置在床上。学生们穿上印有名字的校服后，许南恒轻松了很多。他班里就30几个人，光是名字里有扎西的就6个，目前他只能分出扎西卓嘎。学生们在下面自习，他坐在讲台上改卷子。许南恒希望自己能给学生们带来最普通最寻常的初三生活，他的想法一直都很简单，他是来教书的，不是来传递爱的，毕业班就要有毕业班的样子。他尽量以北京的习惯来约束他们，也是从某种意义上让他们了解大城市的行为习惯之一。卷。许南恒不喜欢卷的核心意义，因为卷这件事往往卷的都是同行甚至自己人，可是过来山区，他意识到卷是可以卷出一条生路的，尤其在读书上卷。他抬眸，红笔撂下，坐直。这一系列姿态是北京学生最怕的，沉默不语的凝视以及无声的压迫力。前提是学生能看懂肢体语言。诚然，周扬看不懂他
这套严肃的动作，依然在那儿用纸片子团成纸团，砸另一个学生玩。周阳，许南恒不轻不重的点名，别人在背单词，你自己不背，别耽误人家。周阳无奈的收起嬉皮笑脸，说：许老师，我本来就不想自习，你让我回去吧，我弟弟妹妹在家，我不放心。达瓦老师会在你家看着他们，直到下晚自习，你不用担心。许南恒平静地说：你要是看不进去书，就老实坐在这，这是课堂规矩，你就算出去打工也得守规矩，不是吗？这说服了周阳，周阳老实了，坐在那儿翻语文书。许南恒继续改卷子，他改数学卷和英语卷，午休的时候把物理化学改了。村庄学校没有实验室，他们的物理化学实验要去县城里做。教室里只有翻书和背书的声音，统一的校服，埋头苦读，和北京的晚自习好像没什么不同。许南恒之前实习的时候会帮忙看晚自习，如果卷子的内容不是初三知识，就更像了。日落后，夜幕低垂，天上星光，地上灯光。许老师跟在这11个学生后面，看着他们回去各自的家。村庄不大，挨个送了一圈，也算摸了一圈他们家门。最后折回学校。回去学校的路他走得慢悠悠的，这2天一直伏案，这儿没有健身房，也没有游泳馆，湖倒是很多，但他尚不敢在湖里游泳。村庄照明不足，但星月高悬，干净的大气，近距离的天空，倒也不是很需要路灯。许南恒尝试用手机给星空拍照，但怎么都拍不出肉眼所见，遂放弃。临到快走到学校，许南恒朝小医院的方向看了眼，医院有些窗户亮着灯，不知道方时优是不是在加班。他在这儿唯一的熟人，老乡，甚至在照顾着自己。其实这个时候他挺想家的，村庄的泥瓦砖房几乎不隔音，把学生们一个个送回家后，简陋但温暖的房子里传出来欢乐的说话声。尽管他们说的是藏语，许南恒听不懂，但家中老人和弟弟妹妹们欢欣的语气他能听懂。而此时此刻，在这里与他有唯一联系的人就是方时优，他们都是北京人，都是来援藏的，并且他们都一样，希望学生走出去，希望病患来医院。他忽然有点想给方时优发个微信，倒不是有事儿，随便聊2句也行。他在这儿举目无亲，感觉到有些孤独。这是许南恒第一次萌生出这种情绪，或许是因为从小到大没有离开过家，连大学都是在北京念的，眼下在3000多公里外的异乡，忽然之间格外想念一碗打卤面或者麦当劳。饿了。许南恒抿唇，加快脚步。宿舍里有方便面和零食，他同时计划着等到国庆假期要去市里买个空气炸锅和半成品薯条。许南恒从不亏待自己，并且他绝对是个包容自己的人。比如布达拉宫太高，不爬就不爬了，坡上的寺院海拔也高，不逛就不逛了，人没有必要把自己逼得太狠。许南恒吃饱后缩进被窝里，这夜他做了个梦，梦里梦见了初中时候。那天是个无人看管的自习课，班里几个混小子直接跑去操场玩了，他们教室在2楼，可以直接看见篮球场。班里的男生在自习课溜去操场打球时有发生，学生时代男孩子的情谊有多坚定，就看他们翘课打球上网会不会喊上你。而许南恒没有，一次都没有，原因无他，他们学校教导主任和许南恒的父母有交情，他们校长是许南恒他姥姥曾经的下属。这样的孩子就差脸上写着我会告状4个字了。他人缘并不好，普通同学认为他高不可攀，京城少爷圈他又不感兴趣，久而久之就算了，不如回家跟他姥爷喝一盅。梦里那些咚咚的篮球砸地板的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淡。梦里他坐在靠窗的位置写试卷，教室里越来越空，大家先后离开了，没有人过来叫他一块儿。许南恒不在乎，他独来独往惯了，越这样就越不会有人来靠近他。梦里的教室彻底空了下来，然后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坐到他旁边，偏头朝他笑，说：许老师。那人又改口：啊不对，这个年纪应该叫你许同学。梦里许南恒对他说：
随便叫，爱叫什么叫什么。那还是叫徐老师吧。白衬衫男人说，徐老师，你感觉怎么样？许南恒做卷子呢，这人一直在旁边讲话，他蹙眉，我感觉你很吵啊，方大夫。哎，方大夫为什么会在班级里？许南恒停下笔，慢慢扭头打量他。方时优还在问徐老师，你怎么样？徐老师。方时优环过他肩膀，让他上半身稍微靠在自己臂弯。醒醒，徐老师。许南恒先睁开了眼，但视线不聚焦，模糊的有点像不停对焦的镜头。紧接着方时优又说，吸气，徐老师。他照做，吸了一口气，再吸。方时优说，徐老师。旁边又有个声音，小姑娘的声音，有点焦急，问方医生，徐老师没事吧？方时优说，没事，他是高反了，头晕，加上他本来睡眠就深，所以才没听见敲门。如果许南恒没听错的话，说话的小姑娘是达桑曲真。他微微蹙眉，看向这两个人。方时优正坐在床边环着自己，拿着个氧气罐对着自己的脸，一旁站着的达桑曲真一脸担忧，凝视着许南恒。终于许南恒缓过来劲儿了，他拍拍方时优的手背，示意自己想说话。方时优挪开氧气罐，给他解释，你半天没去上课，曲真上楼来找你，敲门没人应，他怕你出事儿，几个男生上来把你们踹开，发现你昏在床上，然后去医院找我的。什么急事儿啊？许南恒无力的问。方时优眨眨眼，说他喊你上课呀。许南恒一时半刻没反应过来，缺氧导致他当下的记忆碎片化。他的记忆停留在昨晚下晚自习挨个送学生们回家，自己回来在学校食堂煮了个面，然后吃完上楼。于是说，我不是刚下课吗？怎么又上课？西藏生活节奏这么快吗？第17章，事情是这样。许南恒通常是7点20分到班级，第一节课上课之前，许南恒会坐在讲台，和在北京的时候一样，看早读的时候进来一个学生互道早上好。而今天已经7点半了，人都到齐了，还不见许南恒。于是大家建议班里学习最好的达桑曲真去找一下。曲真知道许老师住在学校的教师宿舍，就在次仁老师的宿舍旁边。他上楼后敲门，敲了好一会儿，有几下子拍门已经重得像讨债了，里面还是没动静。曲真下楼回班里，跟同学们说许老师屋里没人应，也说了自己敲门敲得非常响。同学们忽然就慌了，有人说该不会出事了吧？有人说许老师会不会在里面病倒了？这群初三生莽的都忘了先去一班找达瓦老师求助。周阳翘着二郎腿呢，把后排男生一招呼，羞得跑上2楼。周阳觉得曲真大约是敲门不够响，即便曲真很笃定自己用力了，周阳还是觉得一姑娘能有多大劲。周阳把那门板捶得都哆嗦了，里面许南恒还是没动静。曲真可愁坏了，差点掉眼泪。周阳把嘴里瓜子皮呸的吐出去，极具爆发力的一脚，砰把门踹开了。几个学生连忙跑进去，见许南恒昏死在床上，周阳震声道：“去叫医生。”这动静终于惊到了一班上课的达瓦老师。达瓦老师跑上楼的时候，曲真正好下楼，他抓住达桑曲真问怎么回事，曲真着急忙慌的说了句许老师晕倒了，然后窜下楼跑向医院。直到方时优过来，达瓦老师才安心，把堵在走廊往许南恒屋里瞅的孩子们赶下楼，让他们回班里自习。方时优把氧气罐又捂上来，说：“你是缺氧导致意识模糊，你不是刚下课，这会儿已经晌午了。”许南恒就这么歪在他怀里吸着氧，听着方时优说话。方时优把他手指头上的血氧仪摘下来，说：“血氧太低了，你得去医院吸氧。”许南恒抬起手，方时优以为他要跟自己说什么，遂低头。然而许南恒指了下达桑曲真，曲真走过来看着他。许南恒虚弱着断断续续的说：“你坐标上三条抛物线都画对了，问你 A 越怎么样，开口越小，图都画对了，你字儿给我写反了。”
达桑曲真哑然，抿了下嘴。这姑娘摸底考2个班里数学考得最好的，许南恒对她寄予厚望，结果姑娘犯了个低级错误。方时优扭头跟屈真说：“下楼自习去吧，别再给七贝过去了，本来就喘不上来。”屈真嗯了声，扭头溜了。方时优叹了口气，转而顺了顺许南恒后背，说：“你再吸2口，看看能不能走路，不能走的话，我背你去医院。”方大夫。许南恒刚才是靠在方时优手臂上，他努力坐直起来，尽管气儿都喘不上来，但依然坚强的向床尾爬行。方大夫。方时优以为他是拉不下颜面，不想让学生们看见他被人背着的窘迫模样。他那爬行时候坚毅的眼神仿佛在说：“我就是爬，也要自己爬去医院。”方时优刚想说搀着走也能走回去的时候，许南恒爬到了床尾，抓住外套说：“就拜托你了，好吗？一生善待自己的人民教师。”且方时优发现他爬去床尾不仅是为了拿外套，还有一个 iPad， 他检查了一下 iPad 壳里的笔是在的，再将它拿好。方时优把他背了起来。许老师偏瘦，平时因为坐着低头写字，为了颈椎腰背，唯一的锻炼内容是游泳。健身房年卡没练出多漂亮的肌肉，也没达到多少的体脂，主要许老师太懂得对自己好点，稍微累点就冲澡回家。背到1楼的时候，方时优明白这老师是真的不在乎自己被学生看见这么羸弱的样子，因为许南恒趴在他肩膀拍了拍他，气若游丝道：“背我去后门那儿，我偷看一眼后排那几个臭小子。”方时优差点笑出来，说：“我读书的时候最怕你这种。”哎，对了，许南恒说：“许老师专治你这种。”许南恒从后门的窗户那儿眯着眼睛扫了一圈，今天这些孩子都算不错，要么背语文，要么背英语。许南恒基本满意，说：“行了，走吧。”今天这么一折腾，激发了不少学生内心的柔软，譬如周阳在那趴着看藏语文。因为一班的达瓦老师说了句话，说许老师大老远从北京过来，身体这么差，还坚持要补课和晚自习，大家断不能辜负他。想来也是，这老师看着就瘦条条的，吃饭也只吃1碗。周阳到底年纪摆在这儿，他只是皮了点，不是不知好歹。方时优扶着许南恒躺上病床，打开床头的氧气，说：“先吸氧，我给你量个体温，你是空腹吗？”许南恒点头。好。方时优说：“我叫护士来给你抽个血，应该只是高反，但今晚你住这儿观察吧。”不成啊，我下午要讲卷子。许南恒说。方时优看了他一眼，拿起床头柜上的查房表，在上面签名，说：“你要讲卷子，我帮你把学生叫过来，围着这床听你讲。”许南恒嬉皮笑脸，可以吗？方时优斜瞥他一眼，没出声。签完查房表，又在床头牌签了主治大夫的名字，在病患一栏写上许南恒3个字。我出去拿体温计。方时优说。片刻后，方时优和护士一起进来，护士端着抽血的东西，许南恒拿来了耳温枪和听诊器。哎，这不是许老师吗？护士认出他来了，怎么了？哪儿不舒服？高反了他。方时优俯下来给他量了一下，没有发烧，又用听诊器听他心音和肺音，看来是单纯的高反。护士轻声笑了笑，去病床另一侧给他胳膊绑好止血带，摁了摁血管。许南恒挺害怕针头的，正好方时优的听诊头按在他心脏。护士把采血管拿出来的时候，他心跳骤然加速。方时优看向他脸，表情有点紧张。许老师。方时优站直起来问：“这次摸底考成绩怎么样？”说到这个，许南恒有点劲儿了，和我预想的一样，有初一初二底子的人太少了。达桑曲真算好点的，150满分的数学卷子，他考98分，全班最高。疼。许南恒瞄向左边胳膊。护士知道他是老师，所以去扎左边胳膊，有的人抽血后会酸痛，这样也是为了不影响他右手写字。护士笑了下，疼哈。好了，已经抽好了。说完，护士照常拿棉签给他摁着，
摁上了才想起来，哟，该拿那个贴的，你没劲儿摁吧？我来。方石优绕过来，在护士摁着的棉签上跟护士衔接了一下，帮许南恒摁着，顺势在病床边的凳子坐下了。许南恒偏头看着他，你拿个胶带给我贴上就行。这得用点力气，没事，3-5分钟就行。你没事吗？今天？许南恒问，别耽误你坐诊。方石优摇摇头，今天没病人，没事，来人了，护士会叫我。谢了呀。许南恒弯起唇跟他笑笑，我来西藏这么久，竟给你添麻烦。不麻烦。方石优也朝他笑笑。一想到自己都来这么久了，许南恒一蹙眉，问，哎，对哦，我都来快1个月了，我怎么这会儿高反了？我从青藏公路过昆仑山也没高反啊。方石优舔了下唇，说，高原反应这个东西，它本身就因人而异，没有规律。有很多人到高原之前吃了很久的红景天，可能像你一样开车过来，慢慢升海拔，但还是会高反。通常来讲，到高原之后的1个多月之内，都有可能出现高反症状。哦，许南恒了然，我之前还以为我天选之子。方石优很赞同，点头道，你确实很神奇，我很少见到刚来西藏不仅没高反症状，而且还能抽烟的人。是吗？许南恒说话还是发虚，但不影响他语气骄傲，应该不是我神奇，是人体神奇。这一点学医的方大夫很赞同，他握着许南恒的左边胳膊，摁着棉签为他止血，眼睛看着他的脸，说，人体最神奇的是大脑，人类的大脑有超过1000亿个神经元细胞，恰好银河系也有超过1000亿个恒星。医学为了看清大脑，付出了与天文学看清银河系差不多的努力。好像还是有点缺氧。许南恒听着方石优说话，感觉晕晕乎乎。他不是听不懂的那种晕乎，而是一种飘忽。或许是因为这病房里另外2张床是空的，让这里形成一个2人空间，也或许是因为他梦里梦见了方石优，此时看着他，有一种梦境现实交错的感觉。许南恒问，我之后还会高反吗？不一定。方石优说，这次你是发晕，其实屈珍不来叫我，再过一会儿你自己也能醒，不用太害怕。许南恒点头，给屈珍吓坏了。他最恐慌的应该是你都晕成那样了，还能想起他卷子上答错的题。方石优说。许南恒抿唇垂眸，这一点他承认，早上看见达桑曲珍那张脸他就来气，说，那题不写错就101分了，就当他101分呗。方石优说。说完，他挪开棉签看了眼，已经好了。他站起来将棉签丢进垃圾桶，问，你驾驶正在车里吧？在。怎么？我去帮你挂号，再开个验血单，得用你身份证号，我照着驾驶证打。方石优说，你最好再睡一下，等血常规出来了我再过来。许南恒点头，有事儿打我电话。方石优说。方大夫。唉。许南恒，等回了北京，咱俩真得找个地儿好好吃一顿。一定。方石优说。第18章，许南恒这次突然的高反引起了校长以及其他老师的重视。索朗措姆和次仁老师这天上午去了县城初中，商量好了为村庄学生借用化学实验室的事儿，回来就听说许南恒进医院了。校长吓一跳，还好达瓦老师说了没什么问题，只是需要吸氧。这样一来，周六达瓦老师和索朗校长补课，许南恒与另2位老师去学生家里帮忙做农活的计划，大家都觉得许老师还是别去了。大家会下意识的认为高反的人都很虚弱，且会虚弱好一阵子。况且许老师都被送去医院了，不到万不得已，谁去医院躺着呀？此时医院躺着的许南恒睡着了， iPad 压在他肚子上，修长漂亮的手指间无力的夹着一根 Apple Pencil， 看上去是在 iPad 上写着东西的时候睡着的。索朗措姆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3点多，他和次仁老师一赶回来就来了医院。索朗措姆没有第一时间问许南恒在哪间病房，
而是去找了方时幽。方时幽诊室门开着，里面就他一个人。方时幽简单给索朗错母讲了许南恒的情况，其实就是普通高反。他作为医生的建议是许南恒住院一晚，以防万一。他也让校长不必担心，顺便询问了卓嘎复查的情况。两个人在诊室稍微聊了一小会儿，接着索朗错母就要回学校去给学生们准备晚饭。方时幽在进去病房的时候，看见的就是熟睡的许南恒。之前带着血常规单子进来的时候，他还在 iPad 上写着什么，这才1个钟头过去，睡得那叫一个香。他穿一件长袖 T 恤，可以清晰看见他胸口，两臂压着的棉被随呼吸起伏。青年酣睡着，窗外阳光慵懒，微风徐徐，病房的窗帘像被风推着荡秋千。片刻的宁静后，病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方时幽回过头，进来的人是杨锆，杨大夫也是元藏医生，不过杨大夫是从四川来的。你在这儿呢？杨锆是正常音量说话。山腰底下这几天开始挖隧道了，主任说这边小医院估计要忙起来，下周我和高医生留在这，你回县医院。高医生是本地医生，这个小医院从前是卫生所的时候就在这给村民看病。方时幽不假思索说，别让高医生回县城，我跟你在这。啊？杨锆疑惑，确定？到时候可都是清创的缝合的，累够呛。没事。方时幽说，我留下，正好中山那边来了个神经外科的主任在县城做手术，让高医生跟着多看看。杨锆回忆了一下，哦，对，也行，那就这么定了。哎，你在这病房看谁呢？杨锆站的地儿是病房门口，也是病房的卫生间门那儿有个转角，看不见病床，于是他探了个头。探头瞧见许南恒，他问，这不是那老师吗？他怎么了？高反，带过来吸氧。杨锆一眯眼，直觉告诉他这有点微妙，于是问，你这下周留在这儿，不会是为了顺带照看这位老师吧？方时幽平时院里的人际关系很简单，他走着医学生一条中规中矩的路，在院里跟着自己的老师。平时院里同事们的聚餐活动都坐在边缘位置，不出挑也没有太沉闷。不过因为方时幽长得够帅，面部线条流畅，眼窝偏深，眼部轮廓偏狭长，同人是较浅的琥珀色，显得有些凉薄。而他年纪也刚好，再多1年就30，年轻有为，自然说轻的也不少。方时幽呢，无论来说的是谁，有一回主任想给他介绍，他都用着统一的说辞，太忙了，想事业为重。杨锆早他1年进医院，就是知道他秉性如此，所以当初听说他在109国道上了陌生人的车才那么意外，眼下就更意外了。杨锆是胆囊外科的大夫，在北京的时候俩人在急诊配合过一次，他去帮方时幽的病人做腹腔镜，那时候认识的。杨锆见他沉默，抬抬下巴，意在追问。方时幽瞄了眼病床上的人没动静，回答说，是啊，想照看着。杨锆默默深吸一口气，然后憋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OK， 你开心就好。杨锆过来找他就是为了说这个事儿，考虑到山下面挖隧道是一个大工程，隧道工程就难免有磕的摔的，甚至骨折，所以原本2周过来轮值的医生再多待1个礼拜，保证医疗人员充沛。这样一来，这周小医院就热闹多了，当地医生和元藏的医生，还有半个护理组。方时幽走到病床边看了他一眼，其实方时幽不知道他醒没醒，毕竟这老师睡眠质量他见识过。然而眼皮下眼球动了动，又动了动。虽说人在熟睡的时候眼球运动是正常，但方时幽却感觉，只是感觉，没有依据，他感觉许南恒醒了。果然许南恒睁眼了，不过他睁眼的方式比较可爱，先睁开右眼偷瞄，准备暗中观察，结果一眼就看见悠闲立于床侧的方时幽。许老师嘻嘻一笑，2只眼睛都睁开了，劳你费心了，方大夫。接纳了另一个人后，许南恒会非常真诚，这是他的优点之一，当他接纳了另一个人之后，他会很真诚。
他本来就不是扭捏的人，所以跳过了方石优的试探，也跳过自己的要不要假装什么都没听见。还好，方石优说顺带的事儿。许南恒想坐起来，但碍于氧气管，于是说把我氧气管拔了吧。此话一出，二人对视了一瞬，然后同时噗的笑起来。这句话实在太地狱了。方石优说就给你吸2个小时，中间看你睡着了就没动你，早停了。哦，许南恒点头。方石优走过来帮他摘掉管线，然后听诊器戴上，坐直我听一下。许南恒挺直上半身。方石优和对待所有病患一样，听诊头按在对方的胸腔。只是许南恒坐直后，微妙的和方石优几乎是面贴面的距离。这是个巧合，因为方石优本来就站在床侧，他也只是坐直起来。又碍于听诊器它本身的长度，方石优需要弓腰，俯身下来后，许南恒能闻见他身上的消毒水味道。许南恒样貌清俊，有着恰到好处的双眼皮，他面相没动，眼睛不动声色的看向方石优，鲜密的睫毛微微颤动，然后立刻看向别处。因为方石优的听诊器从他后背挪到了胸前，说心慌吗？听着挺快的。稍微。许南恒抿唇，其实不是，刚才还好好的。方石优低身下来靠近之后才跳得懵了。方石优微微蹙眉，晚上还是住院吧，观察一晚。啊！许南恒连忙拒绝，不成，我晚上看晚自习。方石优表情没动，略凶，虽然我说了不用害怕，但你不能一点不当回事。你这次高反多半是因为频繁的爬楼梯，按理说你在高原地界走平地都应该慢慢走，甚至不要洗澡，你还回去爬上爬下。许南恒眨巴2下眼睛，看完晚自习我再回来。可以。方石优挪开视线。晚上许南恒回来医院，没睡病房，睡的是方石优的休息室。方石优在外面值班，他在休息室里又看见了那条哆啦 A 梦珊瑚绒毯子，更加笃定方石优是走哪儿带哪儿。那条毛毯呈竖条状摆在床的里侧，靠墙。许南恒睡下后发现，这样刚好侧躺的时候，手可以搓着毯子，挺助眠的。他原想在医院里用淋浴洗个澡，他这些日子都是用盆浇着洗澡，十分想念淋浴，但方石优不准，因为高反的人洗澡会晕。许南恒住院这事儿在学校里所有人都悬着心，尤其学生。同学们已经将这位北京来的支教老师盖棺定论为身娇体弱的城里人。好处是以周扬为首的那群臭小子老实了，坏消息是原本教室里卓嘎是身体素质的底线，现在大家觉得许南恒跟卓嘎差不多了。体现周五最后晚自习的时候，洛桑拉姆上讲台来问题目，许南恒喝水的时候不慎呛了一下，咳嗽起来，给拉姆吓得羞得站直起来，打嗓取针，差点轻车熟路跑去医院叫人。然后到了周六，按照最开始的排班，这周六由达瓦老师和次仁老师为学生补课，上语文、英语和史政。而那位身娇体弱的城里人，周六出发去村后的牛棚之前，索朗校长叫住了他，说：许老师，你身体好些了吗？要不你今天留在厨房刷锅洗碗吧。许南恒实在受不了了，他紧紧攥着手里的铁锹，索朗老师，我真的没那么弱，我可以去的，我完全可以的，我这次只是意外高反了那么一下。虽然被背着去医院，显得命不久矣。无论如何，这周六帮忙补课学生做农活的人依然是许南恒以及布真老师。2个人扛着锹去了村后，去打理牛棚。布真老师说他念大学的时候去过北京，和他闲聊了几句，说在北京喝了豆汁，至今未能忘记那个味道。许南恒哭笑不得，我也不爱喝那个。布真老师很诧异，是吗？我以为每个北京人都喜欢喝豆汁。许南恒摇摇头，我连那味都闻不了。哈哈哈哈！布真老师笑起来，哎，你过来这边会觉得落差很大吧？毕竟是首都来的。许南恒继续摇头，还好，我在北京其实不太爱出门，
大城市元素在我这儿就是24小时外卖，随时有热水以及流畅的网速。布真老师听着又笑，你还挺，怎么说呢，让我感觉不太一样，就是跟我理解里的大城市的人。是吗？许南恒挠挠头。已经走到牛棚了，闻见了浓烈的牲畜味道，许南恒抿了抿唇，将手里的锹握得更紧。哎，布真老师跨过地上的杂物，说方医生也在这。许南恒歪头看过去，看见方时优穿着白大褂和一个护士并排站。听见布真老师叫他，方时优回过头也看见了许南恒。许南恒这贫嘴一半惊讶一半夸张的脱口而出，哇，牛病了你也能看啊，太厉害了吧。方兽医。方时优凝视了他片刻，然后平移挪开一步，他背后是被他挡着的一位坐在凳子上的老人家。方时优介绍道，看的是这位达桑曲真的爷爷。许南恒，不好意思。第19章，许南恒真的感谢祖国这幅员辽阔的领土，3000多公里外的藏族老爷子他听不懂汉语，否则许南恒这会儿真能把裤腰带解下来挂在牛棚梁上悬梁自尽。真的不好意思。许南恒双眼无神，想死的心已经召唤了50万朵100万吨乌云，等会儿下的雨能淹过喜马拉雅山。方时优旁边的护士掩着嘴笑，方时优也只是轻笑了笑，俩手揣在白大褂兜里，说没事儿，听不懂。啊。许南恒机械地点点头。行，我们就先走了。方时优说去下一家了。许南恒点头嗯了声，接着方时优朝牛棚背面的方向喊了句周阳。牛棚背面的小伙中气十足的应了声，然后利索的从一大捆粮草上蹦过来。方时优在他后背拍了下，劳驾你把去真他爷爷背回家去，谢了。哎呀，方医生您客气什么？周阳笑盈盈的说。许南恒发现这小子不上课的时候是真有活力，眼睛亮的跟他那盏台灯似的。想到台灯，许南恒又看了眼方时优。方时优向他挥挥手，走了呀，你加油。好嘞。许南恒扶着铁锹。布真老师说，援藏的医生们定期会在医院辐射范围内走访村民，尤其接受过治疗的村民，医生们会了解一下他们恢复的如何。许南恒想起那天晚上方时优给他送水果，他们坐在一班廊下的对话。在偏远地区，教育和医疗一样，需要人一点点地去渗透，身体力行的去改变人们的观念。他想起达瓦江措老师的父亲，老爷子拄着木棍也要出来看看青稞肥料和粮草，老爷子又何尝不知自己需要休息，学生们又何尝不知，考出去就算看看外面大城市也是好的。但就像达桑曲真，父母外出务工，他若是考得远远的，又怎么能放心？任重道远这个词，这回许南恒是真的理解了。整个周六从早到晚，清理牛棚，把肥料背去田地，再折回村子里，因为天气预报有大雨，要将屋顶多铺一些防水布。这一天下来，许南恒回学校里吃了2碗半的饭，他也算是知道了这儿的学生们一顿能吃2-3碗的原因。他今天实在不想用盆接水洗澡，吃完晚饭给方时优发了条微信，他说他想去医院洗澡。方时优那儿来了个羞隧道的，大腿被钢钉划了个大口子，他忙着缝合，没看手机。许南恒到医院的时候，方时优刚缝好，从清窗室出来，把乳胶手套扯下来丢进垃圾桶，偏头看见他拎了个包过来了。有哪儿不舒服吗？方时优问。浑身都不舒服。许南恒讲话没劲儿，他见方时优眼睛里是真的担心，又赶紧说，哦，不是那种，我就是想借淋浴洗个澡，可以吗？方时优点头，你去吧，休息室走廊转弯的那个卫生间。缝合的伤者疼得脸煞白，腿走不了，坐在床上推出来的。伤者是中年男人，苦着脸问他，医生，请问一下，破伤风一定要打吗？那个钉子是新的，没生锈，也要打呀？这一针要好几百呢。
方时悠知道他是觉得破伤风太贵，便直接说：“你这是可以报工伤的。”我晓得。男人带着些川渝口音，挤出个不太好意思的笑。可是月报销，这个月的工伤下个月才报。这种情况方时悠在贫困地区碰到太多了，他只叹了口气，说：“我们这有不到100的，条件允许的话，还是打1针。破伤风疫苗是患者自愿接种，而在医生建议后拒绝接种的话，只要签一张告知书即可。”方时悠也明白他们的难处，几百块放在部分人眼里可能仅一顿饭钱。都说做医生的要凉薄些，共情能力不能太强，否则会把自己搞得很痛苦。但站在这个位置上看着这么多因一点钱而无可奈何的情况，又有几个人能真的心如磐石？工人大哥左右为难了好一会儿，才点头。他这一点头，方时悠才松了口气。另一边，许南恒站在热水里淋着，久违的花洒，氤氲的淋浴间实在让他感慨，人真是由奢入俭难。他这个澡洗的比平时久，毕竟不好天天过来借浴室，加上白天干活，身上头发上脏兮兮，他洗了2、3遍才出来。我差点以为你昏在里面了。方时悠在诊室里收拾他办公桌上的东西，说完抬眸看了眼许南恒。许南恒洗好了，头发吹得蓬松，换了套干净的浅青色套头卫衣和亚麻长裤，整个人看着都轻盈了很多。这么抬眸的一眼，方时悠差点忘了后面想说的话。许南恒嘿嘿笑了声，多洗了几遍，太脏了。哦，方时悠重新低头，把笔记本电脑的电源线拔掉，然后想起来他要说什么了。那个，对了，你买的咖啡机到了，在县医院的门卫那儿。好啊。许南恒说：“我明天去拿，正好礼拜天。”你可能拿不了，快递写的我名字，门卫应该不会给你。方时悠把电脑放进双肩包里，我周一回去，周一跟我老师查房，我有个病人出院，然后周2再过来带给你。许南恒，那也好。刚想添句麻烦你了，许南恒就站在诊室门口，后面有个人想进来，轻声说了句不好意思，让让。许南恒赶紧侧个身，和杨告四目相对，大眼瞪小眼，很眼熟。许老师紧急在大脑里搜索他怎么称呼，杨大夫。你好啊。哎，你好。杨告点头笑笑，你来的正好，许医生刚从县里过来，拎了一大包龙眼，你也装点回去。许南恒赶紧摆手，不用不用，我那水果还挺多，别放坏了。方时悠收拾好了，把包放在办公桌内侧地上，说：“就在这吃点呗，不是刚洗过澡吗？”被他这么一说，其实许南恒有点心动了。他洗了太久，这会儿要是吃几颗冰凉的龙眼，那可太舒服了。杨告拎着袋子进来，放在他办公桌上，看向许南恒：“许老师也是北京人吗？”看着挺像南方人的。哎，杨告闲聊着：“你家里都是北京人吗？”方时悠抓了一把龙眼朝外走。许南恒想了想：“啊，我姥姥是济南人。”嘿，杨告像是被我说中了吧？南方的。许南恒不解：“啊，济南？”方时悠走到许南恒身边，把龙眼放他手里，自己捏一颗，打趣道：“杨大夫的地理知识，贺兰山以南都是南。”许南恒跟着开玩笑的捧哏：“呵，天津也成南方城市了呗。”挨你。杨告听这俩一唱一和，笑道：“你地理好，齐齐哈尔的病患你说成呼伦贝尔。”方时悠抛了下手里唯一一颗龙眼，回头跟杨告说：“谢了呀，我把徐老师送回去。”好嘞。杨告说。说完纳闷，5分钟的路程还要送。这点许南恒也觉得从医院到学校有什么好送的。出来后许南恒说：“你别送了呀，这才几步路，顺便抽根烟。”方时悠说得很自然。许南恒把龙眼揣进口袋，今夜阴，看不见星星。方大夫低头，手拢着火机点了根烟，然后火机朝许南恒递了递，意在询问他要不要。许南恒顿了下，接过来了，没带烟。立群抽吗？
方时优拿着烟盒问。可以。许南恒捏一根出来，拿过方大夫的火机点上。今天上午太尴尬了。许南恒说。他说的是在牛棚那儿大喊了声方兽医。方时优便笑，还好，屈真他爷爷就算听懂了也不会计较，老爷子是信徒，很虔诚。说到这个，许南恒停下了。他家下烟，藏传佛教吗？对。方时优点头，很多藏民都是信徒，西藏是个有信仰的地方。许南恒重新咬上烟，看着他，没说话。方时优看向他眼里，佛教认为生命是轮回的，而信徒们相信我们在这个轮回萍水相逢，可能在其他的轮回里早已见过，所以藏民们会善待每个陌生人。我们在从前的、未来的轮回里，可能是朋友，也可能会是亲人。方时优接着说，你知道这都是谁告诉我的吗？许南恒回过神，烟已经自顾自的烧了一截，他夹下来，谁？你的学生扎西卓嘎。方时优依然看着他，他说他不害怕死亡，因为他相信在未来的轮回里，他还能遇见妈妈。我很喜欢这里，许老师。方时优换了个轻松的语气和轻松的眼神，他继续抽一口烟，说西藏让我觉得连生死都不是什么大事了。听他这么说，许南恒也放松了些，挺好，你们做医生的确实该生死看淡，不然多难熬啊。方时优点头，我也很高兴认识你。许南恒怔了下，夹着烟的手悬停在嘴边。其实有时候许南恒也能敏锐的嗅到一些他人的情绪，比如这个时候他觉得方大夫有点脆弱，甚至方大夫自己都没意识到他在暴露这些脆弱。方大夫说了这么多生死轮回，加上他是个外科医生，许南恒隐约猜到了一些，可能他今天回忆起了一些创伤。今夜是阴天，没有星星。许南恒舔了舔唇，还是挤出一个笑容，那拥抱一下。第20章，方时优从兜里拿出纸巾，把2根烟捏灭在里面，包起来揣回兜里。然后方时优先伸出手臂，他无比认真，并非许南恒想的那样，俩人抱一下，拍拍后背就好。但方时优很认真，他手臂绕过许南恒的腰和肩膀，但同时他很绅士，真的只是简单拥抱了一下。他只感觉到方时优的手掌上停留了片刻，二人便拉开了距离。许南恒的拥抱方式也很简单，他抱住方时优的后背，像抱着棵树，时尚。许南恒是刚洗过澡，身上有好闻的沐浴露味道，方时优生忍住了没有像个变态一样嗅他。方时优后退半步，礼貌的微笑说，回去早点睡，明天哪里酸痛的话记得贴膏药。送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后面走2步就是学校侧门。许南恒点头道好。晚安了，许老师。方时优说。方大夫晚安。许南恒转过身的时候，有一片阴云轻手轻脚的偷摸收拾下班，他后面摸鱼的晚星忽然没了遮挡，那星星跟灯泡似的，一紧张电压忽高骤亮。他这么亮，许南恒就很合理的注意到他。许南恒转过身的时候，抬头看了看那颗星星，然后回头笑起来说，方大夫，看，好亮的星星。他的发梢和卫衣的抽绳在晚星下晃了晃，方时优实在没办法挪开视线去看那颗很亮的星星。方时优盯着他，很僵硬的嗯了一声。周二那天，许南恒从网上买的咖啡机被方时优带了过来。咖啡机本体并不大，但许南恒为了一次性解决问题，咖啡胶囊买了不少，所以方时优直接把皮卡开到校门口来了。时间是下午4点10分，因为学校里只有2个班，都在1楼，他一眼望过去，2班是空的。方时优心道不对劲啊，这位徐老师听说大凉山补课了之后，恨不得让学生中午也别休息了，最好一手端饭碗，一手翻书看。所以教室怎么空了呢？他思索之际，还是先折回皮卡边上，把装着咖啡机和胶囊的巨大纸箱子抱下来，上去教学楼2楼，放在许南恒宿舍门口的地上。
方石优一愣，他刚将箱子放下，纸箱落地的同时，许南恒这个宿舍的门嘎吱打开了。他下意识以为许南恒在里面，可朝里一看，没人。再一想，他了然，这宿舍房门前不久被周阳踹开过，想来门锁的锁芯被他踹断了。方石优握住门把推拉了2下，果然是锁芯断里面了。他没进去，只在门口蹲下看了看，看见门边靠里的墙上有个凳子，想来许南恒是晚上睡觉就用这凳子抵着门。怎么说呢，看来许老师还挺没所谓的。这时候方石优听见后边操场有一阵欢呼声，他纳闷，难道今天许南恒不在学校，学生们自己溜出玩了？他犹豫了下，还是决定去看一眼，别等许南恒回来再气高反了。刚绕过教学楼，就看见2班的30几个孩子全在操场，几个玩弹珠的，几个跑步的，几个玩双档的。视线继续扫向操场另一端，他找到了欢呼声的源头，是篮球场。也是同时，方石优笑了起来，许老师啊，混在一群初3男生里和他们一起打球，倒不像他们老师，像他们高中部的学长。当然，村庄这里没有高中部。藏南高原日照强烈，许南恒戴鸭舌帽，一件棒球服场怀，100随他跑动跳跃而翻腾。他觉得许南恒有一种完美适配感，无论怎样的环境，他都轻松自在。方石优抬脚走过去，学校的篮球场没有围起来的铁网，刚走近，篮球径直飞向他面门，不晓得谁传的球，力道还不小。做医生的多要强身健体，尤其手术有时候动辄5、6个小时。方石优在北京会健身打球，抬手接下这一球，顺势自然的颠了2下。这球就是许南恒打过来的，原本想传给周阳，周阳没接到。许南恒第一眼有些意外，紧接着他对这几个打球的说，看，这才叫接球，你们一个个，我扔出去的是篮球，不是广东大蟑螂。球场上人笑作一片，许南恒把棒球服外套脱了，剩里面一件纯白 T 恤，朝方石优走过来。我这传给谁啊？方石优问。随便。许南恒拎着衣领子抖了抖，扔个最近的。方石优一眼看过去，得吉。哎，后者应声抬手，然后方石优把球丢过去。你怎么过来了？许南恒拎着外套往教学楼楼梯走，问完了反应过来，欧咖啡机，你不会特意送过来的吧？你告诉我一声，我去拿就行了呗，我先上楼喝口水。费那个劲，我车开校门口来了。方石优说，给你搬上2楼了。哎，你今天怎么大发慈悲，带他们在操场玩？许南恒的注意力被转移，听到这话题，弯唇笑起来，说，摸底考平均分比大凉山考得高，而且正好练练中考体育。恭喜啊！哎，还有你那门，我看也坏了。周阳给踹的，我昏过去那天吗？方石优问，你可以请索朗校长找个换锁的师傅。太费事儿了，我拿凳子抵着的。再说了，这边这么荒凉，等会儿。许南恒说一半，忽然停在2楼楼梯转角，眼神不对，聚精会神的像在感受着什么。怎么了？方石优不解。许南恒眯眼，怎么一股格外香的油炸物的味道？应该是在炸土豆。方石优说，藏族人炸的土豆特好吃，你今天有口福了，这么一袋炸土豆在拉萨卖10来块呢。方石优比划了一下，走。许南恒谁也不喝了，抓起方石优的手去看看。方石优忽然被他抓住了手，脑袋空了一瞬，什么都没想，就跟他走了。许南恒拉着他一路走到食堂，果然听见什么东西在油锅里翻滚的声音。他刚运动完，这油炸的动静对他来讲还得了。许南恒原本只是在厨房窗外偷看，视线一扫，看见厨房里面还蹲着俩姑娘，一人捏着个炸土豆片在吃。许南恒还没松手，拉着方石优直接进去，扎西啄嘎，达桑取针。炸土豆的索朗校长看见俩人闯进来，先愣了下，然后笑起来，完了，你们俩被许老师发现了。厨房里蹲在索朗校长后边的俩姑娘
就是他俩。索朗校长这边炸出来一盘，他俩就一人捏一片。俩人看见许南恒四只乌黑的眼睛同步眨了2下，然后羞赧的笑笑。许南恒义正辞严，要想人不知，除非一起吃。他训孩子的时候松开了方石优的手，方石优这才跟索朗校长点头打了声招呼。许南恒回过头喊了声索朗老师，然后问：这是今晚吃的吗？地上还有一大筐土豆。索朗错母说：对，先炸一遍，等开饭的时候再过一遍油。喏，你自己拿吧，吃好了就快走，别被其他同学发现了。许老师闻言立刻捏了灶台边盘子里一片土豆，然后蹲在扎西卓嘎旁边。没有调料的炸土豆也很香，外酥内糯。许南恒尤其爱吃薯条，这里的土豆有十足的日照，淀粉含量高，经油炸后香酥可口。许南恒咬到第2口的时候察觉不太对，扭头看这俩姑娘。曲珍端着一小碗辣椒面再战，而卓嘎拿着一瓶番茄酱。曲珍不爱吃番茄酱。卓嘎说：前边炸土豆的索朗校长说：对啊，你年纪小，你爱吃番茄酱。然后索朗校长回头，许南恒正捏着的土豆片让卓嘎挤番茄酱上来。你也小。索朗校长温和的笑着说道，然后他拿了个袋子，把这一盘土豆倒进袋子里，递向方石优：方医生把这些带回去吃吧。方石优推脱了2个回合，结果是不仅没能婉拒，索朗校长还多给了他一袋奶渣糕。他挺不好意思的，而许南恒这个时候全然把自己归为校方阵营，在那儿边吃边帮腔：拿着呗，客气什么，你白衣天使，别不好意思。方石优无奈的看了他一眼：那校长，我先回去了。方石优伸手和索朗错母握了握手。许南恒吃了2片土豆后站起来掸掸手，说送方石优出去。出来走到前院的时候，方石优假装逗逗他：还会送客，长大了呀。那个许南恒挪了一句，挨着他走，抬手推了下鸭舌帽的帽檐：你下趟什么时候去市里？山南市。方石优想了下：下周1早晨过去开会。能再麻烦你帮我买个东西吗？许南恒问。当然可以啊，你说。许南恒，帮我买个拍立得，我看了好几个淘宝店都不往县城发货。方石优说：好，要什么颜色的？还是说等我到了商场拍给你？许南恒俩手揣兜，西藏雪山多，白天的折射光强烈，让他帽檐下的下半张脸光影立体了起来。他不假思索的笑着说：蓝色吧，你那个哆啦 A 梦的蓝。方石优正然而后一笑：好。他把方石优送到校门口，扭头往里看了眼，孩子们都还在后操场，于是伸手：带烟了没？带了。方石优从兜里掏出烟盒和火机递给他。许南恒接过来：谢了，上根烟还是在你医院洗澡那天抽的。校园不抽烟？原则性这么强啊？方石优问：学生不在学校也不抽吗？许南恒点上烟，深吸一口：是啊，我这人虽然看起来不是很靠谱，实际上也懒散怠惰，但原则还是很坚固的。噗！方石优笑起来：可别这么损自己，你已经很不错了。许南恒笑笑，大约是在校门外抽烟，还是稍微有点不安，他把帽檐又压了压。这个咬烟压帽檐的动作被方石优尽收眼底，他喉结紧了下，然后上下滚动，强迫自己看向别处。好几天没抽烟的许南恒每一口都吸得微微贪婪，以至于没发现德吉跑了过来。主要这小子飞瘦，个头也不高，旋风似的从后操场直勾勾跑来大门口。德吉喊了声：许老师。许南恒一惊，瞬间把夹着烟的手背去背后，一个侧步转身面向德吉：怎么了？德吉，老师，自然老师让我来问问你，我们今天晚自习是上课还是考试？哦，这个。许南恒背后夹烟的手指晃了晃，他希望方石优能看懂，随堂小考吧。方石优看懂了，他上前半步，在德吉的视野盲区里将烟拿过来，夹在自己手里。
德吉点头道：“好，方医生，今天的奶渣糕是我二舅做好送来的，非常好吃。”许南恒的烟被拿走，大大方方的将手放到身侧。回过头，方石优已经咬上了那根烟，点头回应德吉：“好，谢过你。”那根烟被方石优咬在齿间，飘着一缕白烟。他跟德吉说完话，眼睛一直看着许南恒。第21章把方石优送走后，许南恒回去2楼宿舍，在门口就看见了一个高度到他大腿的纸箱子。他把箱子推进去，找了美工刀划开。咖啡机的体积并不大，普通的胶囊咖啡机，但胶囊非常多。许南恒这种咖啡怪物，一天3杯是基操。他收拾了一下，喝了2大杯水，许久没运动了，又是在高海拔地区，喝完水在书桌前坐了会儿，缓缓神。书桌上方石优送的台灯安静的和他对望，许南恒觉得有点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哪儿不对劲。他一直将方石优对他的友好归类于亲密朋友之间的正常交往，朋友之间互相照顾而已，但他毕竟是个成年人，有着最基本的亲密关系敏感度。以及那根烟，说实话，那根烟他当时是想让方石优先帮他拿一下，他不想让学生撞见自己抽烟。可他没想到方石优继续抽了，他在大脑里建设了无数个方石优这么做的动机。他不是16、17岁不谙世事的孩子，他不会用他只是习惯性的抽烟动作来劝过自己。因为这1个月的相处下来，他清晰的知道方石优是个靠谱的人，并且大约是因为方石优是医生，他看人的眼神总有一种穿透力，有着理智的冷静，所以他不可能是习惯动作去抽一根被自己抽过的烟。可能许南恒捏住拳头，可能是自己没有亲密朋友的这几年里，在亲密关系之间这种行为是正常的。时代在进步吗？或许人家觉得好兄弟就是要同抽一根烟呢。以前念中学那会儿，几个没零花钱的混小子偷偷抽烟，不也是你一口我一口吗？对，一定是这样。许老师说服了自己，然后下楼去喊学生们回来上课。来到西藏至今，许南恒已经明白了学生们的水平，基础太薄弱，所以进度不能太快。周5傍晚的教师会议上，布真老师和次仁老师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希望许南恒能减弱一下考试的频率。不少学生看见成绩越来越灰心，其实就连班里最好的达桑曲真，考出来的分数也只是超过及格线而已。许南恒拒绝了老师们的提议，他说从下周开始巩固所有人的错题、抄错题，把错题改个类型继续做，他不仅不会减缓考试频率，且下周要继续考。会议结束后，索朗校长把他留了下来。时间再走，去年10月初就开始下雪，时间走到9月中间，天气已经凉了。校长给他续了杯水，坐下说：“我能打从心底里明白你为学生们着想，但今天几位老师的建议，你确实应该考虑。”不行的，校长。许南恒说：“您听我算啊，现在是9月，马上国庆节要放假，紧接着12月底就放寒假了，一路放到3月份，这期间，许老师，我知道打断你很不礼貌。”索朗校长带着歉意：“你说的这所有，我真的都能理解。你是心急的，我也很急。你要相信我，我在这里这么多年，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学生们考出去。”许南恒抿了口茶，往往这类话后面会开始，但是索朗错目垂眸，手指在他的会议记录本上摩挲了2下。是的，但是他们首先要生活。德吉家的围墙被风刮倒了，牛跑了出去。他当时在晚自习，家里只有外婆，外婆和妹妹出去找牛，一直找到德吉下课回去，还有2只牛没找回来。天太黑，妹妹摔伤了右边肩膀。许南恒一时失语，而且牛不是他们家的，是别人付钱让他们养的，这是他们家的经济来源之一。索朗校长说：“许老师，我从不质疑你对学生的负责程度，但你对这里知之甚少，你需要适应。”屈真家里周6那天，一直帮忙看照老爷子的邻居去了县城，屈真在补课，帮忙的老师去找回来了德吉家的牛，以为爷爷有邻居照顾，结果爷爷饿了2顿。这才是你需要适应、需要妥协的环境。索朗错目惆怅的看着他，说：“许老师，你的教学方式我很感激，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这间办公室是教学楼里唯一亮着的灯，方时优能从医院的3楼储藏室看到这里。良久之后，许南恒沉默地站起来，对索朗校长点了头，一言不发地离开3楼办公室。他下去2楼，到宿舍里坐下，然后打开台灯，打开电脑，屏幕亮起来后，他又迷茫了，好像忘记了自己打算要干什么。另一边，方时优的视野里，3楼的办公室灯灭了，2楼的教师宿舍灯亮了一间。那天在校门口分别之后，他和许南恒之间的交流变得有些诡异。那天晚上是方时优先发了条消息过去，他在微信上说这阵子要降温，他周一去市区，要不要帮他买一条厚被子过来。许南恒当时回复他说不用了，下周要带学生们去县中学做实验，到时候他可以自己买。接着第2次交流是由许南恒发起的，他询问方时优这个跌打止痛贴贴几个小时要撕掉。方时优自己也很茫然，当时自己在干什么？许南恒只是不想让学生看见他抽烟，让自己帮忙拿一会儿烟而已，为什么要叼上继续抽？这和性骚扰有什么区别？方时优整理好桌上的东西，准备下楼。医院的3楼存放一些护理用品和办公用品，方时优抱着他需要的 A4 纸关灯下楼。然而刚走到楼梯转角，兜里的手机震动了下，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微信来自对面那栋教学楼。方时优单手抱住 A4 纸，拎着其他东西，他背后是已经关灯的3楼，面前有2楼的光。他从白大褂口袋里拿出手机，解锁微信上。许南恒，你这会儿忙吗？方时优看着这行字，一瞬间心里风雷云奔。很明显，许南恒想和自己聊一聊，但更明显的是自己慌了。他从来不慌，第一次上解剖课的时候他没慌，第一次在急诊抢救心梗病人的时候也没慌，这时候慌了。他像被同学通知老师叫你去办公室，前往办公室的路上无比忐忑。而现实是，许南恒确实是老师。方时优回复道，不忙。你说，没成想这不忙刚发出去，他下到2楼，将手里的东西放在护士台，这边放下，那边1楼上来喊了。护士，隧道工地送上来的工人，左半胸膛靠近心脏贯穿，1米多的钢筋从后肩胛骨穿出来了。边走边说。方时优收起手机，顺便从护士台下边拆了的口罩戴上。护士和他一起往1楼走，是工友开车送上来的，人还有意识，问了病史，肺部做过手术。打给县医院120了吗？护士，打过了，救护车再往这儿赶。消防打了吗？也打了，在路上。病患在抢救室里，因为贯穿无法躺下，方时优戴上手套进来的时候人坐着，满脸的恐慌，在看见白大褂之后，眼神变换了下，张了张嘴，但没说话，估计是吓傻了。方时优弯腰看了下出血状况，出血量并不大，看来工友们送过来的时候比较小心。门又开了下，进来的是杨告，2个医生都没有表现出诧异，护士已经剪开了贯穿部位的衣服。以前肺做的什么手术？方时优问。病患颤颤巍巍地说，肺癌根治术。左肺右肺？方时优问。上叶下叶？上叶。方时优站直起来，快速地对护士说，再打给120，说胸腔广泛粘连，左肺开胸病史，病人不能运送了，让他们掉头回医院，带2个外科医生和1个麻醉医生过来，只能在这取钢筋了。小医院里没有手术室。方时优扭头看了眼杨告，说只能用这个抢救室。杨告明白，点头。条件有限的紧急情况下，要救人就没得选。但还是杨告有些担忧，他用眼神跟方时优交流了一下。如果在这里等县医院的救护车，即便等待的时间里病人出了任何事情，那只能归结于意外，因为这里没有手术条件。可是一旦在这里实施抢救，给病人开胸取钢筋的过程中发生事故，那么病人家属可以追责。人推去拍个 CT。方时优说，抢救是消毒，
119过来切掉钢筋，就开始手术。杨大夫打给北京，问这种情况怎么给麻醉。等会儿，杨镐跟着他从抢救室出来，正好这会儿许南恒过来了，和抢救室出来的2个人打了个照面。许南恒猜到了可能有事儿，院里停着2台他没见过的车，而抢救室门合上之前，他匆匆一眼看见里面的人胸膛刺着一根钢筋。许南恒当即愣住，又看向方时优。许南恒说：“你先忙。”他在微信上发了，说见面聊。他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死结，而在这个境地里，他并非希望方时优为他提供一个答案，他只是想和方时优聊一聊。杨镐这会儿有点急，他拽住方时优：“不是，你等一下，你确定要在这里手术？做出事了怎么办？我们连个麻醉医师都没有，在这手术会不会出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绝对会死在被120拉回县医院的路上。”方时优笃定地说。杨镐啧一声：“你咒什么你？你没有判断吗？”方时优说：“胸腔粘连，目测离心脏不到2公分。你想一下，去县城那条路，除非他们开架直升机过来。”那也是。杨镐有些顾虑的看了眼许南恒，然后压低声音：“那也是我们按规章办事，他要是死你手上了，你也不用回北京了，留在这当藏医吧。”许南恒大约听明白了，其实很容易理解，就是最基本的责任划分。等待救援的时间里，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不妄动是合理且合规的。但这对于方时优来讲，就是见死不救，他做不到。许老师，方时优看向他。许南恒点头。麻烦你开着大巨顺着山路往县城方向开，中途遇见120就拦下来，让里面的医生上你车，你把他们送过来，救护车在这条路上跑不快，但是注意安全。方时优又补一句：“好。”许南恒应声点头，摸了下裤兜，车钥匙带着的，扭头跑出医院。方时优调整了一下呼吸：“杨大夫，我主刀，你一住，你去打电话，我去放射科看一下病人片子。”另一边，许南恒飞速爬上车，发动机也不预热了，冷启动挂档就走。这是奔驰 G63， 凉的发动机陡然被他踩一脚狠油门，发动机不仅没有震颤，反而兴奋了起来。他仿佛感知到了主人的意识，像是睡眼惺忪的汗血宝马，在得知要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之后，陡然热血沸腾。黑黢黢的大 G 开出医院，开向山路，驶向县城。人的情绪往往会被一个更大的情绪覆盖掉，许南恒现在就是如此。此时那些教学困境和心理斗争全部烟消云散，他真切地实质地感受到了生死面前无大事。他开上山路，这里不仅是非铺装路面，且因为常常塌方，来往这条路的司机都会在车里背着铲子，有时候小规模塌方自己就清理掉了，所以路面有一些我的底盘能过去就够了，而堆积起来的碎石。而大 G 不一样，大 G 很高，它不是车厢高，它是底盘高，甚至可以说大 G 的车厢是逼仄的，尤其它那个令人发指的后排空间，江湖人到大 G 的后排，狗都不坐是有原因的。就像许南恒前不久说的，奔驰做 G 级车的初衷是为了军用。许南恒扶着方向盘，车在路上晃得像喝前摇一摇。许南恒的车技是真的还可以，毕竟是富家子弟，7、8岁那会儿就在英国骑过小型摩托车。他踩着油门，开着双闪，让自己非常显眼。山路很窄，他必须谨慎着开。微妙的，他觉得自己正在和方时优一起救人，正在和他共同面对一个生死局，并且他知道，这个时候方时优也在面对一个困境，和自己差不多的困境。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方时优也是一样。许南恒清楚的知道，他不给学生更大的课程量，他们想要考出去非常难。方时优同样明白，在客观条件不允许，救护车已经在途中的情况下，他不能贸然为一个危重病人动手术。可是许南恒不这么做，他的学生就很有可能余生都在这座山里。
可是方石优不这么做，这个病人就会慢慢死在自己面前。藏南群山环抱，去到县城的山路有一段转弯上坡。许南横环山向上的时候，通过视野盲区后，另一座山在晚星下如大佛般垂眸看着他。因为是弯道，他鸣笛闪灯。不多时，他看见了前方拉着警灯的救护车。许南横立刻继续鸣笛，同时闪了几下远光。那辆救护车停了下来，小医院那边的护士打过电话说明情况。救护车里快速跳下来4个穿白大褂的人。许南横会意，原地掉头，然后下车给他们拉开车门和后备箱，因为他们还背着包，想来是医疗用品。快快！其中一个男人喊：露露，你坐前面去，我们在后面接。被叫做露露的女医生哎了一声后，赶紧去副驾驶，坐下后拽下安全带。许南横不浪费时间，也是立刻跳回主驾驶，系上安全带就全力返程。4位医生立刻电话联系了小医院那边，说他们已经坐上车了。大家没有打招呼，也不寒暄，一直在通过小医院护士的电话来了解病患现在的情况，因为需要所有医生都听见，他们开着免提。消防已经锯掉了前后暴露的钢筋部分，肌松药已经给了，目前没有气胸，但是左肺上叶和胸膜粘得太紧了。副驾驶的露露扭头说：延长切口呢？护士：是的，方医生还在做组织分离，钢筋的外膜有一片潜在组织里，病人心率131了，你们带血了吗？我们的血快不够了。带了。另一个医生说：你们那儿谁在麻醉？护士沉默了片刻，我。这下车里全沉默了。不过大家都很冷静，沉默只是片刻的。很快有一个医生说话了：好，没事，你看一下病人被刺穿的伤口那里有没有出血泡。护士没有靠近，伸着脑袋往里面看，说有。紧接着护士又说血压和血氧都在降，呼吸循环也不稳。这时候副驾驶的医生问许南横：请问还能再快一点吗？我们来的路太慢了，耽误了不少时间。没问题。许南横舔了下嘴唇，他的记忆力很不错，这条路刚刚跑过，现在是原路返回，他是物理层面的轻车熟路。许南横用自己能做到的最快的速度开到县医院，硕大的奔驰 G 级越野车直接冲进院门，车头几乎抵着门诊台阶停了下来。几个医生瞬间松掉安全带蹦下车，许南横去开后备箱帮他们把东西背进去。护士立刻迎出来，带着几个医生去刷手。由于没有脚踩的水龙头，是护士帮他们拧开，然后再去开抢救室的门。到这里，许南横能做的已经做完了。他呼了口气，在门诊大厅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他看着抢救室紧闭的门，忽然觉得这世界在冥冥之中有着定数。比如他在北京校内的留言，富家弟子轻松通过支教考核，致使他不要机票，自己开车从北京3000多公里过来，所以他才能在109国道碰上方石优，他才能和方石优做朋友，继而今天在漆黑的山路上紧急送这些医生来救人。这其中一个环节都不能搞错，世界真的很神奇。许南横倏然低头微笑了下。大约6、7分钟后，救护车到了，停在院子里。紧接着又3分钟的样子，似乎是里面那位病人的家属接到通知赶了过来。女人牵着2个孩子，后边跟着3个老人，泪痕满面。一进来，另一边坐着的送病换来的几个工友连忙站起来，用藏语说着什么。他们都是修隧道的工人，这就是索朗错母想让许南横明白的。学生们的家里就是这样的情况，他们的父母或在外地打工，或在工地上干活，家里的老人和弟妹需要他们照看。就像今天已经这么晚了，他们还在工地施工。抢救室里，支援的医生们包里带了血包，输血后帮助方石优继续手术，麻醉也由麻醉医生接替。方石优这边出血了，因为没有吸引器，全用纱布，视野不好。还好对方石优来讲，尚可以应对。线器械护士递过来，他做缝合，没有无影灯，
另外2个护士用塑料膜包着手机在打光。一位医生过来帮他找到了另一处出血点，同时说给2个单位的悬浮红。麻醉过来看了一眼，经验丰富的麻醉医生看一眼就知道不要紧。取出钢筋后还要做后续治疗，小医院里的药物储备和仪器不充足，约莫1小时后，抢救室门打开，病人连床一起推了出来。工友们和家属同时站起来，急切的上前询问情况。会说藏语的护士简单迅速的告知家属现在已经没事了。方石优的神色也比较轻松，和县医院来的几位医生匆匆握手，接着病人被推进救护车，家属跟着车一起离开小医院。整个过程许南恒都觉得好不真实，直到方石优带了些狼狈的站在自己面前，他才有一种踩在地上的踏实感。辛苦了，许南恒说。方石优挤出来一个笑，还好。急救手术在北京很常遇到，但北京医院的急诊条件要比这好太多，也没有这么多顾虑。2人相顾沉默了片刻，这时候杨告脱了手术衣走过来，重重叹了口气。杨告说，还成，生命体征稳住了，不是我说你啊，方石优，我知道你想救人，但是这儿他妈的，杨告指了下那个简陋的抢救室，你下次还是三思吧。杨告说完就走了，大约去休息室了。许南恒抬眼看着他，问，你会被调查吗？如果方石优舔了下唇，如果病人后续出事了，就会调查。不是说生命体征稳住了？许南恒看着他眼睛下方，下半张脸因为口罩闷出的一些薄汗。方石优点头，2人都站着，他在许南恒旁边的位置坐下来，2个手腕搭在膝盖上，说，钢筋穿胸腔，这个病人在左胸曾经动过手术，我不知道他肺部是什么状况，我甚至不知道他有没有条件做这个手术，后续会感染发炎，总之他后面出了任何事故都有可能会是我的责任。许南恒也坐下，看着他，净扯淡，你今天不帮他取钢筋，他就活不成了呀。听这话，方石优很短促的笑了一下，然后先抬眸，再扭头，也看着他，但事情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不是吗？许南恒僵了僵，是的，就因为这世界不是非黑即白，所以在人类社会中有着完满的规则体系，它像一本巨大的使用手册，里面条例清晰的告诉人们碰见怎样的情况要怎样去应对。但使用手册并不是标准答案，如果按手册上的做，今天方石优和该坐在这里等着县医院的救护车来把左胸插着钢筋的病人送上救护车就完事了，而不是消毒抢救室像战地医生那样不管不顾的给人开刀。不好意思啊，方石优又说，今天突发情况没顾得上你。你说这话不是折我应得吗？许南恒笑笑，我就想找你随便聊聊，还好我过来了。方石优看着他，还好你过来了。这句是真心实意，肺腑之言。他真的非常感激许南恒不是多么骄矜多么扭捏的人，即使2人都知道那天的氛围不太对劲，但许南恒依然愿意在这个周五晚上来医院找他。总之你放宽心。许南恒宽慰他，我觉得你没做错，规章制度固然要遵守，可能你会因为这件事情受处罚，甚至被开除公职，但见死不救的话，那还是医生吗？方石优很认真的点了点头，没事，类似的案例从前有过，病患生存率确实是调查的一项依据，但我也相信医院。他勉强向许南恒挤出一个笑容，希望他别担心自己。很快，没等方石优去休息室喝杯水，他手机就响了，是他老师打过来的。方石优接起来之前有些挣扎，他捏着手机边缘的指腹微微泛白。是许南恒在他肩膀按了按，他才划开接听。老师。方石优还和他坐在门诊大厅，嗓音阴哑，喉咙发干。对，当时送过来的时候有意识。问过了病人自己愿意手术，没签东西，来不及了。家属是手术中来的，等病人见到家属的时候就直接上救护车了，问了病史，左肺上叶癌根治。手术录了，是护士拿手机录的，3个机位。好，
谢谢老师，再见。电话挂断后，方时优面前递过来一个纸杯，是刚刚许南恒去倒的。他接过来想说句谢谢，但实在嗓子累，直接仰头喝光，抹了把嘴。许南恒重新坐下来，怎么样？方时优语气好多了，应该没事。我老师说，他得知我在这儿手术的第一时间就告诉北京本院了，本院那边理解我的做法，认为是紧急情况，但他们还是要看过手术记录以及病人的状况，再做评估。没关系，你如果今天不这么做，你会永远都过不去这道坎。许南恒说。是的。方时优笑了下，没事，这是我能力范围内的手术，但凡今天送来的病患是我处理不了的，我也会老实坐在这儿等救护车。许南恒伸手在他背后抚了2下，行，说话别哆嗦。噗！方时优笑出来，我不是哆嗦，我是冷的。啊！许南恒这时候才发现，俩人坐在正对着大门的位置。藏南高原夜里的冷风可不是浪得虚名，呜呜的往里刮。许南恒看向大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车就这么车头对着门停着，一扭头和大 G 的一组前车灯四目相对。方时优说：“去挪挪车呗，许老师。”好嘞。挪完车回来，许南恒准备打个招呼就走了。虽然有些晚了，方时优还是很想知道他今天想要聊些什么。许南恒说：“下次吧，今天大家都太累了。”这么折腾，一宿快过去了，时间是凌晨快到3点。和正规手术一样，抢救室的护士们在清点纱布和器械。方时优请护士们将手术录像发给他，他回到休息室后整理好视频，用邮件发去北京本院。许南恒已经回学校宿舍了，累了半夜，回去后沾枕头就睡着。倒是方时优说不担心是不可能的，他还没到30岁，在北京3甲考上了主治医师，可谓年轻有为。做了10年医学生，苦读到如今，他还不想这么早去卖煎饼。是方时优大学室友曾经的豪言壮语，要么进某某医院，要么在那家医院门口卖煎饼，因为感觉赚的差不多。这周末学校没有补课，所有学生正常放假回家。偶尔许南恒能听见村庄里摩托车突突突的声音，他在宿舍里备课。今天学校里没人，索朗错母给他留了些糌粑和牦牛肉干，糌粑当做早餐，他已经能吃得惯了，而且品出了其中美味，也晓得怎么捏糌粑了，手法日渐娴熟。虽然牦牛肉干相当费腮帮子，不过嚼着非常香。许南恒心里其实也悬着，虽然他自己打从心底里明白方时优应该做那个紧急手术，且不说从县医院到村庄那条山路有多坑洼，他头一次开，路不熟，开了3小时。当时是从县中学开过来，县医院能近点，差不多2个半小时。可纵然赶路赶2个小时，一来一回就是4个小时，那工人胸口插根钢筋，插4小时，钢铁侠差不多能活。许南恒算了一下，当时他开大 G 赶路，迎着救护车跑，接到医生再折回来，他提着速度开，来回差不多1个小时。周六方时优叫了许南恒来医院吃饭，许南恒也不知怎么出口安慰他。吃完午饭，俩人在医院后院抽了会儿烟，接着来病人了，许南恒就回来了。周日是方时优过来学校找他的，也是没怎么说话。过来的时候，许南恒在备课，电脑上挂着和几个支教老师的视频会议。方时优带了点水果，放在他书桌上就走了。北京本院将在周一给出定论，周一下结论的原因很简单，要看周末这2天里病人的病情如何。其实最本质的问题就是人有没有问题，无论是何原因产生的问题，方时优都必然脱不了干系。周一9点整，方时优邮箱蹦出来一封新邮件。方时优坐在休息室的床边，手指悬停在手机屏幕上，呼吸了一下，点开邮件。20分钟后，许南恒那弱不禁风的门被敲了2下后，自己打开了。敲门的人站在门口迟疑了片刻，好像这么迈进去实在是不礼貌。但方时优实在是想第一时间和他分享这个消息，想让他第一个知道。方大夫。许南恒端着刷牙杯从2楼上来，茫然的看着他，这么早。方时优比他更惊讶，
你起这么早？我刚看你没在上课，就上来找你了。别提了，我压根睡不好。许南恒走过来，我怕我一觉睡醒，收到你微信，告诉我过年你自己回北京吧，我就不回了，我在这儿继续无证行医奉献自己了。方时优和他对视了1秒多，然后弯起唇角说，医院回复邮件了，他们认为我正确判定病情，做出了正确的治疗手段。方时优补充道，病人也没事了，今天早上我老是去查房的，看了病理和影像报告，接下来观察个2、3天就可以出院了。许南恒一愣，接着松了一大口气，我操，虚惊一场。都说脏话了，可见是真的松了口气。接着许南恒走过来，伸出一条胳膊，快抱一下。他一手拿着刷牙杯，所以只用一只手抱方时优。可方时优是结结实实的把他抱紧了，很紧，紧到许南恒感觉自己被勒了一下，但也很快方时优就松开。方时优说，县医院的医生也帮我说话了，以当时的情形，病人插着钢筋送回县医院的话，肯定来不及。没事就好。许南恒拍拍他胳膊，挑个空咱俩喝一杯。好，多亏你也参与救治，到时候我请你。许南恒是刚刚在楼梯转角刷牙洗脸，他穿件短袖，发梢沾着水珠，站在走廊阳光里，好像下一句就要对方时优说，下午没课了，一起去打球啊。好啊。许南恒爽快地说。今天是周一，方时优要去山南市了，去开会，还要去给许南恒买拍立得。他在教学楼2楼跟许南恒挥挥手说再见，许南恒抛了个橘子给他。2个人都没有再提起那天那根暧昧的烟，而许南恒其实依稀之间也悟出了一些答案。此时此刻，1楼传出读书声，许南恒已在走廊护栏，他看着方时优走向校门的身影，听着学生们齐声背诵。之前他觉得他应该和方时优一样，拼尽全力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但他和方时优也不一样，并可以被治愈，形势却很难撼动。许南恒这趟来西藏，算是真实的认知到人类在形势之中的渺小，浮游汉术这个词，他算是切身的学懂了。思索之际，那边方时优回了一下头，抬头看向他。这俩人都不近视，视线交汇时都看见了对方眼神中的讶然。许南恒没想到他会回头，方时优也没想到他会站在那儿目送自己。于是视线交汇，他们看向对方，没有缓冲，没有时间反应，视线好似在空中相撞，如一场交通事故，双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双方都不知道当下该如何收场，二人呆愣愣地看着对方。这种情况就是看得越久越没有反应，事情就会越奇怪。接着2个人同时低下眼，选择了最狼狈的方式，收回视线，回头转身逃开了。一个逃去校门口的车上，另一个躲回了宿舍里。第22章，许南恒呼吸，再呼吸。好，没事，他宽慰自己，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次目光接触，就像大街上和别人意外对视之后的尴尬。所以我趴那儿看他干嘛呢？许南恒咬了下牙，心道怎么跟恋人分别依依不舍似的。他不是那么敏感的人，但再不敏感也能感受到刚才绝对有一些异样。许南恒没有类似的经验，这些莫名其妙的情愫对他来讲太陌生了，陌生到有点吓人。而许老师作为人民教师，进入北京本校后的培训课程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培训内容，就是学生早恋。此时此刻，他脑海里浮现出当时 PPT 上如何发现学生早恋，从哪些细枝末节来观察学生的早恋行为。当时的老师制作了一个动画短片，2个动画人物，一个学生趴在教学楼走廊向下挥手，另一个学生在楼下笑盈盈的抬头也挥手回应。他缓了一下，坐回去接了杯咖啡，而坐进车里的那个也没好到哪去。方时优关上车门，摁了2下才成功启动车，落荒而逃似的把车开走。按理说他今天要赶去山南市，有个会要开，但他知道自己这会儿要先坐下来调整一下，他完全没办法集中注意力。方时优车开进小医院，进去1楼，在护士台要了杯凉水，咕咚咚灌下去后没什么用。
他是心胸外科医生，他清晰的明白自己心动过速的原因。他没有恐慌，没有受到刺激，没有剧烈运动，但就是砰砰跳。坦白讲，方石优是花了那么10多秒才让自己相信这个现实。这对方石优而言是个漫长的时间，他是个善于面对自己的人。人们常说要敞开心扉，要认清自己。而方石优的职业使他敞开过不少心扉，虽然是物理层面，但他明白自己这过速的不是心动，是动心。方石优深呼吸，离开医院，坐进车里系好安全带，开向山南市。这天是礼拜一，许南恒的课在上午第3节。他抱着作业和教材进去教室，大家都被通知了取消周6的补课。从今天交上来的作业来看，1个多月的教学，学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成绩断层。好的很明显，差的也明显，尤其数学这科目几乎没有中游集团。数学这玩意学明白了就是明白了，没有差不多会了这个说法。许南恒喜欢这门学科，因为他在通常情况下会有着较为笃定的答案。数学真好啊，不会写往那儿一丢就完事，反正硬着头皮也写不出，让人怎么都心安理得。作业也呈现了这样的学科风格，大概就是不会写的就空着，空着空着，空成了一片。真是，许南恒微笑着看着学生们，给我减轻工作量的是吧？说着，小组长上来把作业发下去。许南恒是笑着说的，语气也轻松，底下学生跟着乐呵。和往常一样，讲错题，巩固旧知识点，上新课。许南恒选择了妥协，他觉得方石优有一句话说得很对，要先活着，才能好好活着。许南恒优化掉了自己的执念，他自己思考了一下，那并不是妥协，而是尊重。方石优抢救工人的那天，其实给了他勇气，或者说让他勇敢的接受了藏南高原贫困村庄的现状。现实即如此，他很渺小，他能做的也很有限。当然是他本人的能力有限而已。周一晚上，方石优给他发了微信，他没回。方石优尝试给他打电话，一直在通话中，是因为这位老师正在坚持不懈的企图说服他父亲考虑一下来藏南高原这边铺路修桥。所以说，富二代创业已经不是最可怕的事儿了，最可怕的是富二代为富一代做工程建议。许南恒他爸觉得荒谬至极。电话里，爸，在西藏修路那可是攒功德的，您做生意的不是最信这些了吗？我一个北京当地的工业公司，你让我去西藏干修路，许南恒你在你老子身上安的什么心？爸，您听我说。许南恒端起水缸喝一口。电话那边砰挂了。爸。许南恒一愣，哎爸，然后迅速拨回去，被拒听。再拨给他妈妈，接起来了，接电话的不是他妈，是他爸爸。你别往家打电话了，我看你支个教你支傻了你。不行你就在那儿皈依吧，逢年过节打个视频回来就成。不是，爸，我没让您亲自来做呀，您投资就行。这儿有道路建设施工的，您只要，爸。电话那边，许南恒他爸差点把手机扔小池塘里。许南恒知道这是没那么好商量，毕竟任谁听起来都很荒谬。高海拔低气压，大型工程车辆需要特定的人来驾驶，加上山多路窄，地质特殊，总之困难重重。许南恒何尝不知道，不过他也只是试一试。手机空闲下来之后，他才刚看见方石优发来的微信以及一些未接电话。他缓了口气儿，给方石优打回去。方大夫，由于许南恒刚在他老爸那吃瘪，语气有些颓，甚至隐隐的有些撒娇的意思。那个夫字被他无意识拖得有点长。方石优听得清楚，在电话那边无声的拎起唇角，问：怎么了这是？我劝我爸来我们村修路，未遂。方石优在那边无声张了张嘴，修路这么大的事，肯定不是电话里能讲明白的。我明白，我就是给他一个行动方向上的建议。方石优停顿了下，心道：那是你老爸，不是你麾下部将。那个拍立得给你买好了，
相纸买了2盒，但我明天临时被安排了个手术，周3也没法回去。广东中山过来的一位教授讲课题。许南恒抬完看表，说：“没事啊，正好明天下午我们带学生去县城初中做实验，我到时候去找你拿呗。”一听他要过来，方石优下意识按捺了一下自己，手握上医院住院部走廊的扶手，握得很用力，稳了稳自己的语调。哦，那行啊，明天我下手术了，给你发微信。给我打电话呗。许南恒又喝了一口水，微信我未必能及时看见 ，iPhone 这个破信号你知道的。学生们去借用县初中的实验室中，县初中包了2辆和载49人的大巴车过来接送，计划是明天上午出发，大巴嘛，跑山路肯定慢慢悠悠，上午出发下午到，刚好。第二天，也就是周2 ，60多个孩子和所有老师坐上大巴车，去县初中做物理和化学实验，由索朗老师和次仁老师带着。到县初中的时候，达瓦江措来接他们，见到许南恒，达瓦江措热情的挥手打招呼。许南恒自认是个潇洒的人，他愿意放过自己，不去钻任何牛角尖。他姥爷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时至今日，许南恒依然很受用，人生苦短。所以对方石优，他那点说不上来的情绪，他决定先按下不管。这也是数学教会他的东西，不会写就空着，跳过去，别耽误时间。做题如此，人生也是如此。毕竟这世上的大部分事情都没有可套用的公式，没有绝对正确的解法，也没有参考答案。他站在县初中教学楼下，学生们跟着老师上楼，他抬头看着藏南高原近在咫尺的碧蓝青空。就像最开始在拉萨的时候，他忘记跟方石优要个联系方式，那时候没觉得有多大遗憾，这世界每天有太多人错过，太多人都只是无名之辈，那些错过不会变成故事，那些萍水相逢也都终将是公路边雪山下的一阵风，不留痕迹。他吸气吐气，调整了一下自己，毕竟归根结底，他连方石优是不是单身都不知道，更别提性取向。许老师，达瓦江措笑着迎上来，最近好吗？许南恒回神，笑起来，跟他握手，还不错，你呢？我都好，来我办公室坐会儿吧。达瓦江措说，他们2节物理，2节化学，1下午呢。许南恒抬头看看天，说，我不了吧，我去趟市场，买2条棉被，方大夫说过几天降温了。其实现在已经冷了，许南恒一件藏蓝色的圆领毛衣外面穿了件防风大衣，他刚从大巴车下来，有点闷热，敞着怀。达瓦江措哦着点头，说，是的，我们这里10月就会开始下雪。刚说到这，起了阵风。许老师高挑清俊，这阵风刚好扬起他敞怀的防风大衣，他的衣饰都是他品味不俗的妈妈购入的，不松垮也不太贴的牛仔裤，却能显得他一双腿笔直又修长。许老师到底年轻，25岁而已，所以妈妈给这套搭配的是一双帆布鞋。紧接着打铃了，达瓦江措匆匆丢下一句，我得去上课了，就火速消失。今天许南恒算是休假，县中学不大，2栋教学楼，1栋宿舍楼，他转悠了一圈，打算坐个出租车去市场那边。方石优之前说了，今天下午有个手术，他决定自己去市场逛一逛。上回过来，在市场里看见很多杂货铺子，他准备去看看都有啥，买一点回去带给家里人。市场里挺热闹，有的店门口挂着风干的牦牛肉。天气转凉后，店家们开始卖厚实的衣服。许南恒看见了相当好看的藏袍，黑色衔接砖红色，山羊皮，高羊毛。牧区的藏民们在冬天会穿它来抵御严寒，它悬挂在店里的墙上，很长。许南恒1.84米，目测那藏袍能到他小腿。虽说西藏降温后游客会变少，但也有不少人就要这个时节来高寒之地体验一下雪山。有个游客进去问了老板墙上那件多少钱，许南恒便没走远，假装看柜台上的佛珠串，然而听见老板说那件11000，许南恒微微讶然。他料想到了会贵，没想到是上万的。接着再抬眸，自己手里摸着的这串佛珠标价是5000块，
旁边一条腰带要2000，他默默把手拿开了。许南恒又去了上回和方石优去的那家店，老板娘认出他来了，说这次给他打折，用绳子捆了2条更厚的棉被，有点难拿，也不太好背。老板娘的儿子骑了3轮摩托帮他送到了初中门口，许南恒坐在3轮后边奔着他的棉被。大巴司机帮忙把棉被塞进车下面放行李的地方。天色还早，他去了初中大门口的奶茶店里。奶茶店比较质朴，在操作台上方毫不遮掩的摆着各口味的奶茶粉。这个时间学生们还没放学，服务员坐在那儿打盹。许南恒陡然进来，吓了他一跳。许南恒随便点了杯草莓的，服务员搅奶茶粉的时候偷看了他几眼。许南恒样貌没得说，要不是大学时候太宅，什么活动都不参加，高低也得是个风云学长，并且他身上有股书生气，是一种很令人舒服的个人气质。不说话的时候很温和，玉面书生，当然是不说话的时候。许南恒反复开关手机的飞行模式，企图让他刷新出来一些信号。看着微信上那个收取中状态无限旋转，喃喃道：破 iPhone 早晚把你炖了。没信号，方石优就联络不上他。奶茶喝了一半，时间快到4点，他打算跟服务员开口连个热点得了。这会儿奶茶店又进来一个人，成年人。服务员今儿算觉得稀奇，道了句欢迎光临。许南恒看着他，先是有些迷茫，然后想想他应该是差不多猜到了这个时间自己在初中这里，于是迷茫之后微笑，很随意的向椅背一靠：方大夫，喝点什么？活脱脱把初中门口的奶茶店问出了三里屯兰桂坊的意思。方石优看了眼许南恒桌上剩的小半杯粉色饮品，在他对面坐下。我不用，我以为你在里面上课，想着在奶茶店坐一下等等你。你没上课吗？我不上啊，索朗老师上，下午是物理化学实验，我跟着过来混一趟而已。许南恒原想说顺便跟你见一面，但没这么说，他又端起来奶茶喝了一口，说手术这么早就结束了。方石优下了手术过来的，手臂搭着外套，也是巧了，今天方石优也是一件防风外套，但是短款的，里面搭一件白衬衫。方石优外套脱了之后就单剩一件衬衫，说2间半修复，3间半置换，做了8个半小时。多久？许南恒看着他。方石优确信他听清楚了，解释道：心脏手术大部分都挺久，这台是一早上开始做的。许南恒诧异：你就一直在手术室里站着？方石优笑了下：对，没事儿，早就习惯了，我老师都60岁了，有时候也做一台整手术。还能做半台？许南恒问。他一般只做最关键最难的部分，也是给年轻医生一些锻炼，不过他不会走远，可能跟麻醉医生一起作画，年纪大了腰腿都不太好。许南恒了然点头。方石优看上去挺热的，衬衫解开了2枚纽扣，额前刘海有2缕贴着脑门。想来也是，手术是高度专注的体力活，而且看他的样子，估计是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这样啊。许南恒清了清嗓子，那你点个喝的。我请你。不用。方石优摇头。他确实口干舌燥，但一杯奶茶他喝不完，回头都是浪费。可许南恒还是觉得他声音有点哑，喉咙干涩，这会儿不晓得脑子怎么了，把自己这杯往前推了推。那你喝一口润润吧。粉色的草莓味的奶茶剩下大约1/4。许南恒说完就后悔了，又赶紧握着杯子想把它拉回来，仿佛是一种3次元撤回。然而方石优直接伸手，这是奶茶店堂食的玻璃杯，没有封口的。方石优手指别过吸管，嘴唇贴着杯口，仰头喝光了里面剩的。香精甜味的饮品有类似草莓的水果味，甜和甜以及甜。方石优抿了抿唇，好了，走吧。去哪儿？许南恒问。我住的地方。方石优说，我今天早上走得太匆忙，忘拿上拍立得了。说完，方石优有点局促，
加了句解释：“我早上起晚了，昨晚停电，手机没充上电，闹钟没响。”那走呗。许南恒站起来，完全没太在意。方石优的车就在校门口，漆黑的福特猛禽。这是许南恒第一次坐他车，他车里和许南恒一样，什么装饰都没有，最原始的脚垫，一根充电线和车门杂物框里一个抹布。是你租的房子吗？许南恒问。不是。方石优拉下安全带，然后点火，是过来援藏给安排的宿舍，单间的公寓。哦，许南恒点点头。公寓在离县医院大约一个路口的地方，是个居民区，算是公寓楼群，没有像小区那样围起来，所以方石优的车要停在路边的公共车位。这里就是方石优在西藏的住处，一个一室一厅的小公寓。不好意思，有点乱。方石优打开门，不用换鞋了，没有多的拖鞋。那多不好意思。许南恒刚迈进一只脚，又收了回来。没事儿，我不用拖鞋。他直接蹬掉帆布鞋，准备光脚。方石优想起来他还有双洗澡穿的拖鞋，于是把客厅这双给他，自己去卫生间穿了那双。许南恒很乖巧，韩养让他乖乖的站在窄小的客厅中间，也不乱看，就这么等着。方石优去卧室拿了拍立得出来，见他杵那儿，笑了：“你坐呀。”好。许南恒在沙发坐下。方石优把拍立得连袋子递给他：“我没拆，发票在里面，出问题的话带着发票去售后。”好嘞。许南恒赶紧打开来折腾，他本科室友之前有个拍立得，许南恒玩过几次，知道怎么用。方石优去倒了杯水，很明显方石优是个独居的人，他只有一个水杯，给了许南恒，他自己拧了瓶矿泉水喝。就还挺极端的独居者，什么都是单件的。许南恒已经开机了，先拍掉第一张遮光纸，说：“我以为你会问我为什么不直接用手机拍照，然后去打印。那没这方便。”方石优喝了小半瓶水，嗓音听着好多了，而且这玩意挺可爱的。是吧？许南恒说：“买相机的话我没那摄影水平，手机打印的话，以我的拖延症，它会永远卡在下次一定找店打出来的阶段，所以不如买个拍立得。”方石优继续喝了2口水，说：“上次就是我在抢救室做手术取钢筋那次，你来医院想找我聊什么的？”啊！许南恒把拍立得举起来，贴着眼睛：“小事儿，后来我自己想通了，方大夫让我拍一张。”方石优一愣，他还拿着矿泉水瓶，许南恒坐在他旁边，侧身正对他，上半身微微后仰。接着快门按下去，相纸刚出来是白的，要等它显像。其实等待拍立得显像的时间很短，小小的就沙发摆在窗前，房子里很安静，镂空纱帘在背后被风拂了拂。稍乱的客厅里，茶几上有个蓝牙鼠标，沙发扶手搭着2件外套。有那么一瞬间，好像2个人在这里生活。方石优又喝了口水，好了吗？好了。许南恒把相纸翻过来，拍摄的时候是捕捉动态，所以方石优的姿态很自然，拍立得有老式港片的感觉，尤其方石优穿白衬衫，袖口挽起来，露出金属腕表。这张照片能让我留着吗？许南恒问。方石优：能。第23张照片里的方石优和他本人是同一种感觉，脸很好看，因为今天做了个很长时间的手术，眉宇间略有些倦意。那天在小医院给胸口插钢筋的病人做手术的时候，许南恒隐约感觉到了，他感觉方石优是个挺固执的，坚持自己信条的人。这样的人在职场其实不太好混。现在这个社会很多时候大家会选择明哲保身，尤其医生，他们的学成成本实在太高，与其他专业的壁垒太厚，一旦出事，摊煎饼可能是最优解了。遵守规则的人才会被规则所保护，可方石优遵守的是他所认为的正确。许南恒家中经商，他明白这样的人多半会吃亏，所以方石优的性格不太讨喜，他是固执己见的。他坚守着他接受的所有教育，
他像是永远执行初始指令的机器人，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事，那就什么都无法撼动。许南恒把照片放进大衣怀里的口袋，站起来说：“那我先走了呀。”“你都不让我看看啊？”方时优拧上瓶盖，跟着站起来，打趣他：“让我看看拍的什么样行不？”“哦。”许南恒这才反应过来，又掏出来递给他。方时优和他各捏一个角，调整了一下，让相片不折光。他看了一眼，松开手。方时优说：“我送你吧，回县初中吗？”“许南恒点头，又收起相片，然后看表，差不多要回了。他把拍立得放回袋子里拎好。其实他打个车也能回，县城不大，没多远。况且方时优做了一天手术，消耗很大，他不想让他再开车，于是跟了句：“不用送了，你歇着吧。”方时优摇摇头，拎起外套：“歇不了，我也得回医院了，这趟就是出来放个风，走吧。”驱车送许南恒回县初中的路上比较沉默。许南恒现下想想，留着别人的照片这个行为委实有些诡异，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藏不住事儿，想留着就留着了，全然不管其他。后知后觉的许南恒在副驾驶坐的有点拘谨，尤其在方时优很自然的偏头看他这边后视镜的时候，他会主动避一避目光，以防忽然的对视。可方时优清了下嗓子：“你们今天回去还晚自习吗？”许南恒立刻提了口气上来，铿锵有力的说：“上，就做个20分钟的总结就行。物理化学你也教吗？”“啊。”许南恒停顿了下：“我化学不太行，虽然教初中够了，但我过不了我自己这关。”说完看向窗外，稍微有点不好意思。接着转念一想，问：“医学生是不是要学化学？”“学的，要考。”方时优握着方向盘，向左并道，等红灯。“那你化学挂过吗？”许南恒问。方时优摇头：“没有。”许南恒震惊，凝视他片刻后叹道：“你真行啊。”方时优笑了下：“没那么夸张，主要都是背诵内容。”“可别谦虚了。”许南恒说：“不过医生也要练体能的吧？手术一做那么久。”“方时优点头：“我很多同事都在健身，体能是一方面，久坐久站的更需要锻炼。”“确实。”许南恒点头：“我感觉我颈椎就不太好。”前面快到了，方时优放慢车速，这个时间也快要放学，门口慢慢有3轮车骑过来，支起小摊子卖糖葫芦、棉花糖什么的。一听这，方时优职业病来了，说：“要是伴随头晕的话，你需要查一下，去拍个立位全脊柱 X 光，正位侧位，200块，半小时就出结果。”许南恒眨眨眼：“我好。有吗？”方时优慢慢靠边停下。“啊，有伴随头晕吗？或者反胃恶心？”“没有。”许南恒看着他，他将车停好，边解开安全带边说：“下车让我看看吧。”许南恒：“啊，不，我其实挺好的，我就是随口一说，你让我看一下。”方时优在这种事儿上稍微有点轴，我给我们院骨科主任做过预诊。不是不信任你，我总给你添麻烦。许南恒解开安全带，他这句话是真心实意。方时优对他太照顾了，到现在许南恒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俩人一边一个下车，方时优从车头绕过来，他外套没穿，一件衬衫在风里很单薄，3步并2步的走到他面前。“来，你挺直。”许南恒条件反射似的站直起来。方时优的手是温的，他掌心皮肤比许南恒想象的要细。手掌盖到他后颈的瞬间，许南恒无意识的屏住呼吸，他的手在许南恒后颈下方一点点摁上来。他说，食指和拇指指腹瞄着许南恒颈椎骨两侧，不轻不重，力道刚好。颈椎还行。方时优说：“你会游泳吗？游泳对肩颈好。”说完，方时优自己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了下。这时候意识到
自己可能管得有点宽。但其实这一点他和许南恒还挺像，他们都是一旦接纳了一个人，就会变得特坦率。许南恒说，会游泳，我唯一能进行的体能运动。见他不在意，方石优轻松了些，他看了眼县初中门口的大巴车，说，行，回去路上小心。接着方石优眼神示意了一下他敞怀的防风大衣，拉上吧，还是？许南恒噗呲笑了，好，听大夫话。不过他拎着拍立得的袋子，那袋子有点沉，因为里面还有相纸，第一下没把拉锁对上口。第二下，视野里多出一双手，许老师手指细长而白嫩，京城少爷打小没干过粗活，至多搓搓自己洗脸毛巾。方大夫的手骨节清晰，有力量感的同时，又能够缝合7毫米的血管。这双手帮他对上了拉链，向上拉到喉结处。许南恒有些呆滞，替人拉链这种行为，他可以很自然，也可以很暧昧，就看人怎么理解了。许老师的理解能力嘛，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已知条件给足了，宇宙怎么爆炸的，许南恒都能给你推导出来。夸张了，但重要的是，已知条件本身达到了一个怎样的详细程度。许南恒这时候有2个念头：他把我当弟弟，以及他不太对劲。然而在前提条件模糊的状况下，许南恒更愿意打一张安全牌。于是他笑起来，哈哈，谢了，我走了，你开车慢点。方石优点头，退后一步。西藏天气多变，像拉萨，几个小时里阴云暗涌，又晴空无垠。这里也是，刚下车的时候微风徐徐，此时仿佛岩石摄影，云与风皆在逆行。天阴了，二人之间的风卷起人行道的沙砾和树叶，吹着方石优的白衬衫贴在他皮肤上。许南恒一时间出了神，方石优也没有动作。3、5秒而已，过得像几个春秋。两人同时回过神，然后木木的说了句拜拜。一个走去学校，另一个上车。从县城返回村庄的大巴上，许南恒窝在座椅里，他有点困，闭着眼睛。拍立得的第一张照片是坐在窗前老旧沙发的方石优，他有点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未知带来的恐惧是各个方面的。许南恒这时候是真的有点害怕，要是自己真的喜欢他了怎么办？毕竟他对方大夫其实知之甚少。目前的已知条件仅有北京人，3甲医院的医生，29岁，以及看过他的驾驶证、行驶证。此时许南恒缺失了最关键的信息，一个29岁的成年男性，他有极大可能已经成家，搞不好孩子都有了。这不是许南恒臆测，虽说互联网上大家叫嚣着不结婚不生孩子，但实际上北京产科床位依然紧张，他们北京本校的学生下边有弟有妹的也不少。再者，许南恒在这方面比较严谨，他固然不可能去和一个有家庭的人接触，更何况对方也是男的。不过想到这里，许南恒陡然睁眼。是啊，方石优是男的呀。恰好咣当一下，大巴车过了个坑，车身猛地一晃，许南恒脑袋结结实实的撞了下窗户，给他撞清醒了，彻底不困了。无论如何，时间还是在走着。许南恒的拍立得第2张照片拍的是索朗错母和扎西卓嘎母女俩，当时是卓嘎骑在牛上，索朗校长在地上扶着他的腿，抬头看着他。周4那天，方石优回来了，他回来的时候神秘兮兮的，让许南恒下了课到他那儿去，给许南恒搞得有点紧张。下课后直接抱着书过去了，好吧，其实更多的是好奇。他进去小医院后，轻车熟路的到了方石优的休息室里，他敲门，方石优过来开门。许南恒压低声音，什么事儿啊？你怎么像特务接头一样？方石优让开一步让他进来。你不说你那微信发的呢？许南恒进来了，看着他，什么叫下课来我这儿一下？一个人来，给你个东西，我可是良民，清白人家。你那微信说的，还强调一个人来，你要给我什么呀？够我判几年？方石优无语住了，我也是良民，许老师。这会儿谁知道？许南恒眼神复杂的看了看他，问给我什么呀？方石优关上门，
把他手里的一本教材、一本练习册接过来，放在自己桌上，坐。许南恒坐下了。许南恒站起来了。我靠！方时优，这是许南恒头一回喊他全名。说真的，单单是喊他全名，其实都是许老师心理素质过硬了。因为方时优拎起来一个箱子，那箱子上写着医用生物运输恒温箱。怎么了？方时优问。这里面什么？许南恒震惊，不会是什么器官吧？你要给我个肾吗？在许南恒有限的认知里，医用保温箱，这么大的医用保温箱，箱子上有个屏幕，可以随时查看里面的温度。这种东西是存放器官的。方时优沉默的看着他，然后把箱子放到桌边，打开，从里面拎出一袋麦当劳。方时优说，这是我北京医院退休的保温箱，我们忙起来的时候就把饭放里面，不会凉。方时优，之前他们贴了贴画在上面，挡一挡这几个字，后来贴画掉了。许南恒连起此前的所有表情，双膝并拢坐在椅子上，乖巧道，不好意思。第24章，许南恒双手并起，掌心向上，仿佛下一句就要脱口而出，感谢麦当劳赐予他食物。方时优是真的哭笑不得，他把袋子搁在许南恒手上，说，买的时候有点匆忙，不知道你爱吃什么，直接下单了个套餐。谢谢你啊。许南恒抬头看着他眼睛，很真诚的说，真的，我其实不太会说那种正经，不对，不是正经，是正事，不太会说正事的话。我明白。方时优打断他，我明白你想说什么。接着方时优笑了下，两只手有点不知道往哪揣。他确实有点紧张，也是因为紧张才打断了许南恒的话。他稍微有点担心许南恒等下讲点什么，他招架不住的。方大夫揣了下上衣口袋，才发现今天穿了件没兜的外套，然后僵硬的抻了下外套的下摆，说，你趁热吃吧，我先去诊室了，去写病历。啊？许南恒问，你不一起吃点吗？我吃过了。方时优说。说完扭头转身就走，关上了休息室的门。许南恒在里面还有些迷茫。怎么说呢？许南恒是刚下课，他还拖了会儿堂，其实挺饿的，汉堡拿在手里还热乎着，飘着熟悉的香味，味道会在大脑里留存非常久。闻到相同的味道时，大脑会带起关于这些味道的回忆。闻见炮仗的味道会想起小时候的春节，闻见饭菜香味会想起某天放学回家轻盈的脚步。连锁餐饮的好处之一就是口味统一，北京的麦当劳也是这个味儿，霎时间就把许南恒的记忆拉回了北京。他想起备考教资的日子里，在家里点灯熬油时候半夜吃的麦当劳，也想起更小的时候，小学吧，一夜算术在那儿磨1小时的时候，他姥爷买了麦当劳回来，偷偷让他别写了过来吃点。他觉得方时优大约是拿自己当弟弟了。这么想的话，许南恒觉得还挺合理。他拆开汉堡的包装纸，这时候饥饿感其实没那么强烈了。他咬一口，慢慢的嚼。他发现方大夫买的这个套餐还送了个玩具，是个小摆件。被当做弟弟的话，方时优的很多行为就能够理解了。许南恒这么想之后，安心了不少。他虽然挺平的，也自认不太靠谱，但他还是能够控制住自己。如果整件事情是自己在自作多情，那以后该有多尴尬，到时候连朋友都做不成。他把套餐里的小摆件留在了方时优这个休息室的桌子上，吃完后去诊室跟他打了个招呼，接着回去学校里。今天的晚自习，学生们写完作业就散了，散完了后许南恒没上楼，就在教室里改作业。这阵子降温，2个教室从厨房接了烧炉的管道过来，用作取暖。但为了安全，索朗校长离开后，锅炉里就不再添燃料，所以许南恒要借着教室的余温改作业。改完作业后，差不多管道就凉了下来。许南恒握了握拳头，手指冻得有些发僵，然后站起来，再活动2下脖子，听见颈椎发出咔咔2声，自己慢慢吐出一口气，再上楼睡觉。这些天太冷了，已经没办法在转角卫生间用盆浇着洗澡。周末，方时优去县城之前，
许南恒跟他借了下浴室洗澡。洗完后，方时优告诉他自己跟护士打过招呼了，之后他可以随时过来用浴室，这解决了他比较实质的难题。接着时间转眼到了国庆假期，假期游客增多，县城医院的就诊量也跟着增多，因高反来吸氧的、摔伤扭伤的。小医院这边倒还好，国庆假期挖隧道的工人们都在休假。雪是10月2号凌晨开始下的，许南恒是2号凌晨3点50分被冻醒的。他睁开眼的时候，雪已经在往他宿舍里涌了。有那么一瞬间，许南恒以为自己穿越了，尤其是当他裹着被子坐起来摸手机，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心下一寒，竟然开始思索数学老师在无限流里能干什么。不过还好，他调了几次飞行模式后，手机勉勉强强跳出来一个信号，也有了网。其实主要原因是他宿舍的门锁被周阳踹坏了，他一直懒得找人来修，在门后挡着个椅子，就算是关门，但这回风太大，狂风直接撞开了门板，那椅子被风吹得退到桌边，桌上的书被风刮得展开来，有几本掉在地上。外面漆黑一片，学校院子的国旗猎猎作响。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在藏南高原，似乎方时优是他唯一可以求援的人。不过凌晨3点50分跟人家求援也是有点过分。许南恒快速穿上厚外套和裤子去捡书，放回桌上后，立刻推着椅子抵住门。他看了一圈，手边没什么重物能落在椅子上压住门，干脆自己坐下来了。椅背靠住门板，他靠住椅背，这门才终于消停。许南恒呼了口气，掏手机，4点了。藏南高原的风是喜马拉雅山在呼吸，这般巨物的吐息岂是凡人招架得住？许南恒拿着手机，沉默着没有动，他依然能感受到门缝中挤进来的凛冽寒风。他没穿袜子，冷风像刀一样割在他脚踝。这真是给京城徐少爷好好介绍了一下藏南高原。往年的藏南10月中旬才会落雪，今年藏南宛如路上偶遇的调皮萨摩耶，这个人好像怕狗，让我冲上去闻闻他。许南恒回头看了眼已经变形脱落的门锁，他就是足够了解自己，才直接买拍立得。因为他知道自己拖延症到什么程度，他可能临到需要制作相册的前1分钟才会去店里打印。就像这个门锁，许南恒暗自懊悔，早修了不就没事了。4点多了，许南恒觉得要不把棉被抱过来，在椅子上凑合到天亮得了。但念头这么想，手却还是点开了方时优的对话框，想诉个苦。虽然他知道方时优今天在县城，他也知道说出来根本没什么用，方时优现在帮不到他，但就是想说一下。今夜风雪大作，素有西藏江南之称的藏南高原，今夜强调了一下江南的前缀西藏。他不知道发消息的那个圈圈什么时候才能转完发过去，他脑袋靠着门板。大约半分钟后，方时优收到了他这条微信：我该早点修门锁。许南恒按下发送键之后就没再看手机。宿舍地面一片狼藉，草稿纸和笔被吹得满地，漏进来的风实在刮得他太冷，他干脆屈起膝盖，脚踩上来，抱着腿，这姿势可怜极了，再擦根火柴，简直见者落泪。不过许南恒自己还好，没觉得太心酸，只是懊恼自己的拖延症，一个门锁而已，随便找个周末修一下好了。他不知道风雪什么时候停，也不知道自己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宿舍灯的开关就在门边的墙上，他按了2下，灯没亮，大约是停电了。方时优提醒过他，这边偶尔会停水停电，所以要用矿泉水桶蓄着些水，也最好保持充电宝满电。屋外风雪依然呼啸，像一场独属于藏南高原的午夜狂欢。许南恒觉得低空风切变大概也就是这样了，他背后的门板微颤，甚至发出了砰砰的拍门声。许南恒诧异，这风化人形成精了？许老师。许南恒一愣，还会说话？愣完反应过来了，好耳熟，如果没听错的话，可能是方时优。意识到这点的时候，他带着椅子往前挪了一小截，没有站起来，是因为他其实不太确定
搞不好是自己脑袋被风吹坏了产生的幻听。门打开了拳头大小的缝，许南恒抬头从缝隙里看，看见方时优低垂下眼，方时优微喘，唇缝因喘息喝着白气，看着他。许老师，方时优说，一直到现在都没修门锁吗？许南恒抿了下嘴，没有。方时优闭了下眼，叹气说，让我进去。哦。许南恒站起来，方时优的手机开着手电筒，他进来后替许南恒抵着门，说，收拾2件厚外套，带着你要用的电脑手机充电器跟我走。啊？许南恒迷茫，去哪儿啊？不是，你这周不是在县城吗？你怎么回来了？雪下大了，杨大夫的车坏了，打不着火，他怕雪越下越大积起来，明天就算雪停了，他也回不去县城，半夜打我电话让我过来接他一趟。方时优说，我本来想告诉你，学校冷的话，你国庆假就去医院里住着，没想到今天就下雪了。这雪来的突然，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而且是睡梦中下起来的，许多藏民梦中惊醒起来，给牦牛盖棉被。许南恒身上穿着件羽绒服，方时优让他在里面再加件毛衣，他手忙脚乱之中拽了件黑色高领的。许南恒还想再翻2件内里穿的衣服和睡衣，方大夫看出来了，摁着门出言阻止他，就这么走吧，到了穿我的，把电脑什么的拿上。哦。许南恒折回书桌，把电脑、电源线、一干东西塞进包里。最后方时优让他先出门，方时优直接把整个书桌拖过来，死死抵住了门板，然后他自己从窗户翻出来，再关上窗。时间还是挺紧迫的，这么大的雪很快就会积起来，到时候山路根本走不了。杨大夫。许南恒坐在副驾驶，回头向杨镐打了个招呼。杨镐看看他，又看看开车的方时优，笑嘻嘻地说，许老师，咱们方大夫靠谱吧？方时优扶着方向盘啧了声，意在提醒同事别乱说话。许南恒点头，那是，又救我一命，恩公啊。杨镐嘿嘿一笑，刚想再说点什么骚话，车很颠了下，他吓一跳，赶紧伸手抓住拉环。许南恒也吓一跳，整个人一晃。方时优低声问他，没磕哪儿吧？没。许南恒说。第25章，恩公这称呼让方时优偷笑了下，虽然他知道这是许南恒嘴贫门清，但人就是这样，听着顺耳嘛，就舒服。雪大，方时优开得慢。杨镐是大约凌晨2点多发现下雪的，幸而他大半夜不睡觉，趴在暖气管旁边玩手机，才在雪刚刚开始下的时候紧急联系了方时优。杨镐来西藏也不少日子了，他明白这种地方一旦下起雪，那就是一夜起步，所以为了不耽误去县医院坐诊，立刻打给方时优。做医生的常年不关静音，睡觉也是响铃模式。方时优半夜来接着倒霉同事，这才捞了一把许南恒。不过方时优是真没想到许老师心这么大，一个人从北京大老远的过来，门锁坏了得有半个月了也不修。想到这儿，方大夫暗暗叹了口气。一直到车接近县城，许南恒兜里的手机才震动了2下，他掏出来，这时候才收到方时优当时回复的微信，有2条。是不是风刮的门关不上？等我一下，我过去接你。许南恒收起手机，他垂着眼，回想之前方时优在门口时候低头看自己的模样。方大夫当时应该挺紧张的，从他嘴唇喝出的白雾能看出呼吸很急促。他不知道自己当时在方时优的视角下是什么样，想到这，他眉心微蹙，坏了，当时整个人蜷缩着，抱着腿坐在椅子上，该不会像个小羊羔吧？许南恒要命的闭了闭眼，算了，认了，当时自己确实挺害怕的。想到这，他偷偷瞥向左边，看了眼方时优的侧脸。虽然今天是巧合，但方大夫身上确实有一种难以描述的安全感，好像只要他在，就什么都没关系。车开进县城，杨镐让他把自己放在医院，他直接在休息室睡会，下午就做门诊去了。放下杨镐后，
方石优继续开，许南恒认的路，这是在往方石优住的那间公寓开。雪依然没有减弱的趋势，到这里，许南恒的手机有了网络信号。索朗错母之前打过来的电话，他因为信号差没能接到。车停稳后，他边下车边给校长回拨过去。索朗错母那边接听起来了。许南恒，哎，校长，我没事我不，已经不在学校了。我跟方大夫的车来县城了。对，没事别担心我。好嘞，谢谢你。挂断之后，许南恒跟着方石优上楼，边爬楼梯边说，也是突然下暴雪，校长说准备等天冷了，让我别住宿舍了，去他家里住。藏民家里烧那个锅炉吗？暖和。没关系。方石优走在前面，医院近，你住医院就行。都不用吧，太麻烦了。宿舍挺好的，我有电热毯，不行就缩被窝里改作业看书呗。许南恒说。方石优没再多劝，掏钥匙开门。他这间房子有供暖，一进来整个人都感觉展开了，不用瑟缩着了。许南恒喟叹道，真是被北京惯坏了，以前没觉得，现在感觉暖气真是好东西，太伟大的发明。你先睡会儿吧，从4点折腾到现在没合眼了吧？你那卫生间里面东西你随便用，卧室就是那间，你自己在衣柜里找换洗衣服，我得走了。又走？许南恒回头看着他，你也快夜没合眼吧？方石优笑了下，我睡4个钟头就能顶一个白天。那你今儿睡到4个钟头了没？许南恒脱外套。方石优抿抿唇，所以老师啊，永远洞若观火，别在老师面前拿枪，这作业是没带还是没写，这考卷是抄了是没抄，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许南恒把外套挂在椅背，说，方大夫，你这状态去给人看病也太勉强了，睡会儿再去吧，不差这2小时。紧接着许南恒笑起来，跟了句，别把剪刀啊钻头啊落人家肚子里，然后给人缝上了。方石优被逗笑了，你这就是医疗事故了，对吗？许南恒说，别疲劳驾驶，也别疲劳行医。那我先打个电话。方石优说，教师这个职业很神奇，似乎能和任何职业打成平手，旗鼓相当。他们当老师的打开气场的时候，会有一种淡淡的威压。尤其许南恒眼睛漂亮，看过来的时候，让人不自觉的和他对视。对视时，方石优感觉自己像手术台上正在被麻醉的病患，自己给自己数1、2、3，然后就昏了。猛啊！他打了个电话给县医院的同事，问这会儿需不需要自己去帮忙，顺便说了下自己的情况。医院那边说没关系，让他休息好了再过来。那么事情就进入到了另一个为难的境地。方石优挂断电话后，拿着手机看向卫生间的门。此时许南恒在里面洗澡，而他的卧室里只有一张床，虽然它是一张1米8宽的双人床，但方大夫不得不扪心自问，自己能不能清清白白的躺在许老师旁边。卫生间里花洒的水流声还响着，方石优在许南恒挂外套的椅子坐下。他坐下后发现自己真的有点累，他希望能好好想一想自己对许南恒终究抱着怎样的感情，但他真的太累了。昨天急诊送来车祸的一家3口在急诊抢救，小的那个才11岁，国庆节出来玩的，幸运的是都救回来了。他晚上10点多回来这边，没睡几个小时，杨告就打了电话过来。往返村庄，到这个时候，纵然外科医生再怎么是铁打的，也撑不住了。许南恒洗得很快，10分钟的样子吧，洗完出来就看见这人颓丧的坐在那儿。他走过来，浑身热腾腾的，指尖碰了碰方石优肩膀，问方大夫。方大夫抬起头，许南恒啧舌，10分钟不见，这么憔悴了。累了。方石优生来第一次卸下所有支撑件，就这么惨兮兮的看着他，唤道：许老师。唉。许南恒眼神无奈，浴室还热着，去冲一下赶紧睡觉。好。方石优点头，站起来。在大部分时间里，方石优自认是个足够强大的人，
不仅是体能上，还有精神上。他最狠的一次是39个小时高强度工作，然后猛睡5个小时起来，继续上手术台，下了手术还能去趟急诊会诊。方时优一直保持着精锐的状态，就和他那位60岁的老师一样。老师对他说过，医生是病人最具象的希望，医生是横亘在病人和神明之间的存在，如果医学不能拯救病人，那么他们能求助的只有神了。老师说的，他铭记于心。学医10载，工作至今，方时优事事认真仔细。他和他的每一位同事一样，大家每天都维持着最好的精气神，不容出半点差错。我睡4个小时就能顶1天。然后有个人问他，跟他确认，那你今儿睡到4个钟头了没？浴室里还有温暖的水汽，热水从头顶倾洒下来的瞬间很治愈。中国人喜欢热水是刻在 DNA 里的，热水真的太舒服了。方时优在热水水柱里短暂的放空了一会儿，然后抓紧时间洗澡吹头发。许南恒坐在床尾，他在支教老师群里问他们那儿下雪了没。戴老师在福建，那儿10月份还热着。大凉山的谭老师说没下雪，但冷了。柴达木盆地的苏老师说这2天很阴，似乎要下。许南恒简单说了下藏南高原这边的情况，说了下自己那个门的故事，以及今天被冻得差点成为大自然的养料。戴老师调侃他，你行不行啊小伙子，去年苏老师在上海听课，零下9度都不穿秋裤的，单穿条牛仔裤。许南恒吃惊极了，打字苏老师有神功护体。苏语回，因为在上海那种地方穿秋裤没有意义，戴老师您穿了，结果呢，咱俩都感冒了。戴老师轻点了一个吐舌头表情包。这时候方时优进来卧室了，许南恒顿时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方时优的身体上。这人独居的习惯使然，洗澡没拿换的衣服，没辙，只能围着浴巾出来。外科大夫经常锻炼，方时优比他高个3-4公分左右。男生不太显个子，俩人平时站一块的时候没感觉方时优高出多少来，但衣服一脱，很明显的方时优要更壮，骨架也更大。有点难为情的是，许南恒是再次抬眼才和方时优的视线对上，也就是说，刚刚第一眼许南恒在看他的胸。许南恒眨眨眼说，方大夫这肌肉含量和密度挺好的，能满足咱们高原狼的营养需求。这句话说的实在像是深夜写了一宿论文，第二天起床看半晌看不明白，全然胡言乱语。方时优也很迷茫，于是问，你是不是太困了？是。许南恒点头，但你这儿就一个枕头啊？因为我拿了另一个枕头去休息室。方时优说着，转身去衣柜里拿睡衣。没事，我把毛毯折一下，一样的。他指的应该是哆啦 A 梦毛毯。许南恒回头看见毛毯就团在床边。许南恒说，我睡里面，你走的时候方便。好。方时优套上睡衣，许南恒从床尾直接爬上去，掀开棉被躺下。大大方方的，看上去没有任何芥蒂。方时优伸手将毛毯拿过来，叠了几道后放在枕头位置，自己也躺下。由于风雪，天色很暗，厚重的乌云层层下坠，彻骨寒凉的风雪，此时却是最好的助眠。许南恒不是心无芥蒂，他是在方时优洗澡的时间里做足了心理准备。只不过方时优那惊人的身材倏然让许南恒失去理智，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刻闭眼睡觉，隔绝这个世界。不过两个是真的都很累，虽不是遮光窗帘，但外面天地晦暗，片状的雪花凌空乱舞，二人甚至没有多聊一句，双双入睡。许南恒睡得很舒服，因为温暖，也因为安心。大约2个多小时后，他半梦半醒着，感觉旁边有动静，是方时优起床了，不可避免的发出一些布料摩挲的声音。许南恒微睁眼睛，嘴巴缩在被子里，呢喃了句什么。方时优低声说，你接着睡。许南恒闭上眼翻了个身，他感觉到方时优给他掖了2下被子。随后许南恒口齿不清的迷迷蒙蒙的跟了句，路上小心。
好。方时优努力克制住了低头吻他一下的冲动，指甲在手心狠刺了下，迅速离开这个卧室。第26章，方时优去县医院的路上雪小了些，他先去了趟住院部。同事说今天收了个腹主动脉瘤的，明早8点半手术，因为瘤太大，随时有破裂风险，所以比较紧急，加台做。今天医院很忙，心外主任上午的门诊结束后，急诊儿科送上来一个动脉导管未闭的小孩，主任看完了，让带着呼吸机转院去市里。许南恒慢吞吞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半。他醒来时，听见楼下有唠嗑的声音，恍惚间感觉在大学宿舍里。他当时的宿舍在3楼，他爱睡觉，有时候闷头睡到傍晚，醒过来的时候就会听见楼下买饭回来的同学边聊天边进宿舍楼。人呆呆的坐起来，许南恒有时候醒过来了，觉得还应该再睡会儿，就又倒头接着睡。方时优的卧室布置得很简单，很干净，方大夫有点小洁癖，床头柜会喷酒精擦拭。许南恒摸了摸旁边半边床，摸了一下，手顿住了。不是，为什么要摸一下床铺？这个诡异的行为像极了新婚第2天，丈夫因工作而早起离开，妻子睡懒觉醒来后，试图感受丈夫的余温。许南恒这下完全清醒了，他羞得缩回手，然后起床。方时优给他留了 WiFi 密码，虽然是假期，但还是要整理一下假期之后的课程内容。他坐到餐桌边，连上网，打开支教群，大家发出了自己这边的国庆假安排，统一按法定节假日放假。许南恒艾特了一下谭希，问他有没有偷偷补课。谭希老师在群里发了个4秒的视频，在视频里铿锵有力道：“我在干活。”许南恒噗呲笑了。谭老师的视频里是个像农贸市场的地方，他正坐在他舅爷舅奶的摊子上剥石榴，他将一粒粒的石榴放进塑料碗里。能够看出谭老师那边游客很多，天很晴。这天是国庆的第2天，老师们都闲了下来。戴老师表示，我们谭老师真是能文能武。大家在群里闲聊，聊着聊着，戴季棉忽然想起来件事儿。戴季棉许南恒，许老师，你之前说风雪交加，你门锁坏掉了，后来呢？你现在有第2安置吗？许南恒是用电脑登的微信，手指在键盘上边拎着，不知道怎么敲下去。他琢磨了一会儿，打字有，非常的直白。他总不好说，因为我在国道边上捡了个车坏的大夫，所以对方一直感恩在心照顾着我，以至于在一个狂风卷雪的凌晨赶过来救我，把我带来了他的住所，暖气热水以及不错的网速的地方。但转念一想，这又有什么不好说的？好在这时候苏雨在群聊中出现，发了条语音：我天，你们知道吗？今天我学生带我骑马来了，太好玩了。戴老师当即被吸引走了全部注意力，也发语音：照片呢？看看看看。群聊进入新话题，许南恒顺势松了口气。他正在看北京本校的题库，他们学校有初中部和高中部，教师的权限在系统里是通用的。本校初中部在国庆节前有一次小考，每个年级前10名的试卷被扫描上传，许南恒直接去看数学卷。北京的孩子普遍解题思路清晰，许南恒考进的学校本身就很不错，甚至能够从学生写字的笔记看出来，他们从很小就开始接受完善的精英式教育。因为许南恒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小时候要学书法，字儿要写好看咯，乐器得学，不然回头别人都会弹个曲儿，你不会。总之，身边的家庭都这样，尤其北京这么卷的地方，像许南恒小时候光学个乐器书法，放现在已经不行了。今天的教育，小孩的作文都是在阿尔卑斯山滑雪了。他看着系统里学生的试卷，越看越绝望，搓了搓脸，把合适的题目导出来，然后有点想抽烟。方时优的茶几上摆了个烟灰缸，但里面没有烟头，他还是忍住了没抽。折回餐桌那儿再坐下，朋友圈里他妈妈发了几张家里虎斑猫的照片。北京的10月份很舒适，尤其午后，小猫咪在院里眯眼晒着肚皮。许南恒给点了个赞，留言送他去上学。片刻，他妈妈回复他：不了，咱胖胖吃不了那个苦。胖胖就是他们家小猫的名字。
许南恒唏嘘不已，放下手机。导完题目后，他在电脑上简单排了个版，这样一张新卷子就好了。接着再完整检查一下，保存。今天计划要做的事儿就做完了。他伸了个懒腰，抱着电脑去沙发，随便点了个视频看。片头看了眼窗外，雪停了，他有点饿。他在思考自己在没有大门钥匙的前提下，该怎么出去找吃的，还能再进这扇门。接着就瞄到门口的柜子上有个小托盘，里面放着一把钥匙。许南恒合上电脑站起来，用钥匙试了一下，就是这扇门的钥匙。想来是方石优留给他的。他把钥匙揣兜里，下楼了。这一带是居民区，外墙斑驳，雪停了之后，天还是灰蒙蒙的。地上积了挺厚的雪，许南恒俩手揣兜，顺着人行道走。他戴了顶鸭舌帽，黑色帽顶，红色帽檐，可口可乐配色。大雪刚停，大部分店家在雪停后才开门。许南恒看见一家湘菜馆，老板搓着手正在开门锁。湘菜啊！许南恒想起北京那家永远排队、永远等位1小时起的湘菜馆。他有一回和他表姐夫去生等了1个多小时，结果他们想吃的菜都售罄。他想了想，抬脚走过去。唉，老板把大门上的栓锁打开了，瞧见许南恒过来，说：“小心楼梯啊，要上几级台阶才能到湘菜馆门口。”许南恒笑了下，应道：“好，谢谢您。”雪很厚，走台阶的确要小心点。他低着头，边走边给方石优发微信。他打着字呢，说自己出来吃东西了，要不要给他带点送去医院？刚把微信发出去，老板拎着看上去很重的优锁，大冷天的没进门。许南恒以为老板在等他，于是微信发出去后就揣起了手机。然而人家并不是等他进店，而是从店侧面走过来一个男人。男人拎着2个黑色的大袋子，走到老板面前，张开其中一个袋子，说：“今天到的灯笼椒和2金条都挺好，我买了好多。”老板笑起来看着男人，说：“是吗？今天什么价啊？上回那大爷也太黑了。”许南恒没想太多，只觉得是俩人合伙开店呗，看热闹似的，也瞄了眼那大袋子。由于许南恒是从台阶上过来，他刚好站在拎着辣椒袋子的男人的侧后方，男人并未察觉许南恒的存在。接着那男人上前一步，在老板额头上亲了一口，笑着说：“今天便宜多了，进屋吧，冷死了。”许南恒正愣住，老板也不动了。紧接着老板迅速后撤一步，脸红的像是烧开的水壶，感觉马上就会从俩耳朵冒出烟。老板说话有点打结：“你搞什么你？有客人。”这时候男人才回头看见了许南恒。一阵寒风吹过，3人沉默。许南恒想说点什么，比如没关系的他并不在意，但又一时间组织不出语言，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那老板有点不好意思，带了些谨慎的探头问许南恒：“那个，你还吃吗？”许南恒反应过来了，他大约是怕自己介意嫌弃。许南恒赶紧说：“吃啊，我吃，我饿死了。”“那请进吧。”老板抿着嘴笑了一下。店里很暖和，如棉被般厚重的门帘隔绝了所有冷意，在餐馆里圈起一块温暖的，像寒冬森林里烧着壁炉的小房子。“你随便坐。”老板招呼他，扫码下单，茶水免费，茶水单在最后一页。老板的口音听上去不像藏族人，许南恒没问，应了声。没第一时间扫码，他先看了眼微信，方石优回复过来了。他说：“方便吗？方便的话给我带点吧，到了给我电话，我出来拿。”方石优和他一样，从凌晨到现在没吃上口饭。许南恒回复道好，然后扫了菜单。还没下单呢，老板就端了一盘切好的水果过来放下。许南恒抬头意识到这是老板送的，连忙说：“不，您不用这么客气，我也吃不完呀。”“不是的。”老板说，“就是感觉吓到你了，很抱歉。”“哪儿的话？”许南恒笑笑：“我没被吓到，真的，这人包容度很高的。”然而老板还是觉得内疚，
有些不善言辞，只将果盘推了推，说：“无论如何，你就当是我们表达一下欢迎。你是外地人吧？”“啊，是。”许南恒点头。老板趁机狂点头：“那就当做我们县城欢迎你。可您看上去也是外地的。”许南恒这贫嘴，接着哒一声，又一个盘子放来桌上了。方才门口拎辣椒的男人穿着围裙，端来一盘炸鸡块。“好吗？”许南恒低头看看自己手机屏幕里的菜单，开玩笑的说：“您二位这让我再下单个米饭得了呗。”“别这么夸张，真的，老板，你这样我良心不安了都。”虽然这炸鸡闻着格外香，许南恒咽了一下，瞄了一眼，刚出锅的盘子被放下的时候，有2块滚落到盘边，脆壳发出了咔的一声。许南恒想起了北京炸鸡外卖送来全是软塌塌的，许南恒想，外卖也不是十全十美嘛。总之，老板说：“你慢用。”原以为这样就行了，大哥又问老板：“那后边那个凉皮还办吗？”“耿直的大哥。”许南恒差点急得站起来，赶紧说：“不用了，真的不用了，谢谢您二位，我真心的。”老板无奈的看着耿直大哥，说：“那就不办了吧。”许南恒不知道方石优的口味，桌上已经一盘水果一盘炸鸡，他至多再点2个菜，点了个辣的和一个不辣的。下单后，他支着下巴用签儿戳了2块蜜瓜。外面积雪后很冷，店里只有许南恒一个客人。窗外视线看出去，有人在路上扫雪，有人在积雪的地上甩着毛毯，目的是清洁。县城很安静，这里没有很高的楼，可以轻易看见环抱四周的雪山。小城的运作几乎是透明的，从外边运到市场的蔬菜水果，再由市场的人蹬着3轮运送到商铺小店。在这里什么都急不得，不堵车，但什么都要耐心的等。许南恒看着外面用雪清洗毯子的人在扛着毯子回家，接着又是那个人拎了一个桶出来，舀起地上干净的雪，那是取雪烧水的。老板端来他点的菜，给他解释说，这里大气干净，雨雪也都很干净，烧开了只沉淀一会儿，上面一层自己喝，下面的用来洗衣服啊、拖布什么的。哦，许南恒回神，笑了笑，谢谢啊。听老板这么说，可以笃定他们也是外地来的了。许南恒拿起筷子顿了顿，问：“请问您这儿有打包盒吗？”“啊，有的。”许南恒又看出去，舀雪的人身边追出来俩小孩，小孩拿着玩具铲子在帮忙把干净的雪铲进桶里。大哥应该是这家湘菜馆的大厨。许南恒点的菜上齐之后，大哥就从厨房出来了。看起来大哥想在收银台另一边的窗边抽根烟，被老板瞥了一眼，把烟收起来了。许南恒能感受到老板和大哥之间相处得很舒服。大哥看着凶巴巴，手腕处有纹身的线条，一看就不好惹，偏偏老板一个眼神他就怂。怎么说呢？许南恒觉得还蛮可爱的。当然，这不在许南恒的知识储备里。如果戴老师或苏老师在附近的话，会告诉他，这种可爱他叫做好磕。他吃饱之后，把带给方石优的部分打包好。老板让耿直大哥从后厨拿了铝箔纸层层包起来，再装进袋子。许南恒好好道了谢。龙牧区的藏民们仰仗天地而生活，淳朴的藏民会因为杀牛羊吃肉而心有罪孽，他们放生的牛羊耳朵上会穿上一个标识，藏民不可杀它吃肉或剥皮，从此这只牛就只能因病痛或天敌而死去。这里是自然的，这里的人们顺应自然而活。天降雪，大家就取雪；牧场长草，大家就放牛。生老病死，往复循环，仿佛这里真的是被神笼罩的地方。许南恒坐了个3轮到医院门口，他发了条消息给方石优，说自己到了。3分钟左右后，方石优从门诊大门小跑出来，目光迎上的瞬间，2个人在忙碌的门诊门口停顿了一下，然后走向对方。方石优伸手接过袋子，拎过来后说：“这么沉，太多了吧？你自己吃饱了吗？”“我吃饱了，沉是因为有老板送的水果。”
许南恒说：是吗？方石优说：你冷吗？进来坐会儿暖一暖。他说完，没给许南恒反应的时间，换了只手拎袋子，另一只手很自然地握住许南恒的小臂，将他牵进来。门诊旁边就是急诊，冰雪天气容易出交通事故，今天送来的大多是外伤患者。天是深灰色，与那些青灰的高山仿佛浑然一体。拐过走廊2个弯，方石优推开一间医生办公室的门，说：进来坐一下，我给你拿车钥匙，你开车回去。进来后，办公室里有2个人，其中一个是杨告。杨告一见他，笑起来：哎，许老师。杨大夫。许南恒也打招呼。接着杨告和另一位医生一起站起来。方石优说：郭主任在2楼，那个副主动脉瘤的做不了腔内了，得开刀。吕主任刚才在急诊收了个出血将近2000毫升的病患，你俩谁过去帮忙？得嘞。杨告收拾了一下桌上的东西，我去吧。旺姆医生，你都30个小时没休息了，明天早上你也别来了。和他一同站起来的旺姆医生啊了下，说：那就没有麻醉了啊。方石优：没事，明早市里会过来一个麻醉医。办公室空了下来，方石优把袋子放在他自己的桌上，没着急拆，先拎起地上的水壶给许南恒倒了一杯水。你赶紧吃呀。许南恒说：一会儿凉了。方石优把袋子打开，一盒水果拿出来，剩下的放进了保温箱里，显然现在不是吃饭的时候。他先把车钥匙给许南恒，说：今天急诊忙，我等另一个医生来上班再吃，你坐下喝点热水。许南恒手里还端着他倒的水，他坐3轮过来的，一路上那个风差点给他吹面瘫。许南恒2只手捧着水杯，他刚在方石优的桌前坐下来，方石优正伸手从笔筒里抽笔，忽然办公室门被人从外面非常用力的推开。护士喊道：方医生，石床那个主动脉瘤的破了。不止来了一个护士，连带刚刚去急诊的杨告和旺姆医生也跑了回来。旺姆医生在办公桌上精准抽出石床的报告单，杨告把手里刚收拾的东西一股脑丢在办公桌上。方石优看向护士，配写：杨大夫去下病危，让家属签字准备手术，旺姆去麻醉，我给郭主任打电话。他边说边掏手机，接着又有人收到了通知，进来脱白大褂，准备去手术。一屋子人，方石优倒没忽视他。电话拨出去的时间里，他扭头对许南恒说：我今晚不回去了，你先睡，别等我。许南恒脑子轰的一声，他这话说的，还好这屋乱糟糟的，好像没人听见，除了杨告，紧急状态下还投来一个惊喜的眼神。第27章，杨告那个表情和哇哦的眼神，许南恒缓了足足1分钟才缓过劲来，以至于手里的车钥匙都给他捏热乎了。许南恒听完他那句话后，如蟒蛇绕颈，也没那么夸张，反正有些难以呼吸，大概是高领毛衣穿反了的那种程度。他自己调整了一下呼吸，方石优办公桌侧边就有一排暖气片，这儿暖烘烘的，许南恒膝盖朝着暖气片坐下。他是缓过来了，他不知道方石优会不会有什么异样，他希望方石优是淡定的，不要影响他接下来的手术。许南恒叹了口气，如果说自己下午醒过来去摸半边床铺的行为恍若新婚，那么刚才方石优这句话说的简直是步入婚姻的第3年。他放下水杯，站起来，决定先走。他开着方石优的车，先导航到了上次的市场。虽然今天天气不好，但市场人还是挺多的。他来市场是为了买点日常用品，今天下午算是见识到了，这大夫是将独居的那个独自给贯彻的明明白白。许南恒连个多余的喝水杯子都没有，买了只喝水的杯子，还看见了藏民们做的木碗，很精致，他蛮稀奇的，买了2只。卖木碗的老板送了2双筷子。许南恒忍着心痛说了谢谢，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这个手是怎么挑的，在一众价位的木碗里挑了300块一只的。然后回到方石优的公寓后，就开始有点奇怪了。许南恒把新买的玻璃杯放在方石优的玻璃杯旁边，尽管并不是一对杯子，但非常
非常诡异的是，他好像在布置他和方时优的家。这个念头涌上来的瞬间，许南恒坐下，打开 iPad， 抽出 pencil， 摘表，导了2张本校的高考模拟卷开始做。专注状态下的许南恒能够屏蔽一切元素，做题的时候尤其如此。数学带给他的是一种稳固的安定，许南恒喜欢条理清晰的东西，已知什么，因为什么，所以什么，求的什么。做完2套卷子，许南恒放空了一会儿，坐在椅子上发呆，让大脑休息。从前许南恒很容易焦虑，他偶尔会产生休息焦虑，尤其读研考证的时候。他就是那时候一天3、4杯咖啡。后来他学会了放空自己，让神经元充分休息，思维也停一停。首先学会放空自己，然后学会放过自己，最后变成一个潇洒的人。许南恒偶尔回想一下自己的成长，确实是比较顺遂的。以前凡事都想做到尽善尽美，初高中的时候因家境过于优渥而没有朋友，偶尔有1、2个人愿意和自己交朋友，他恨不得跟人家掏心掏肺的对人家。所以他会梦见高中时候的教室，他会梦见那间教室里的方时优。曾经高中有2个同学找他搭话，喊他去打球，结果只为了让许南恒把球星签名的那个篮球带出来，他们轮流拍照发动态而已。后来渐渐的，他觉得一个人也挺好，逗逗猫，喂喂鱼。京城富二代的圈子倒是有几个真心实意想跟他做朋友，但他又实在不喜欢太奢靡的娱乐方式，人均3000的私厨固然不错，但麦当劳双层吉士堡亦很美味。说到底，追求不同，注定无法走同一条路。从前父母招待一些生意场上的人会带着他一起，为他建立些社交圈，结果他在私人酒会上一盘接着一盘吃炸鸡块，还夸人家蘸酱不错。他会跟他爸妈开玩笑的说，我300万的大 G 怎么跟人家半个亿的兰博基尼停一块儿。后来这种场合也就不带他了。所以他会梦见中学教室环境里的方时优，这个不带任何目的靠近他的人，纯粹的照顾他，无论生活还是情绪，并且开解他，以最感同身受的方式。许南恒看向餐桌上的2个玻璃杯，一只是方时优自己的，另一只是他刚买的。回头沙发背后的窗户看出去，雪后夜空甚是晴朗。他真的有点想抽烟，犹豫片刻后，拿上钥匙、烟和打火机，出门下楼了。年轻的支教老师蹲在楼下的自行车棚前边蹲着，叼着烟，拖着下巴，整体看起来又痞又无辜。他咬着烟的绿嘴，微信对话框还是他们的支教群。这个群里只有他们4个人，本校的支教岗大群里才是所有支教老师，不过那个群没人闲聊，都是发通知。这个群里的苏雨、谭希、许南恒是去年考进来的年轻老师，戴继眠比他们大个3、4岁，是有些资历的老师，他们4个平时比较聊得来，所以拉了个小群。谭老师发了国庆当天北京升旗的视频，感慨着他考到北京之后，开学的第1天就跟他几个室友一块去看了升旗，同时也感叹时间过得真快。许南恒点开视频，是央视的视频，视频里北京的天刚刚亮起第1缕阳光。时间真的走得很快，他都来西藏1个多月了。苏雨说存了，等假期后放给学生看，他们总问我北京什么样，我都答不上来。许南恒也被问过这问题，他虽然北京出生长大，但他宅得可怕，不爱逛街也不爱玩，他只知道奶家的煎饼果子是天津来的老板开的。于是许南恒把视频存下来，等假期结束回去给他们放一遍。戴老师说等回了北京，他们4个一块去哪吃一顿。这次支教，他们4个的支教岗最偏远，设施最落后。比他们好点的支教岗，有的能买着肯德基，有的宿舍有全天热水，再好点的教室里甚至有投影仪，所以他们4个能聊一块去。谭希，好啊，等回去是夏天了吧，去吃个俄餐，他家奶油冰淇淋特好吃。苏雨，我这儿已经冷得哆嗦了，我看着冰淇淋这仨字儿我都寒战，我现在贼想吃顿涮羊肉，海底捞也行。许南恒悠悠的回，我想吃麦当劳。戴继眠，太冷了。许南恒灭了烟上楼。
下午睡了一觉，并不会影响晚上的睡眠。徐老师有着同龄人艳羡的睡眠质量和入睡速度，以及方大夫这哆啦 A 梦的毯子手感相当不错，最后无意识的把毯子全部拽进被窝里，抱着睡着了。而方大夫终于在6个小时后结束了手术，清除破裂肿瘤，重建腹主动脉，病人血压回到100毫米汞柱，郭主任才松了口气，下了手术台。接下来就是一些缝合工作，留给方时优他们这些年轻医生。手术全部结束后，病人回去 ICU， 他们之中只有旺姆医生会说藏语，他负责去跟病人家属说明手术情况。方时优和杨镐丢掉手术服后都是一副呆滞的表情，医院就是这样，突发事件来了就得硬着头皮空手接白刃。呼，杨大夫伸懒腰，真是要了老子半条命。方时优笑笑，行了，女儿早上不用加台了。哎，几点了？杨镐抬头看了眼办公室里的挂钟，我操，快3点了都。方时优不打算回去，是因为他还要看篇文章，反正都是不睡，回去的话还打扰许南恒睡觉。并且他承认了，他尚没有办法妥善处理自己的感情。他比许南恒大几岁，年岁带来的不仅有更成熟的心智，还有瞻前顾后的瑟缩。方时优在办公桌坐下，他太矛盾了，他很害怕在凌晨3点这种脆弱的时间里，自己会没办法保持理智。他对许南恒的状况同样不够了解，譬如是否单身，他的性取向。大家都只露出冰山的一个尖角，藏在水下的部分才是完整的真实。方时优从保温箱里拿出许南恒给他带的饭，还温着，只是炸鸡软掉了，不过没关系。餐盒全部拿出来后，还有一张被蒸汽浸湿的字条。许南恒练过书法，笔迹俊逸漂亮，不知道你口味，凑合吃吧，方大夫。方时优是饿的其实挺狠，闻着饭菜香味，竟一时没动筷子，倒是看了会儿这张字条。旁边杨镐端着泡面回来，看见他桌上的餐盒，顿时眼神都不对了。你这哪来的？啊！方时优把字条放进抽屉，说徐老师给我带的。杨镐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泡面，一股强烈的心酸感过去之后，杨镐质问道：方大夫，你俩是不是那个了？哪个？方时优看着他，坦白讲，方时优有点明知故问了。谈对象。杨镐稍稍压低声音。方时优摇头，没有。杨镐笑了下，端着泡面到自己桌上，放下，用叉子搅了搅。嗨，我还以为你俩早就两情相悦了。你别。方时优揭开餐盒盖子，别在他面前乱开玩笑。杨镐缩面，边嚼边问：嗨，这有什么？徐老师看着很通情达理的人啊。方时优叹气，这和通情达理没关系，人都是有底线的。杨镐耸耸肩，你看你又皱起来了。方时优这人社交简单，优秀但不出挑，而且有些轴。方时优是一个围绕着医学的人，杨镐从没见过他工作以外的样子，他被医学占据了大部分，上班、坐诊、手术，下班看文章、看手术视频，多数时间比较沉默。杨镐的另一个同事说他是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再说了，就算真的同性恋又怎么样呢？这不都是人类基因产生的自然差异吗？杨镐说。杨大夫的话很正确，同性恋、异性恋都是自然差异，他们学医何该更加明白。方时优低了下头，没回话，安静的吃饭。杨镐见他沉默，啧啧摇头，笑了起来。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109国到深夜一见钟情。方时优依然没有说话。那时候许南恒咬着烟，眼睛一眯，以为自己特狮子大开口的要了500块路费，像张牙舞爪，表达着自己超厉害的小猫仔。接着那一路相处起来很舒服，也只觉得许南恒是个有涵养又礼貌的人。拉萨匆匆一别的那天，他也悔恨过没要个联系方式，但其实那天方时优记下了他的车牌号，他想着如果有缘，回到北京之后
或许还能再遇见。再不济，请人问问过来支教的老师里有没有姓许的。结果就在小医院旁边的学校遇见了。他起初是真心觉得许南恒初来乍到，离家3000多公里，对他处处照顾他是真心的，只是这份真心慢慢的有点不太纯洁了而已。他觉得许南恒是个很明亮的人，在星空下，在球场上，在风雪交加的夜里抬眸看着自己。还有许南恒对补课的执念，许老师真心的希望每个孩子都能走出这座山，乘风万里。在方时优眼里，许老师哪都好，太好了。杨道吃完了面，搁在一边，心下了然。他笑眯眯的晃2下鼠标，唤醒电脑屏幕，说：方时优啊，你就直接上去问，有什么好憋的，回头憋出病了。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单身。方时优说：杨道，那更简单，兄弟我去给你打探一番。别。方时优再次强调，你别乱说话。杨道失笑，好好好，不像你，你都把人拐家里去了。我那是没辙。方时优反驳，你有理你清白。杨道打趣他，哎，我去睡觉喽，你在这琢磨吧。第28章国庆假的第3天，放晴了。方时优清晨9点回来家里的时候，许南恒正在打电话。青年长身玉立，站在半开的玻璃窗前，阳光折射着积雪。许南恒穿了方时优的一件圆领白色毛衣，肩膀那里稍大了些，他下来一点，导致袖口遮住一半手背。方时优开门进来，许南恒电话还没打完，他指了指手机，示意了一下，方时优点头，迈步进来，关上门。方时优买了早餐回来，放在餐桌，接着去厨房烧上水。方时优这时候才想起来，他厨房里的碗筷杯子都是1人份，正想着要不拆个桶装泡面，把里面的叉子拿出来用的时候，他看见灶台边上2只瓷碗和2只木碗。我买的。许南恒打完电话走了过来，你这房子里的硬件设施，别说多个我了，多条狗你都没东西给他喂水。方时优笑了下，吃点东西。许南恒点头。方时优买了包子和奶茶回来，是藏式奶茶，有偏甜的和偏咸的。方时优怕他喝不惯咸口的，买了甜的。坐下后，许南恒说，市里有个支教岗会议，本来是假期后开，但贡嘎那边的支教岗因为气候调整了一下假期，他们10月5号就上课，所以只能明天过来开会，然后刚刚问我们能不能明天到山南市。方时优拆开袋子，说，明天上午吗？下午。许南恒说，你明天要用车吗？能不能把车借我？我明天上午市里有个手术。方时优说，一块儿吧。那巧了。许南恒点头，好。方时优吃完饭后得睡一觉，许南恒想出去溜达一圈，所以他吃完后站起来主动收拾袋子什么的，等下就带去楼下的垃圾桶了。你戴个墨镜吧。方时优说，雪积起来了，出去刺眼。许南恒都起来袋子，我差点内裤都穿你的了，还墨镜？你看着我像有墨镜的样吗？方时优是熬了个通宵，脑子不太灵光，恍然，哦对，然后才内裤都穿自己的了啊，不，差点。方时优脱口出，那你穿我的，我给你拿。不是。方时优差点闪着舌头，我是说戴我的墨镜，戴我的。许南恒端详着他，你是困了吧？你都说胡话了。是。方时优凌晨下了手术，看文章来着，看了篇顶刊的文章。其实按他以前的工作强度来讲，今天属于一般，他完全招架得住，但回家后看见站在窗边打电话的许南恒，一下脑子就不转了。2个人身材相仿，只是方时优骨架稍大。许南恒拎着垃圾去玄关拿外套的时候，方时优指了下那个柜子第一个抽屉里有墨镜。好嘞。接着方时优看见许南恒不仅毛衣是自己的，下边的运动裤也是自己的。运动裤有抽绳，许南恒抬手拿外套的时候露出前边系着的蝴蝶结。方时优实在不敢看了，起身回去卧室，
快速的说了句我先去睡了。许南恒出去就是为了买内裤。他当时站在衣柜前边，手都伸向方石优的内裤了，伸了2回，最后还是缩回来，决定挂空档。他不是有洁癖不穿别人的，只要干净的就行，但方石优的就让他有点。他丢掉早餐的垃圾，县城里没有很大的商场，他昨天找餐厅的时候看见了几家超市，买了一次性内裤和剃须刀之类的东西，还有几罐咖啡。他想着要找个维修工去帮自己换门锁，刚好超市出来对街就有个铺子，过去要了个联系方式。其实到这里，他出门要做的事儿就做完了。许南恒很少出现这种情况，拎着袋子在街上发呆，这要是在北京，他门都不会出，直接叫个外卖。他不爱出门，所以细皮嫩肉，本科时候偶尔去打个球，打完得在宿舍躺3天才能养回来。像这样呆呆的站在大马路上，实在是生平头一回。县城人口少，很安静，积雪被清理到路边。他忽然灵机一动，有了目的地。15分钟后，他出现在昨天来过的湘菜馆门口，台阶上的雪已经被清掉了，门没上锁，但显然现在不是营业时间。许南恒走上去，摘掉墨镜，轻轻推开一个门缝，向里面看，问：您好。收银台老板抬头：您好，不好意思，现在还没。哎，是你啊。老板看见许南恒之后，眼神明显变换了好几下，颇有一种社死被提醒的绝望感。但老板面子上还是很温和，他站起来：请进，现在吃饭吗？后厨还没准备呢，可能要多等一下。啊，不是。许南恒摇头，走进来，带上门，说：上回您请我吃了水果和炸鸡，我刚好路过，给你们带点咖啡。说着，他把咖啡拿出来，他一共买了4罐，拿了2罐出来，放在收银台上。老板说：你太客气了。正说着，大哥从后厨走过来了，瞧见许南恒，他先停顿了下，然后朝许南恒点点头，算作打招呼。许南恒也礼貌的颔首，这大哥看着就话少，看上去想要问问许南恒怎么早上10点来钟过来饭馆，于是大哥看向了老板。老板解释：哦，这位他给我们买了咖啡，说谢谢昨天请他吃东西。哦。大哥点头，然后超耿直的拿起一罐打开，抬起头吨吨吨的喝起来。想来是刚才在后厨忙活，渴了，大半罐就蹲下去了。老板赶紧看着许南恒：真是太谢谢你了，你有心了。许南恒摆摆手：就是刚好路过。啊，你是旅游吗？工作。许南恒说：工作呀。老板看起来非常努力的在跟许南恒聊天了。哈，那还习惯吗？这里。许南恒自然能看出来老板有点社恐，于是决定加速结束对话。还成，那我就先走了，昨天谢谢你们啊。在许南恒的社交圈内，他能够接触到的同性恋人就是老板和大哥。老板和大哥就是他的已知条件，有了已知条件，还需要公示，从而推导得到答案。他决定过来看一看老板，确认已知条件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他们看起来很稳定。许南恒转身前最后看了眼老板，似是想要最后确认一下什么的样子。等一下。老板是鼓起勇气才决定叫住他。许南恒回头，老板看着他：你看上去是不是有些想问的？许南恒沉默了片刻，不轻不重的点了一下头。不大不小的餐馆里，只有耿直大哥在状况外，他也不说话，喝完了他那罐咖啡。老板挺细致的，他看出许南恒今天在这个时间过来，绝对不是送2杯咖啡这么简单。他这里是个饭馆，这里除了饭菜就只有人。许南恒不在饭点过来，那就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看人。而这里的2个人有哪里特别呢？特别的是老板和大哥的关系显而易见了，所以老板叫住了他。许南恒确实有问题，但问题是，可我不知道怎么问。许南恒无奈的轻笑了下，唇线弯起来，所以还是算了，打扰了。
其实，老板说，其实偶尔可以别太理智，让情绪走到理智前面来。许南恒维持着站定回头的姿势，大约3-5秒后，他似懂非懂的点头，谢谢。离开湘菜馆后，许南恒没有坐3轮，天还是有些冷，他记得路，在人行道上走着，一路走回了方时优的公寓。轻手轻脚的开门进来，屋里的暖气让他紧绷的神经都舒缓了些。他尽量小声的放下东西，去卫生间里穿上一次性内裤，然后出来打开电脑。其实今天没什么事做，平常假期里他会窝在家里看个电影，玩会儿游戏什么的。在方时优这是玩不了了，且不说玩游戏鼠标键盘吵人，他压根没带鼠标过来。徐老师决定以科学的方式为自己答疑解惑，他先是登了知网，在搜索栏打下 gay 后，先选了学术期刊。许南恒浏览着检索结果，手指在触控板上点了一下，让他以下载数量从多到少排序。文章标题上一个个同性恋者、男同性恋以及心理认同与心理健康，甚至在向后翻页还有同性性行为，看得许南恒喉结发紧。明明是学术网站，他竟有些手足无措，或许是近些年互联网用国体来代替裸体，大卫被打上马赛克，人们用谐音和缩写或者英文单词来表述一些敏感事物，导致许南恒骤然看见满屏幕的性字，第一时间有些许退缩。他快速调整了一下，这里是学术网，端正态度。他下载了几篇从摘要看起来能帮到自己的文章，然后支着下巴认真的开始看第一篇。讲究的徐老师在有水杯的情况下，会把罐装饮料倒进杯子里喝。他边看文章边慢吞吞的打开拉环，将咖啡倒进杯子里，双眼粘在屏幕上，手上动作宛如 1.5 倍慢放，眼睛越认真，手上越迟缓。偶尔碰见生涩词汇，还要眯一眯眼睛，让大脑有充分的剖解时间。直到方时优睡醒了，从卧室出来，许南恒过于沉静，在方时优走到桌边了才发现他，然后砰，笔记本电脑被他猛地合上。房子里当即升起尴尬的沉默。方时优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甚至都没走到能够看见许南恒屏幕的范围内，他迷茫的吞咽了一下。而许南恒这个脸上藏不住事儿的，已经把我在看一些不想让你知道的东西写在脑门上了。许南恒尬笑2声，哈哈，你醒了。方时优点头，目光从他脸上落到他的电脑上。显然方时优想说点什么，他舔了下嘴唇，但又什么都没说。许南恒估计他是想说你随意，我不会看你屏幕之类的话，但这类话说出来实在太奇怪，活像自己刚才在看什么小黄色。但他总不能跟方大夫解释说他在试图了解自己、剖析自己，借助更加科学严谨的方式。且性行为的话，或许方时优作为医生还能很自然的以专业角度加入这项话题。许南恒的心砰砰跳，他跟方时优大眼瞪小眼，终于他想起了咖啡。他把餐桌上的袋子拽过来，从里面拿出一罐咖啡，说：“给你。”哦。方时优伸手接过来。餐桌是长形餐桌，方时优站在前端，他拿过咖啡放在桌面，中指按在易拉罐顶面，食指和拇指屈起，单手拉开拉环，咔嗒一声。方大夫的手指修长而有力，他穿着睡觉的是一件白色长袖棉质 T 恤，那只手打开拉环，很随意的拎起咖啡凑到嘴边仰着头喝。许南恒目睹了整个过程，明明很平常，好吧，应该是帅气的平常，但徐老师刚才摄入过多的男同信息，现在满脑子男同性恋相关字眼。方时优喝了几口，润了下喉咙，也算正式清醒。我做点吃的，然后去医院了。方时优说：“煮个面可以吗？”可以。许南恒速答，而且答的震声俨然欲盖弥彰。方时优还是觉得奇怪，他放下咖啡，凝视许南恒：“许老师。”哎，方大夫，你有点奇怪啊。有吗？没有吧。方时优思索了一下，你看着我的眼神，有点像我读书的时候在生物实验室第一次解剖青蛙。那么严重吗？
许南恒诧异，我没有想偷你，真的。他是想解析精神层面的，不是物理层面。方石优抿唇，还是决定先进厨房。冰箱里有一些牦牛肉，他先起锅烧水，把冰箱里存放的蔬菜拿出来，问道：许老师，青菜牛肉面可以吗？可以。许南恒站起来，调整了一下呼吸，先摸摸电脑，在心里说了句不痛啊，乖，爸不是故意的，也跟着去了厨房。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他已经来人家家里借住了，总不好坐那儿等饭吃。没什么，煮个面而已，出去等吧。方石优说。许南恒凑过来看他洗菜，两把小青菜，水池上边的窗沿上有一个小盆栽，很纤细的绿色植物。许南恒问：你这小盆栽挺可爱的，这叫什么啊？这叫香菜。方石优忍着笑。我多余问。许南恒挪开视线。第29章，方大夫煮面用2口锅，一口锅烧水煮面，另一口锅热锅冷油。小火烧油的时候，方大夫抽出菜板和刀，在许南恒的注视下，娴熟的将大块的牛肉切片，薄厚均匀，下刀稳健。方石优，葱吃吗？可以吃。他切葱，切姜，又问：蒜末可以吗？可以。葱姜蒜和牛肉一起下锅，油已经热了，刺啦一声，方大夫抬手按开油烟机，他这儿似乎没有锅铲，单手握着锅柄，控制着锅里的东西滑动，使它们均匀受热。然后，许南恒看着他掂了下锅，这也是医学院必修吗？方石优这回没跟他贫，解释说，上个月我这个水龙头坏了，修水龙头得关水阀，结果这栋楼水表房的门栓卡死了，打不开，我拿锅铲别开那个门栓，锅铲就变形了，不能用了。许南恒，你还真是什么都会啊。方石优又掂了下锅，拧小火，旁边那口锅的水滚了，方石优从袋里抓了2把面条放进去，盖上锅盖。许南恒会做饭，会修水龙头，还是个医生。方石优笑笑，没那么夸张，就普通生活技能。接着方石优补充了一句，大概因为20几年都一个人过来的吧。这句话添的其实没什么必要，可是凌晨跟杨告的那段对话提醒了自己，他不知道许南恒是不是单身，但他得让许南恒知道自己是单身。说完这话，方石优关上灶台的火，青菜丢进面锅，从冰箱里拿耗油、酱油和一点白醋放在碗底，就可以出锅了。香菜吃吗？方石优问。啊！许南恒刚刚回神，直接摘它吗？2秒后，方大夫，方石优应声看向他，然后沉默了。许老师把小盆里的其中一颗香菜连根拔起，拔出来之后，许南恒才意识到，可能这个香菜它之所以种在这里，是因为香菜揪下叶子还能接着长。这种情况还能手术吗，大夫？许南恒看看手里的整根香菜，又看看他。方石优用筷子捞面，没救了，宣布死亡吧，读时间。许南恒抬腕，我手表没电了。方石优看了眼自己手腕，我手表没带。那就铭记这一天吧。许南恒把香菜递给他。方石优无奈，根上还有土呢，许老师。默哀半秒钟后，许南恒洗干净香菜，递给方石优。方石优煮的面很好吃，吃完后他得去医院了。你下午在家会无聊吗？方石优抬头问他。许南恒的原计划是下午看他下载的文章，听他这么问，差点没拿住筷子。不会。说完，这位藏不住事的老师瞄了眼餐桌上搁在旁边的电脑。方大夫也顺着他的视线看了眼他的电脑。不会。许南恒重复了一遍。好的，我之前在看一些文章。许南恒说。方石优已经吃完了，他抽了张纸擦嘴，说：哦，好的。学术上的。许南恒补充。好。方石优点头。
是真的。许南恒强调。方时悠看着他眼睛，说：“我明白。”好的越描越黑了，许南恒绝望的眼神空白了片刻，然后站起来，拿过方时悠的碗：“你走吧，我来洗。”方时悠没接话，跟着站起来。这厨房不大，可以说比较逼仄，两个1米8几的成年男人站在里面挺挤的。少爷的逻辑简单且粗暴，许南恒认为的洗碗就只有碗。方时悠大概预料到了，所以跟着进来。许南恒洗碗的时候，他清理灶台；许南恒洗好2只碗，他再接着刷锅，最后收拾垃圾。那我走了。方时悠穿上外套，代表晚上我。许南恒手放在电脑上，抬头看他。方时悠，晚上我能回来吗？这是在说什么话啊？许南恒差点没听明白。啊？当然能啊。许南恒说：“你这话问的是你收留我怕你不习惯跟人睡一张床。”方时悠在玄关换鞋。许南恒摇头：“跟你的话还好。”方时悠停顿了下，强撑着正常的情绪和语调：“好，那我回来。”一整个下午，许南恒从同性恋的荧幕形象到传染性疾病，再到耽美小说中的男性，最后合上电脑，许南恒拧了块热毛巾搁在眼皮上敷，看得他两眼发酸。直到晚上，方时悠回来，许南恒觉得自己强得可怕，他已经获取了充分的理论知识，他完全明白了同性恋的本质，他了解到了案例，也搞明白了特性。但是和方时悠又一次双双躺下后，满脑袋的理论和数据，这时候就像游戏里的皮肤外观，起到一个造型上的作用。许南恒看那些文章是希望先了解这个问题，这是数学老师的逻辑，得先看懂题目，要知道题目在问什么，才能知道怎么答。但这种东西它不是逻辑问题。许南恒躺得笔直，眼睛盯着天花板。他也希望能通过学术文章来让他剖析一下方时悠，打探一下方时悠有没有那方面的可能性，但完全没有头绪。方时悠侧躺着在看手机，他在看明天手术的病人的影像报告，但网不太行，图像加载的太慢。方时悠放弃了，这边的网络他已经习惯了，干脆锁屏手机，等明天直接去看片子。他手机刚放下，翻了个身平躺，朝旁边一看，问：“你睡这么直挺，能舒服吗？”许南恒大脑里正在刀枪剑戟，一听到他说话，吓得手忽然攥紧了背沿。啊？哦，我还好。许南恒说：“我在思考。”方时悠：“思考你下午看的文章？”许南恒眸光一紧：“都是学术文章。你其实不用反复强调，我相信。”是吗？许南恒瞥了他一眼，吞咽：“方大夫，你觉得是情绪更重要，还是理智更重要？”方时悠偏过头，房间晦暗，屋外风声吹着枝叶簌簌，今夜没有星星，因没有照明，他视野里的许南恒模糊不清。方时悠问：“碰上什么问题了吗？”算是。许南恒看着天花板，不敢看他，说：“因为这个事情，我没有经验，我看了些例题，可是并没有总结出适合我的解题方法。我劝了一下自己，没有阅历总要有魄力，可是我发现我也没有魄力。”他没由来的说的这些毫无逻辑的话，偏偏方时悠感觉自己都能懂，因为方时悠自己也是这样的状态。虽然方时悠明白很有可能他在和徐老师跨屏聊天，他说城门楼子，他说胯骨轴子。我能？方时悠咽了下，细问一下你的问题吗？你可能。许南恒也咽了一下，不能。许南恒补充，不是不信任你，是这件事情实在过于私人。这么直板板的躺着，许南恒不是很舒服，他放松了点，想拿手机，然而手刚一动，在被窝里碰到了方时悠的手背。皮肤与皮肤接触的瞬间，两个人同时一僵，分明只是手碰到了，却僵硬的像是碰到了什么敏感部位。在这个静谧的县城夜晚，卧室里忽然同时停止了呼吸声。凝滞的两个人相触的一小块皮肤，以及很明显的屏住呼吸造成的极端沉默。紧接着是方时悠的手机响了一下，
他不关静音，这声微信响得格外大声，像得救了一样。两个人分开，方时优去拿枕边的手机。做医生的，这个点收到微信往往不是什么好事。果然是方时优的老师发来的，他甚至还没点开聊天框就直接坐了起来，然后才松了口气。出什么事儿了吗？许南恒问。方时优，没事，是我老师问我明天几点能到。我靠！许南恒哭笑不得，你搞这么大阵仗。方时优也笑了下，重新躺下来说，因为这么多年他半夜3更找我都是一些紧急情况。在北京的时候，有一回他夜里给我发消息说急诊人手不够，送来几十个车祸病患，让我过去帮忙。然后呢？许南恒问。但当时我们家就一辆车，他开走了。哦，我老师就是我父亲，他开走了，我没车开。当时雪下的特别大，出租车、网约车都打不着，我没辙，只能报警了。方时优说。一句话信息量有点大，原来那位老师就是他爸爸。许南恒想了一下，大约是为了避嫌，譬如在医院里直接喊爸的话，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方时优是通过裙带关系进的医院。许南恒，早你没认识我，太可惜了。是啊，方时优说。许南恒眉心一蹙，哎，你和你爸爸一块援葬，你俩为啥没住一起呢？因为除了一些管理层，没人知道我们父子关系。我随母姓，一直管他叫顾老师。这次援葬是单人单间的公寓。方时优解释，不过援葬是巧合，我爸没喊我报名，我自己看见就报了。许南恒知道不该多问，但今晚这气氛，昏天黑地的环境，盖着棉被聊天，父子关系紧张吗？不，方时优说，是因为我母亲产后并发症过世，他给我取名的时候用了我母亲的姓。啊，不好意思。许南恒微微动容，那你学医是因为顾老师吗？没事，你不用道歉。方时优躺着，松泛了些。至于学医，填志愿的时候他特意说了，说想学什么就报什么，没必要学医，学医怪累的。看着确实累。许南恒说，他挺喜欢听方时优说自己的事儿，他也意识到他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对方时优更好奇。所以你和顾老师在同一个医院？方时优轻笑了下，这个真的也是巧合，我爸很忙，我也忙，我俩平时几乎没时间交流，在医院都穿白大褂碰上的时候，他很意外的盯着我看了好几秒。许南恒设想了一下那个画面，噗呲笑了。所以你们关系其实还可以？是，因为实在是太忙了，打不上什么交道。方时优咳嗽一声，清了下嗓子。我小时候他就忙，偶尔抽空辅导我做作业，不过他有时候会昏头。我初2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一下午高等代数，然后口不择言的说，哎呀，确实高中就讲这个太早了点。噗！许南恒憋了一下，失败了，还是笑出来了。方时优也跟着笑。顾昌泽顾老师年轻时经历生子丧妻，大喜大悲。他抱着尚在襁褓中的方时优，度过了一段很灰暗的时间。29年，顾昌泽没有再娶，也没有恋情，他用大量的工作麻痹自己。他给到方时优的是几乎全部的财富、人脉以及学识。他们父子没什么隔阂，也没有忌讳些什么。方时优生日的时候，顾老师会笨手笨脚的煮一碗有点难吃的面给他，家里有母亲的遗照，顾老师也会跟他讲讲方明书年轻时候的事情。总之，没什么狗血故事，也没有寻死觅活、天崩地裂的往事。方时优抬起手，摸了摸自己枕着的折起来的哆啦 A 梦毛毯，我就是个普通人。你呢？方时优问他，大 G 车主。方时优这么问，就是直白的想知道许南恒的一切。许南恒说，我和家里挺融洽的，并且许老师家住东城4合院。呵，方时优佯装惊喜，小许少爷怎么来这地儿受罪了？支教呗。许南恒扬着语调奉献自己。
那徐老师怎么一个人开车来？哎，那不是。许南恒话锋一转，那不是为了在109国道营救你吗，方大夫？哎呦！方石优笑起来，别介，你可别。确实这话说的有点虚假的过头了。许南恒说完，自己跟着乐。县城小公寓里的木板床被俩同频笑的成年男人震颤出了同步的嘎吱声，这就有点好的笑声停了。不知道谁咳嗽了一下，气氛又诡异起来。所以两个人盖一条被子的时候就要睡觉，多喝热水，少熬夜，这话还能假啊？许南恒终于找到打破这份尴尬的办法。接下来他简单的给方石优讲了一遍北京本校支教时候的事儿。他说的很轻松，因为走出了那个境况后，这就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儿。他以为方石优会安慰自己别放在心上之类的话，然而方石优听完很认真的说，你不需要让别人满意，你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你善良，懂得平衡，有礼貌，温和，你愿意接受现状，有妥协的勇气，并且在妥协的狭缝里抗争。无论你是住在东城区的四合院，还是住在胡同里的水帘洞，徐老师，你都是很好的人。方石优这2天没怎么睡觉，应该说这几天都没能睡到一个完整的觉。他最后强撑着把这句话说完整，转眼便沉沉睡了下去。他太困了，也太累了。和许南恒介绍完自己的情况后，他像是交了论文一样安心且泰然。他这个人很简单，家庭也简单，接着就再也撑不住困意。许南恒则抬起手按在自己胸口，企图用这种方法来让心脏别咚咚跳得这么猛烈，即便旁边躺着个心胸外科的大夫也不成啊，仗势乱来吗？第30章，许南恒眼下暗青，脸色苍白。方石优第3次问他需不需要停车下去走一走，有没有晕车。许南恒也是第3次回答他，我没事。方石优这一觉是睡好了，睡得可踏实。8个多小时的睡眠，没做梦，在闹钟响起的前半分钟醒来，神采奕奕。许南恒这一觉不如不睡，隔一会儿就醒，都是被自己吓醒，因为他频频做梦，梦里他钻进方石优怀里，抱着方石优的腰，脸埋在方石优胸口，那个能满足咱高原狼营养需求的胸肌里，以至于今天在车里整个人处于一种摇摇欲坠的状态。县城去市区的路平稳了很多，是重新修过的省道，不过平稳也只是相较山路。省道来来往往的大货车还有超载的，路不可避免的被压得扭曲。许南恒随着车厢晃动而无力的摇着，终于砰的一声，脑袋撞上车窗了。哎，方石优找了个地儿开下省道，停车下车。许南恒也跟着下车。方石优去省道边的小卖部里买了瓶冰水，说你过来。不问也知道方大夫要给他敷一敷。于是灰扑扑的省道边，福特猛禽皮卡前边，许南恒呆呆的靠在车身，方大夫帮他举着冰水，水瓶外面蒙了张湿巾，正在敷他撞的那块。我可以自己来的。许南恒说。方石优无奈，还是我来吧。方大夫手很稳，这条省道在雪山下，平时颇受自驾者青睐，天气好的时候日照金山，天气不好的时候就像今天，只有工程车和大挂车来去匆匆。雪后的西藏固然很美，高海拔地区的降雪很干净，这里离天空很近，下雪的时候像置身于圣诞水晶球。但降雪带来的不仅是高原高寒，还有大风，大风会诱导雪崩。所以西藏部分地区的寒假很长，阿里那边的中小学12月下旬放到3月，许南恒的支教岗今年寒假安排是从元旦到2月末尾，也差不多。走吧。许南恒说，别迟到了。轰隆隆的，一辆盖着防水布的大货车撵着路开过去。大货车开过去后，许南恒向右看，看向省道另一边，然后停下了脚步。它不是荒凉的，也不是苍茫的，和许南恒想象的雪后高原不太一样，不是白茫茫的天地，在厚重大雪的覆盖下，依然有植被，它们一半没入积雪中，顶端的一半在寒风中摇曳。这里并不荒凉，也不苍茫，
这里壮阔。冬季枯黄的山岩之下，在春夏会长出半人高的青草，大自然养育着牛羊马群。但在冬里，茫茫的雪落下后，所有生灵闭上眼睛，停止跳动。所有生灵臣服于寒凉的雪。这里是西藏，中国大地上最高海拔的高原，这里是千山之宗，万川之源。鹰隼翱翔而过，从雪中挺立的瘦弱植物，仿佛在守护这片土地。许南恒停下之后，方时悠没有催促他。省道右边是广袤的草原，草原尽头衔接着一座雪山，这是藏南高原常见的地貌。沉寂的天地，呼啸的狂风，以及顽强的生命。许南恒乍然明白，这就是西藏。这里含氧量低，这里有频繁的高低起伏，这里有极强的紫外线，这里是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青藏高原。所以在这里要更努力的活下去，不是迎着春来破土而出，而是在寒冬里破雪而立，才能等来那个终将会来的春天。又一辆大货车开过去，阻隔了许南恒的视线。于是他收回目光，看向方时悠。风把两个人的头发吹得很乱，遮挡视线的刘海仿佛二人之间说不上来的情愫，他们干扰着两个的对视。然后方时悠走向了他，他也抬脚迈步。方时悠伸手握起他手腕，说：“上车了。”雅鲁藏布江流淌过山南市，垭口挂着许多经幡，在公路遮下一大块影子。方时悠先把他送到市区中学开会，然后他自己去医院。这次会议是藏南地区支教岗的联合会议，大家交流自己支教岗学生的情况以及自己的教学进度。主持会议的主任也向所有支教老师传达接下来藏区的节日和统考的安排。交代完一系列安排后，主任请支教老师们就这些时间的教学提出意见。许南恒刚想举手的时候，坐他前面的老师直接羞得站起来了。那位老师说：“您好，主任，我是贡达县支教岗高3支教教师，我申请将寒假缩短为12天，实在是没有时间了。”许南恒观察着主任，主任有些犹豫。那位老师又说：“我已经取得半数以上家长的同意，乡里的牧民们自发为学校背牛粪烧炉取暖，等到下一轮降温之后，我们会改在5点整下课以及取消晚自习，但是每人每天要做完整一组试卷。”许南恒细细听来，觉得自己这边也可行。主任说：“今年雪下的太早了，不仅冷，而且需要提前存储清水和牲畜粮草。我支教岗高3所有家庭已经完成。”那位老师很明显有备而来，并且我支教岗获得了藏獒狗场的帮助，保护高3家庭的牛圈。许南恒肃然起敬。这会开得挺久，乡县支教岗的情况各有不同，高3老师提出的想法最多。开到最后，大家口干舌燥，许南恒这排的开水壶都续了2波了。许南恒也提出了村庄初3学生的难点，他挺大胆的，他直接提出在即将到来的寒假里，村庄初3进行灵活性补课，也就是谁家活干完了，他到谁家去检查作业，巩固知识点，讲错题。从市中学出来，天早早的暗了。许南恒好久没开过这么硬核的会议，到最后跟吵架似的，主任在上边舌战群儒，他们不管不顾，总之大家这趟都是同一个目标，加大作业量、课程量，缩短假期，以及寻求主任的帮助。主任会进一步调配各个县村的老师进行教育援助。许南恒这边为村庄争取到了一位县初中的生物老师，每周过去，以减轻索朗老师的负担。许南恒从学校出来后，先看了一下微信消息，方时悠没发消息过来，说明他还没下手术。支教岗的老师们先后从市中学出来，几位老师赞许着那位直接站起来提要求的老师，成功将寒假缩短了好几天。许南恒与人群比较远，他出来之后直接走去人行道路灯下的垃圾桶旁边，烟盒里还剩最后一根，就站在垃圾桶旁点上了。没成想人群慢慢的朝他这儿移动了。哎，那边那位老师。有人朝许南恒叫了一声：“老师。”许南恒夹下烟，略带迷惘：“我。”对。那人说：“过2条街有个酒吧，我们一块喝点吧。”你是哪个支教岗的？
我记得是初3吧？许南恒笑着摇摇头，不了，你们去吧，我还等朋友。哎呀，不喝酒。那人又笑着说，就是聊一聊，大家交流一下心得。哦，对了，再聊聊中考题、高考题。听到这，许南恒心动了。押题这事儿，在北京本校向来是资历老成的教师来，且他们经营多年，眼光毒辣。本校有位姓桑的老教师，押题那叫一个恐怖如斯。而押题需要灵感，也需要推敲，人多力量大嘛。许南恒一手捏着手机，一手夹着烟，顿了顿。那好。这是他最后一根烟，刚抽没2口，就痛心的摁灭了。没辙，掸了掸衣服，担心落了烟灰，跟上了大家。大家从全国各地过来，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现在已经能从容应对，一行10几人走在一起，叽叽喳喳的聊着。许南恒尽量弱化自己的存在，多听多看。自然，话题中心是在会议上直接站起来的那位老师，他姓蒋，没说从哪儿来，一路上都在叫其他人怎么了解当地资源。譬如他求助的藏獒狗场的老板，狗场老板不要钱，他就承诺高考结束后辅导狗场老板家小学的儿女们。大家纷纷表示很合理，这边虽说是贫困地区，但钱是能赚到的，比起金钱，贫困地区的人们更向往得不到的更实质的价值。酒吧在一家面馆边上，挨着的一群人浩浩荡荡的先进了面馆，稍微吃了一口，然后出来进到旁边酒吧。市区年轻人晚上来喝酒的不少，有当地人也有游客。吧台的调酒师是藏族大哥，也是这家酒吧的老板之一，笑眯眯的。酒吧里很暖和，调酒师穿件短袖 shake 的时候，上臂肌肉相当有力，偏黑的皮肤绷的都能看见青筋。酒吧的照明其实挺充足，没有刻意营造暧昧的光影，音乐不那么吵，客人们能够在正常音量下交流。有姑娘大大方方的夸调酒师肌肉练得真大，询问能不能去吧台里合影。许南恒却恍惚间感觉完全比不上洗完澡出来的方石优。方石优的肌肉在富有力量感的同时更加漂亮，无论是线条还是形状。支教老师们在长桌面对面坐了2排，有的喝酒了，有的喝饮料。许南恒要了杯无糖可乐，叼着吸管听大家聊天。大部分人都有支教经验，讲了些许南恒很受用的东西，他都暗暗记下。然后有人掏出了 iPad 来开始聊题，许南恒想凑过去看，但有点挤不上。但假期就是假期，随着左右桌快乐的欢呼声以及时不时传来的年轻人昂扬的喊着干杯，终于他们之间也有人提出要不共同举杯祝贺支教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许南恒本来不想喝，结果贡达县支教岗蒋老师直接大手一挥，相当潇洒的朝调酒师扬了扬下巴，说了句每人1龙舌兰，他请了。调酒师表示收到，并询问陈年龙舌兰可不可以，口感更好。蒋老师比了个 OK 的手势。蒋老师请完酒，又有老师站起来请了所有人，许南恒自然随了大流，也请了每人1杯。这么一轮接着一轮，许南恒早就招架不住了，他不晓得是自己酒量不行，还是这群老师实在太能喝。总之，等方石优过来找他的时候，他已经迷糊了。到酒吧前，他给方石优发了定位。其实许老师对自己的酒量不太了解，他不喝酒，偶尔陪老爷喝点儿，也就那么几口，更多的是唠嗑。这回主要是气氛他挺喜欢，不是应酬聚餐，也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就是天南海北的陌生老师一起放松一下。方石优手扶在他后背，先跟其他老师微笑点头打了招呼。其他人倒还好，看着没喝太多，许南恒就比较明显在强撑着。后集感受到方石优的掌心后，他紧绷着的维持理智的神经终于松懈了下来，软绵绵的笑着喊他方大夫。哎，许老师。方石优像从前很多次一样回应他。时间很晚了，许南恒不知道现在几点。许南恒坐的是个高脚凳，方石优几乎是笼罩住他。他不矮的，但这个姿态和高低差度，他的头刚好在方石优锁骨边。方石优的手术从上午10点多到刚刚才结束，他下手术台后，
喝了瓶果汁补充能量，紧接着就过来酒吧了。大家听闻他是元藏医生，说什么也要整一杯。方石优只能说开车过来的，喝不了。顺便说把徐老师带回去了，这儿不是正式场合。但先离席，方石优还是说了句不好意思。从酒吧出来的瞬间，许南恒哆嗦了一下。西藏昼夜温差本来就很大，遑论10月已经是初冬，可是凛冽寒风不仅没把徐老师吹清醒，反而贴住了温暖的方大夫。他像他家胖胖那只虎斑猫，天一冷他就往人衣服里钻。走这边。方石优怕他摔了，手一直扶在他背上。人行道有几块地砖翘了起来，天黑，许南恒这醉鬼完全不看路，脚下一绊，身形整个歪向前。方石优眼疾手快，伸出胳膊兜住他，浑身的酒气，朦胧的眼眸。被绊了一下，委屈的看着方石优，说：吓我一跳。方石优心想谁没吓一跳呢，于是干脆搂住他腰，车就在人行道边，没几步路了。方大夫，唉，怎么没清醒？方石优抬头，接连下雪的原因，藏南已经阴了好几天。方石优说：再等等就有了。然后许南恒抬手扶了一下方石优的肩膀，让自己站直起来。他站得直溜溜，像根小竹子，像学生时代立正的孩子，然后仰着头等星星。在方石优意识到他在等星星的刹那，方石优感觉心头被浇了一杯滚烫的茶水，从他心间流入血管，走去四肢百骸。由于仰着脑袋，漂亮的脖颈轮廓全然暴露在方石优的视野中，从下巴到喉结，再引入衣领。方石优吞咽了一下，说：明天再等吧，好不好？明天能等到吗？这小醉鬼说完，没等方石优回答他，又转了个话题。喝多的人就是想哪儿说哪儿，而且有点闹腾。许南恒还成，没耍酒疯，就是有点话痨。许南恒看着他，问：你今天什么手术呀？开胸搭桥。方石优说。许南恒欧着点头，又指了指自己胸口，问：把这儿打开吗？对。方石优说：冠状动脉堵着了，他没法给心脏供血，就像立交桥一样，在堵着的血管上再多放置一根血管，绕过拥堵路段，让血从这根血管里走。方石优这辈子从没在寒风天的人行道上给别人解释什么叫心脏搭桥。这儿冷得呵气成霜，路灯明灭闪烁，时不时被风卷来一些枯叶，但他乐在其中，他感觉他能在这儿给许南恒讲一晚上。什么冷不冷的，风不风的，方大夫连饥饿感都屏蔽掉了，因为许南恒眼睛直勾勾盯着他，说了一句：你真厉害。人被夸就会心花怒放，方大夫也没能免俗，但他还是腼腆了些，并且如实相告，摇摇头：没有，我不是主刀。你当然不是刀，你是方大夫。好的，可以看出已经进入他自己的节奏了。方石优点头说：我是方大夫。这次方石优伸手环过他肩膀，带着他走去车旁边。晚上有个接台手术，就是他们这边下手术台了，紧接着又有一台手术要做。来接台的几个医生给他们带了果汁和面包，方石优喝了果汁，一袋面包在车里。他打算先把许南恒放车里，然后吃完那块面包再开车回县城。他半抱着把许老师塞进副驾驶，关上门，站在路边撕开面包袋。面包很松软，不会噎，内馅是果酱，微酸。时间是晚上9点1刻，头顶路灯已经暗到只能照亮他自己的灯罩。方石优几口吃完面包，包装袋丢进垃圾桶。喝酒的人是许南恒，不知道为什么脑子乱七八糟的，成了他自己。方石优丢完包装袋，没有去左边主驾驶，而是又拉开副驾驶的门，里面许南恒乖乖的坐着。车门被拉开，涌进来一阵风，他靠着座椅头枕，偏着头看着来势汹汹的方石优。方大夫。这次方大夫没有像之前那样回一句矮，许老师。方大夫半个身子探进来，伸手把副驾驶安全带拉下来，扣进去。
接着，方大夫手撑在座椅头枕，他的脑袋旁边定定的看着他。许南恒，你是单身吗？许南恒。方石优问，你有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吗？许老师一双漂亮的眼睛逐渐睁大，他紧张了，双眼皮被他瞪得只剩眼尾的小分叉了。然而酒精麻痹了中枢神经，思维滞涩带来行为迟钝和心跳加速。许南恒。方石优又一次叫他全名，清晰的咬字，横字的发声特征让他喉结颤动。我没有。许南恒说。方石优点头，得到答案后，他松了口气，僵硬的眉眼缓和下来，眼神也换上从前的平静柔和。他朝许南恒笑了下，说：好，我也没有。许南恒这会儿还半懵着，他这人很少陷入懵逼状态。他左手探了探，摸到安全带扣，摁了下让他弹出来，然后下车。这车挺高，方石优扶了他一下。怎么了？方石优问。许南恒没说话，直接伸手去掏方石优的上衣口袋。这种没礼貌的行为也就喝多了，对方是方石优，他才会肆无忌惮。许南恒掏完左边掏右边，方石优也不拦着，就随他掏。烟呢？许南恒问。问着手上却没停，又往上摸。方石优穿的是件冲锋衣，胸口还有俩兜。许南恒手直接摸到他胸肌。摸到后，方大夫今天为了方便手术换衣服，冲锋衣里面单一件 T 恤，而天冷，刚刚又是鼓足了勇气问了早就想问的话，所以胸肌一直绷着，就很显。许南恒的手覆盖在这里，他就更紧张。很结实的胸肌，勤加锻炼的心外医生，许南恒的理智和今晚的星辰一样，等是等不来了。于是他继而捏了一下，比起捏，说抓了一把更合适。方石优完全不明白现在是什么状况，他也懵了。他懵逼之余，还不忘回应许南恒的诉求。他从裤兜里掏出了自己的烟和火机，递给他。许南恒看见烟，想起了自己想抽烟，于是手离开了方石优的胸肌，拿过烟盒，磕出来一根，方石优帮他点上。点上后他抽了一口，然而不知怎么回事，这一口抽的像不会抽烟似的，直接呛着了。许南恒呛了一大口烟，猛咳起来。哎呦！方石优把他指尖的烟夹走，哭笑不得的拍着他后背，慢点儿。嗨嗨嗨嗨嗨嗨！许南恒背后是开着门的副驾驶座椅，面前是方石优。方石优顺了顺他后背，然后将他后颈按向自己肩膀，来，靠着咳。许南恒顺便蹭了下咳出来的眼泪，这是什么临床治疗手段？这是我的私人治疗手段。方石优说。第31章，许南恒路上一直半睡半醒着，从市区回去县城的路程是原路返回的那条省道。省道并不平坦，方石优担心他会吐，尽量以匀速再开，避免忽然一下的油门或刹车。就像他一直以来的为人，平稳、沉默、专注。孤独的猛禽皮卡在西藏省道上亮着一组车灯，灯柱照射的区域里有路面腾起的尘土。这条路大半年来，方石优来来回回走过不知道多少回，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开，偶尔副驾驶是顾老师，偶尔顾老师开，他坐副驾驶。快开到公寓楼下的时候，方石优手机响了，他铃声是原始铃声，刚好和许南恒的闹铃是一样。那声音一响，许老师像被激活了一样，眼睛乍然睁开，开始四处摸，企图摸到这声音的源头，然后按停它。然而这里是车厢，许南恒睡了一路，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车里。他听不得这闹铃声，右手在车门摸一圈，没摸到手机，左手接着探去左边摸。由于安全带限制了发挥，他半梦半醒，着急的不行，手上力度就更大。方石优第一时间发现他醒了过来，手机在方石优裤兜里，他减速停车，踩住刹车的时候，许南恒的手摸到换挡杆，然后继续向主驾驶座摸，就摸到了方石优的大腿面，方石优一绷，没敢动。徐老师精准的找到声源，就在方石优裤兜，但徐老师手上
就没那么精准了。意识到声音在摸的这块腿还要往上，徐老师就往上摸。这一摸，摸到方大夫命门了。方石优的手机还在响，许南恒真的有点生气了，这闹钟怎么还在响？手里的劲儿上来了，拧着眉毛又猛按了一下。方石优谢天谢地，他已经把车停了下来。他闭了闭眼，握住许南恒的手腕，把他手拎起来，然后掏出手机接起电话。老师，你怎么这个语气？不舒服？没有，刚才喝水呛着了。方石优编了个理由。顾老师那边，你安全到地方了吗？方石优点头，刚停好车，马上上楼了。行，明天去村庄了吧？过去也好，这几天连轴了，在村里能多睡一睡。方石优挺意外的，顾老师平时会关心他，譬如给他买些复合维生素，以及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给他再刷点鱼鸭肉的。顾老师关心他的方式比较直接，也比较质朴，偶尔转点钱过来之类的，但很少像今天这样通过直白的语言。是。方石优疑惑，爸，您那边没出什么事儿吧？顾老师那边顿了顿，说我们后边接台的那台手术，心脏没复跳。方石优左手举着手机，右手还握着许南恒的手腕。许老师的醉意清明了些，他座椅靠背之前放下去了一些，偏头看向方石优的角度，看不到他的侧脸，看的是他的侧后方。但许老师还是感觉到方大夫有些不对劲，手比较僵，和僵坐的姿态以及上下滚动的喉结。于是许南恒带着安慰的从方石优手掌中缩回自己的手，退到他手掌与自己手背相接触的时候，他翻过手来反握住了他。方石优问，后面那台不是您的手术吧？不是我的。顾老师说邵主任的，他出来之后告诉我他术中的所有步骤，但还是没复跳。那个病人小伙子跟你一样大。方石优无声叹了口气，但也稍稍松了口气。人在手术台上下不来，这种情况会发生，无论在西藏还是在北京。尤其心脏手术，医生完全按照正确的步骤做着顺利的事情。出血就止血，做修复，做置换，做缝合。可能有的人复跳后住院1周就能康复，有的人却永远不会再睁开双眼。医生要凉薄些，这话是没错，但医生也是人。医学的诞生是人类对濒死同伴拯救的天性。方石优呼吸了一下，这没办法的事儿。您还记得北京廖主任那个肾移植的病人吗？当时什么都好好的，尿都来了，结果瞬间急性排异。顾老师也呼吸了一下，有时至于吗？行了，你安全到地儿就行，早点睡觉。你也早点休息。电话挂断后，方石优偏头看见许南恒调直了椅背，握着自己的手。他看向许南恒的眼睛不那么朦胧了，清亮亮的，看上去睡了一路之后醉意有所缓解。出事了吗？许南恒问。他喉咙有些哑，酒精使身体中的水分减少，导致声音沙沙的。车子已经熄火了，车厢里连发动机震动的声音都没有，县城的夜本就安静，车厢里更是静的连吞咽声都很清晰。方石优说，是我们后边那台手术，病患没救回来。许南恒张了张嘴，没说话，握着他的手收紧了些，以此安慰他。主要太年轻了，和我一样大。方石优抿了下唇，所以我爸听说了之后给我打了个电话过来。许南恒明白了，他咽了下，轻声说，太可惜了。当初，方石优咳嗽了一下，清清嗓子，当初到新外这个科室的时候，我爸告诉过我不止一次，会有很多时候你做了所有你能做的，你完整按照过往经验与书本里代教老师国内外手术记录来完成手术。但许南恒又握紧了些。方石优没再说下去，因为不必说完，许南恒明白。一位医学者说过，医学是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方石优说，走吧，下车吧，早点睡觉。许南恒松开安全带，笑了下，说，早点睡觉，多喝热水。
方时优觉得许南恒的体质有一些滞后性，虽说这在医学上没有定义，毕竟没有人规规矩矩的按照书上生病。许南恒来到高原快1个月才高反，许南恒喝完酒，坐了快2小时车才吐。上楼回去公寓后，这边刚脱下外套，那边许南恒陡然惊觉不对劲，闯进卫生间，抱着马桶一通狂吐。这滞后性，方时优在他吐的时候去把热水烧上，然后去卧室整理了一下床铺。接着卫生间里水龙头哗哗响起来，在漱口。漱完口，他想用花洒冲一冲马桶，结果这位调错了花洒的旋钮，直接头顶那个喷头哗的砸下来巨大的水柱，直接脱衣服洗澡了。兵荒马乱的，最后打开卫生间门的一道缝，哭丧着脸，方大夫。方时优摘下表，灭了烟，从沙发起来，走到卫生间门边，吩咐吧。浴巾、睡衣、内裤。好嘞。吐出来就舒服多了。许南恒躺下便睡，昨晚没睡好，白天舟车劳顿，晚上又喝酒，躺下后秒睡。这一天，方时优感觉过得很长，其实比今天更累的情况要多得多。他曾经36个小时连着做手术、写病史、开医嘱，甚至有4、5天直接住在医院里做1天手术，继续值夜班。早上8点多从医院出来，跟出狱似的，抬头看着北京青蓝青蓝的天，那时候都没觉得漫长，今天太漫长了。方时优偏过头看着沉沉睡去的徐老师，他不知道徐老师天亮醒来能记得多少，他想让他记得，又害怕他记得。这种踌躇不前、患得患失的心思是方时优从未有过，他平时真的是个还挺凉薄的人。这大多是因为来自周围人与事的暗示。学医之后，不仅是顾老师以及医学院里的老师们都会说，以后进了医院要事事冷静。你会见到很多贫穷的人、无助的人，世间百态，你不能拯救他们每个人，要做好无能为力的准备。而许南恒在这点上和方时优挺像的，借着从窗帘缝隙渗进来的融融夜色，趁着许南恒熟睡，他大胆地端详着他的眼角眉梢。徐老师眉毛浓密，睫毛纤长，睡颜乖巧。有那么一瞬间，方时优想要每晚都看着这张脸入睡，他太可爱了。无论是咬着烟蹙着眉在深夜的国道边，还是狡黠的看着自己，大言不惭的我倒要看看堂下何人状告本官。其实方时优为自己这如突发恶疾一般的强烈的对徐老师的动心找过理由，他也像徐老师那样试图用更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就像排查病因那样。只不过方时优更透彻些，这不可名状的感情就是不讲道理没有原因，并且方大夫更加明白，外科手术200年无法解释的发病太多了，遑论对一个心动的人动心。醒了呀。方时优坐在餐桌边，听见卧室门打开，回头，感觉怎么样？有头疼吗？胃反酸吗？他问着，合上电脑，站起来，接着说，我煮了粥，你先喝点水，在这。许南恒发懵着，头一回宿醉，何止是头疼，他揉着眼睛，疼，眼睛也疼，脖子也疼。接着手腕被握住，被拉下来，方时优说，别揉。许南恒看着自己被握住的手腕，依稀感觉这姿势这触感很熟悉，感觉被这么抓过一次，但记忆很模糊，而且7、0、8岁。头好疼。许南恒看着他，方大夫，你先喝点粥，然后给你吃止痛药。方时优说，看起来是断片了。在许南恒进卫生间的时候，方时优也不确定自己这短促的叹息是松了口气还是惋惜。止痛药就摆在水杯旁边，方时优把电脑挪开，进去厨房，将粥盛出来，小盆香菜后边的窗户溜开个缝儿，让风吹吹滚烫的粥，也吹吹滚烫的自己。